2017年1月4日，锦绣未央原著被诉抄袭一案在北京立案。锦绣未央开播以来备受热议，剧中第一反派李长如身为尚书庶女，为掌握权势不择手段。李长如最擅长借刀杀人，但最终害人害己，悲剧收场。借刀杀人看似容易，实则错综复杂。就拿《甄嬛传》来说，一群看似柔弱的后宫女子也能明枪暗箭借刀杀人。36计中的借刀杀人，杀人无形，却招招见血。王后借纯元布衣撕裂甄嬛的爱情，王熙凤用女人的嫉妒逼死了尤二姐。同样的计谋，不同的敌人，他们之间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甄嬛兵法。我们今天给大伙讲这个甄嬛兵法呀，说到36计里头非常重要的一计，也是用处很大的，叫借刀杀人。这借刀杀人呢，咱实求是说，就甭管36计如何花样百出，《甄嬛传》里边宫斗怎么精彩纷呈，这些用计呀，都不是人间正道。可能主人公呢，事到临头，被逼无奈，不得已而为之，但从计谋本身来讲，都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咱说借刀杀人，这里头有3种势力，一个是要杀人这个人，一个是挨杀那人，还有一个是那刀，3样。那么《甄嬛传》里边呢，还真就是展示了借刀杀人这一计的一个大全。就这3种势力在里边如何起起落落呀，都展示的挺明确。咱们今天呢，借《甄嬛传》呢，给大伙说说借刀杀人的3种境界是什么。说这3种境界怎么分呢？因为要杀人的人和挨杀呢，和这刀，他可不都在明面上。有的是呢，要杀人这人躲在暗处，有的是被杀的人在暗处，有的是呢刀在暗处，也有这3者都在明处的。咱们一样样给大伙说。咱先说头一个，就是想杀人这位，他在暗处，那个刀和被杀的人在明处。你闭着眼睛一琢磨，这就是暗处那位使手腕的，借那刀和杀那人在明处，等于俩傻子让他糊了。这《甄嬛传》里有没有这个呢？特别明显，就是皇后怎么算计甄嬛的。因为一开始呢，说白了，甄嬛嘛是跟皇后站在一处的。娘娘如此关怀，臣妾感同身受，不知要如何才能回报皇后恩泽。唉，后宫风波频起，本宫身子不好，实在疲于应付了。婉贵人善解人意，如能知本宫心之所向，自然能为本宫分劳解忧，共同对付华妃。这华妃恨不得把这眼睛都瞟到后脑勺那儿去。一大早的给皇后请安，又说了这会子话，还真是乏了啊！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皇后跟他对着干，打着打着呢，这华妃家里失势了，皇上也不待见他，就等于这股势力没了。你知道这皇后啊，心里头老难受了。你别看他把他扳倒了，这好斗的人呢，不怕对手强大，怕没对手。就跟打麻将的人啊，一天2天不玩他难受，没人跟你玩3缺1怎么办？所以这皇后一看华妃倒了，她立马得给自己找个对手。找谁呢？甄嬛这时候跟皇上这小感情紧着升温。皇上从外边进，哎呦，天挺冷啊，嬛嬛你手冷不冷啊？给皇后恨的，哎呀，直咬牙。姐姐来得太晚了，罚你剥了核桃仁，不许自己吃。外头冷，就用了个手炉，谁知走到一半便凉了下来，回去换了一个，结果就耽搁了。果然手冷冰冰的，快暖一暖再吃东西。谢皇上。意思你当我面啊，你俩秀恩爱呢这个。所以皇后很快拿甄嬛当对手，这时候他就用上了借刀杀人。而他借这把刀呢，说白了还不是活人，还是个死人。谁？纯元皇后。纯元皇后呢是雍正以前的老婆，死了。说雍正宠甄嬛有点原因在哪儿呢？甄嬛长得像死去的纯元皇后，勾起了雍正啊思念亡妻的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赶上一个机会。什么机会？这不甄嬛得宠吗？甄嬛原来啊是嫔，婉嫔。要不就一说这嫔呢，很多人都理解不上去。因为大清呢，我前面说了几个档次，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
贵人答应常在。八等，这嫔女字哥哥宾客的宾。眼下妃位只有端妃、静妃、齐妃，嫔位只有婉嫔，人数都是不足。这开始呢，她是婉嫔，后来这皇上宠爱她呢，由嫔再上一等，就是妃，妃子的妃，就封为婉妃。这封婉妃呢，她得有个册封礼呀，你就选个好日子，晋封婉嫔为妃吧。册封礼呢，那甄嬛那肯定得是穿着漂亮的衣服走到皇上跟前啊，高呼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呀！贱妾如何如何。结果这皇后呢打发人坏她，把她准备册封礼那衣服给弄坏了。刘珠，把吉服拿来给我换上吧。来，打开看看，好生的精致啊！哎呀，这册封用的吉服形同御赐，怎可有一丝损坏？等下若被发现，岂非是欺君大罪？那弄坏了不能穿了，穿是大不敬啊！怎么办？说借吧，从内务府借身衣服。娘娘，有个办法或许能够救急。你说，前2天皇后宫里拿了件衣裳来封补，那件衣裳颇有吉服的遗质，虽然不是和娘娘的这件很像，但若拿来换上，应该能抵得过。结果在皇后指使下呢，内务府借给她一身原来纯元皇后穿过的衣服。皇后从前的衣裳，哪怕稍微旧了一些，也还是好看。小主快些吧，待会儿皇上皇后就该等急了。你要穿上这么身衣服，皇上坐在帘笼后头，这甄嬛啊1步3摇的穿着衣服就过来了。甄嬛不知道这衣服是纯元皇后的，她进宫年头短，而这纯元皇后又死了挺长时间了，所以这个雍正皇帝隔着帘笼一看呢，傻了，那这不就是我那爱妻纯元皇后吗？婉婉，就甚至精神恍惚，哎呀呀，来劲儿了。可是帘笼一挑一看是甄嬛，可把他气坏了。怎么是你？臣妾参见皇上。你这身衣服是哪儿来的？放肆！你干嘛呀？这册封大典你跟我玩这个？你跟我玩真人秀啊？穿越？所以皇上很是愤怒，而这一愤怒不光是对甄嬛生气，甄嬛自己也明白了，哦，皇上对我所谓的热情，对我的宠爱，不过是对亡妻的思念，他不是真喜欢我。所以这一下子甄嬛对皇上心也凉透了。在皇上心目中，我不过是纯元皇后的代替而已。这后来怎么又跟果郡王这个那个这个甄嬛伤透心，从这开始的。所以这时候皇后她躲在暗处，甄嬛在明处，借这把刀，纯元皇后其实也得说在明处，在哪个明处？那个明，冥界的冥，死人了吗？姐姐呀，姐姐，你真是本宫的好姐姐呀！哪怕死了那么多年，您还是能够帮着本宫，护着本宫啊！说白了，他借这个来收拾甄嬛，所以这一计很是刁毒。皇上对甄嬛降温了，甄嬛对皇上死心了。就说一部《甄嬛传》，要说在感情世界里最大转折，恐怕是跟皇后的借刀杀人造成的感情转折有直接关系。所以这就是我说借刀杀人的第一种境界，就是这个人躲在暗处，那个刀和那个人在明处。这一计很毒，但是没啥技术含量。为啥呢？那他俩不知道你在哪儿，不知道你要干嘛。说白了，你这等于利用信息不对称，不是英雄好汉所为。所以每当用这种境界的借刀杀人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太过歹毒刁毒，这个人不行，太阴。这不是多有智慧，而是你太阴险。你看凡是这样的人，基本在小说戏剧里头都属于大家骂的人，像这皇后这样的。乌拉那拉氏安置于景仁宫，非死不得出。苏培盛，奴才在。去景仁宫取回朕立后的圣旨、宝印、宝册，小玉6宫，朕与他死生不复相见。你看《红楼梦》里头也有这么一位王熙凤，王熙凤她老公呢贾琏贾二爷在外头呢爱上了尤二姐，但害怕自个儿老婆，就在外头呢立座楼红楼里头养着尤二姐尤三姐姐俩。结果这事王熙凤知道了，他们说二爷在外面找了其他人来哄我。你看他毒到什么程度呢？装好人，哎呀，男子汉3妻4妾很正常啊，
夫君你不用躲着藏着，我看那尤二姐，我见尤莲，何况老奴长得真漂亮，我都喜欢的，巧舌如簧。贾琏很高兴啊，哎呦，我媳妇这么宽宏大量的，他很高兴。所以这王熙凤做主呢，把尤二姐接到大观园里边，接到老贾去了，都安顿好，安顿在自己眼皮底。等回明了，接下来他可要使借刀杀人了。说白了，你在我手心由不得你了。他这个贾琏有个小妾，也是原来丫鬟秋桐。这秋桐啊，二傻子一个，基本就给王熙凤当枪使的。说白了就是借那刀，还不知道这刀什么样。一长跟秋桐，哎呀，我这受委屈了，这尤二姐天天争你宠啊，他这个挑拨。妹妹，你还有什么不顺心的？我就是恨那个娼妇，偏什么都生在我头里。哎呦，妹妹可千万低声。她如今可是二房奶奶，你心坎上的人，连我都要让她3分。妹妹若是硬碰她，岂不是自寻死呢？然后这秋桐呢，就对尤二姐冷嘲热讽，讽刺打击。你这个先奸后娶、没汉子要的娼妇，你敢来要我的桥？告诉你，姑奶奶可不是吃素的。最后把尤二姐逼得都没活路了，最后吞金自尽死了。尤二姐也不知生惊多重，恨命含泪便吞入口中。王熙凤在那还装好人呢，就说这里头秋桐跟尤二姐这2位都在明处，王熙凤躲在暗处操盘。所以咱们有很多朋友看《红楼梦》啊，你看王熙凤第一次出场，这林妹妹到贾府来，王熙凤出来，哎呦，天底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儿。这一句话捧多少人？捧林黛玉不说，捧了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这4位是老祖宗亲孙女，意思老祖宗亲孙女那正统啊，漂亮啊。这你看，虽然说这很有心眼儿，大伙觉得挺喜庆，而且王熙凤很精明，不讨厌。可是自从你看了这个他逼死尤二姐这段，你对王熙凤恨上了。为什么说这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一从二令3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这王熙凤这下场不同情她，这女人活该。很多就从这时候开始就太阴，所以这一季呢，这种境界没太多技术含量，太阴。那么借刀杀人第2种境界和这不一样了，就是呢，你要对付那人，他也在暗处，你自己也在暗处，只有那刀在明处。说白了，那刀是傻子，他在明处，你怎么玩怎么是。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好比啊，俩人下棋，那棋子儿你是炮2平5，马2进3，车9平8，随你便摆了，这是那刀。可是2个下棋的人呢，可在明处，你走哪一步我知道，我走哪一步你知道，我怎么能够先看有多少步把你弄死？所以好比对弈，俩人都在明处，这刀随便摆了，他在暗处。但可怜就可怜在这刀，这刀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是下场最惨的。谁呢？《甄嬛传》里有，《甄嬛传》里边呢，咱都知道到后来啊，这皇后啊，这什么的跟甄嬛呐、还有对立啊，这中间有个挺重要的人物，叫祺贵人。祺贵人搁现在话说呢，算胸大无脑，这么个主，脸蛋挺漂亮，但是脑筋比较差，还好耍个小脾气。他在中间呢，他想害甄嬛啊，怎么害呢？反正只要甄嬛跟皇上一唠嗑，他那边哎呀头痛脑热不行了，要死了，皇上得看我。皇上，启嫔梦魇了，请您过去瞧瞧。皇上，臣妾方才梦魇醒了，心慌得厉害，您替臣妾揉一揉好不好？他搅和你，甚至呢，在这个轿抬甄嬛的路上呢，得放鹅卵石，巴不得你摔跟头，甄嬛就流产。落轿！快，落轿！奴才有罪，娘娘恕罪啊！好好的怎么会摔了一跤？都不会走路吗？这石子路本来是很好的，今天不知道怎么冒出几块鹅卵石，这奴才才滑了脚啊！其实这祺贵人呢，就是给人当枪使，所以你看这时候甄嬛怎么处理的呢？他知道你就给人当枪使、当刀使，你自己还不知道。好，别人能借你这把刀害我，我为什么不能借你这把刀反过来害人呢？所以甄嬛对祺贵人态度不是说我弄死你拉倒，我得用你。所以你看，给这个祺贵人啊，弄些个美粥之类的啊，对皇上表示我也吃醋了。你和齐嫔置什么气呀？
他就是这样的性子，虽然肤浅张狂，倒也不失可爱。皇上以为不过纵容齐嫔几次，却不想后宫众人以后都会群起效仿，而且经常教育他，让太后看看。此事一出，后宫再没有妃嫔敢恃宠而骄。太后知道了，很是欣慰，不住口的赞你。太后也知道了，我是个很正派的人，包括呢，他把齐国人伤害过的这些妃子都拢到自个儿身边，形成个统一战线来对付他。所以你看到最后成什么样呢？这齐国人也没什么利用价值了，皇后赶紧跟他撇清了。最后齐国人下场什么？乱棍打死，葬在乱葬岗上。拉去乱葬岗埋了，别让皇上知道。这下场很悲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这段宫斗戏呢，就有一种看两个武林高手，尤其下棋的高手在这运筹帷幄，运子先子弑杀，琢磨这盘棋咋下。可怜的就是当刀的棋子，他可怜了。所以这是借刀杀人的第二种境界，暗功夫来回磨，就是你能看出一些精彩的步来。所以在看到这儿呢，很多人就觉得你要如果是反面人物用这个计讨厌，但正面人物用这计就觉得哎呀，这个人有心眼，精彩。所以这时候甄嬛的心机在这个过程当中体现挺明显。那么这个呢，还不是借刀杀人的最高境界。借刀杀人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害人的人和被害的人以及刀全在别处。说白了，我知道你要害我，哎，我也知道你知道我要害你。那刀说你们俩无非想让我害他，你想让我害他。说白了，明账，一揭两瞪眼，看得清清楚楚。那这里头呢，谁跟谁呢？咱就说皇后、甄嬛和安陵容，这仨就这关系。你看皇后呢，拉拢安陵容害甄嬛，这边甄嬛是什么呢？她不是说一个劲儿的死扛安陵容和皇后，她干嘛？她当皇上面说安陵容好话。当年臣妾的脸被猫抓伤，黎妃就给了臣妾这舒痕胶，果然是药到伤除，连半分伤痕都没留下。请皇上念在她昔日的好处，就宽恕这回吧。把安陵容位置抬起来，干嘛呢？用来制衡皇后，就你俩也有矛盾，我反过来借助你在这。而安陵容知不知道？安陵容明镜知道。我何尝不知皇后并非真心的帮我？说到底，我还是最怨恨你的，因为你什么都有了，临了了，我却什么都没有。皇后利用我害甄嬛，甄嬛也想利用我制衡皇后。那好，那我就这边跟着皇后害甄嬛，那头实不当把皇后的一些核心信息透露给甄嬛。可是如今姐姐刚回宫就遭人暗算，叫妹妹如何敢再隐瞒？昔日之错已经铸成，玲珑只希望在今日能稍稍弥补。姐姐万事多加小心。说白了，双面间谍，就他在夹缝当中寻求生存之道。所以从小县城上来的这么一个，开始才是答应的，后来居然也到了妃子地位。你看，就是这个刀也有刀的生存之道。所以你看这三个人互相之间勾心斗角，我们说《甄嬛传》这水可够深的了，主要是体现在这一计上。就三位都在明处，都明章了，你说吧怎么回事？其实这个涉及到中国人常说的阴谋阳谋。我们说借刀杀人前两种境界都是阴谋，第三种境界是阳谋。有人说阴谋阳谋不都是计谋吗？有什么区别？区别大了。阴谋是什么呀？就是我的真实意图和表面意图不一致，这叫阴谋。比方说美人计，我送给你个美人，表面是啥呢？我想讨好你，投其所好，我巴结你。暗地里是什么呢？这个美人给你下迷魂汤，她是我的卧底，就好比西施送到吴王夫差呢，这叫阴谋，就是表面意图和真实意图不一样。阳谋是什么？表面意图真实目的一样，这叫阳谋。你比方说杀鸡给猴看，这叫阳谋。我杀鸡就是给猴看的，怎么着吧？你要不动我就弄死你。哎，杀鸡给猴看，这叫阳谋。表面意图、真实意图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皇后、安陵容、甄嬛这三个人，他们所有的意图是搁到明面上的，就看谁高明，就看谁有办法把皇上笼络住。所以这是借刀杀人的一种最高境界。但是咱们今天实事求是是，我对《甄嬛传》这部电视剧呢有一些看法，就是它太过赤裸裸的把这些计谋阴谋搁到面上。很多人看了之后可能就琢磨，本来跟同事关系挺好，跟闺蜜关系挺好，一看《甄嬛传》看完了，哎呀，他对号入座，那谁是不安陵容啊？那谁是不皇后啊？那谁是不那谁呀？那谁产生无限联想。
看谁都琢磨。那天她让我陪她买包去，那天她跟我说她男朋友想请我吃饭，这是不是有事儿啊？把生活当中一些不起眼的事扩大化，所以《甄嬛传》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我认为这是这个电视剧啊稍微有点不对的地方。可是呢，他把这些借刀杀人的计谋展示出来，没坏处。为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有句老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知道了这些办法，那好，我在单位里头不要让人拿我当枪使，我不要成为借刀那刀。但是第一，咱不是借刀那刀，咱也不是要害人那个人，但是咱也不能成为被人害的人呢。所以看《甄嬛传》的好处就是呢，多学点18般武艺防身。咱不是要害人，说白了我得防备别人害我，这可能是《甄嬛传》36季啊它的一些积极意义。所以我也希望电视前观众朋友看《甄嬛传》的时候多想想这些事儿。就咱们不做那害人者，可是也别轻易让人害了。你了解这个计谋，你才能知道怎么防御。就正如我们拥有了航空母舰，才能知道怎么防御航空母舰的打击一样，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看《甄嬛传》呢，可以说呀，还挺长能耐。我们这个系列呢，给大伙儿说的是啊，甄嬛兵法，就说我们从《甄嬛传》里边看出很多兵法谋略来，说的是宫斗戏。说甄嬛这里头用的诸多计谋里面，用的最多的是什么计谋？离间计。昔日姐妹是怎样反目成仇的？人肉长城又因何被千刀万剐？毫无技术离间计却为何总能成功？能让人故意中招的计谋，它的背后究竟有哪些门道？离间计。离间计很简单，说白了就我当你面啊，说他对你不好，我当他面呢，说你对他不好，就说白给你俩下药，让你俩呀不对付，你争我夺，然后我在当间呢渔翁得利，这叫离间计。其实离间计是非常简单的计谋，可是他在《甄嬛传》里是使用率最高的计谋，而且是成功率最高的计谋，基本上使一回成一回，使一回成一回。那这离间计搁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发现呢，咱背后说人坏话的人多了去了，挑拨离间的小人有的是。我以前节目里说过，就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可这句话你看每个人都知道，但是落到你身上不见得。有人过来跟你说谁谁背后怎么你的，我得整死他。他转过头他说那人跟你说怎么地都一样的话，这火就拱起来了。就离间计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使用率极高，成功率极高。那么我们今天分析一下甄嬛里的离间计，咱琢磨琢磨怎么在现实当中不被这些计谋所蛊惑。那么离间计呢，它是利用的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利用你们两人之间呢可能有那么一点苗头有不合的，他给你放大就成功了。离间计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叫顺水推舟，另外一种叫投其所好。咱们一个个给大伙说什么叫做顺水推舟。就是原来你俩就有缝，就关系就不咋地，经他这么一搅和，把这缝给扩大了，这叫顺水推舟。说甄嬛里有这吗？有。我举个例子啊，说最早的时候宫里谁受宠呢？要是走了，华妃最受宠。以后就别进翊坤宫的门。矫情，愈发小性子了。皇上有。可是虽然他受宠，雍正皇帝防着他。胡说，除了你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敢在朕面前这般无礼。好香啊！皇上独独赐予臣妾的欢宜香，臣妾日日都有。对了，朕就喜欢这个味道，别人都没有。为什么呢？他哥哥势力大。你说你这宫里宫外，外头你哥哥说了算，后宫你说了算，这皇家就容易被架空。尤其防着的体验在哪儿呢？不能让你怀孕生皇子。皇上那么喜欢孩子，你又老在华妃处，怎么华妃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呢？她不会有孩子的。为啥？你华妃要是怀孕生了皇子，你这么琢磨去吧，如果这皇子将来当了皇上了，那极容易外戚专权。说白了，你大舅那厉害，那他们老年家整个就权倾朝野，很难对付。说如果你没当皇上呢，你肯定想当皇上，就会有储君之争。我立谁当太子，你准保跟他争，你就是得帮他。
所以这是隐患。所以雍正皇帝不白给，他想明白这事儿啊，我呀不能让华妃怀孕。你说你怀了，我让端妃送过一副药去给打胎了。只要想到我那个未出生的孩子，我就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那碗安胎药是你端给我的，整个王府里就你与世无争，我才信你2分。可是没想到你这么狠毒，竟下了药打下我的孩子。可怜我的孩子，那是个已经成型的男胎，竟活活断送在你的手里。如果我真的是罪大恶极，皇上也不会留我苟活至今。后边又整什么这个麝香那啥，就不让你怀上孕。哎，赶上这么一天呢，宫里有位贵人，富察贵人怀了孕了。有人说这富察贵人这什么姓？满族8大姓，哎，从官索马贺富郎达，这个富就指富察氏。哎，这富察贵人怀了孕了，怀了孕了呢，显摆呀，我这怀上了怎么着？这是，哎，这时候有个曹贵人，这个曹贵人呢，在宫里头啊是3派之一，宫里其实就3派，皇后一派，华妃一派，甄嬛一派。这曹贵人呢还是华妃那一派的。这曹贵人呢就忍不住嘴欠呢，说2句。他有个女儿，说白了给皇上生个公主，他就说：“你看人富察贵人跟皇上也没怎么着啊，那人就怀上了。”我真是替妹妹感到惋惜。要说皇上最宠爱妹妹了，妹妹所成的语录自然也最多。怎么到了这会儿还没动静啊？眼下富察贵人有了孕，皇上以后少不得要在她身上分心了。妹妹，你得了空，可要好好调理自己的身子。他说白了，嘴欠，痛快嘴儿，讽刺一下甄嬛。可这时候甄嬛用这一招，顺水推舟的就把曹贵人跟华妃之间离间了。曹贵人言语冒犯娘娘，嫔妾替姐姐向娘娘请罪，望娘娘恕罪。什么呀？曹贵人适才说，嫔妾所成语录最多，却无身孕。这话不是借着妹妹的事儿来讥讽娘娘吗？嫔妾之中究竟还是娘娘所成语录最多。嫔妾替姐姐向娘娘请罪。华妃一听脸撂下来，嘿嘿，跟皇上有孩子这事儿啊，得看上天缘分。老天爷要送给我个皇子，那推都推不开。可是老天爷非要给我个闺女，我宁可不要。你听听这话多狠，讽刺谁？讽刺曹贵人。也是你不要以为你有个孩子，你那个丫头片子不顶事儿的，你将来当不了皇子的，这是。所以华妃这话就说明心里头已经中了这个甄嬛的离间计了。昔日姐妹是怎样反目成仇的？人肉长城又因何被千刀万剐？毫无技术离间计却为何总能成功？能让人故意中招的计谋，它的背后究竟有哪些门道？离间计。说为什么他这离间计能成功？他俩一伙的，到后来越来越疏远，就是他俩人之间本来就有嫌隙，甄嬛把他给放大了。娘娘坐会儿吧，来回走的也累了。叫你来了半日，一句话都没有。哭就知道哭，你带他来做什么？娘娘您息怒，公主她是病了，离不开臣妾。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倒没了主意了。因为曹贵人有个公主啊，就觉得自个儿肚子争气，给皇上留后了，经常沾沾自喜，表达出自己这志得意满的劲儿。华妃没孩子，你这不手搓人说短话吗？咱们现实生活当中都有俩女孩，一个挺漂亮，另一个长相一般。你在她那面说这大明星多漂亮，我还这么得整容，她能恨死你。所以本来这心里就不舒。你看有的闺蜜挺好，不是那么回事儿，中间有件，所以最容易受人挑拨离间。就他原来就有这缝给放大了，所以这甄嬛很聪明的，就这么一句话，把这俩人就会弄得关系很差很差。放肆！不容本宫放肆也放肆多回了，还差这一回吗？贱人！贱人！你竟敢出卖本宫！你忘了是谁提携你到这个地位吗？又是谁千方百计的讨好本宫，枉费本宫如此信任你？
大家都听到。那么其实这样的顺水推舟的这个事儿，曹贵人在这个历史掌故里多了去了。咱都知道，大明末年呢，有位了不起将领叫袁崇焕。臣借皇上龙威，近5年全了克复。本来是大明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可后来居然让崇祯皇帝凌迟处死给剐了。大汉奸袁崇焕私通敌国，议和不成，反引狼入室，危及京都。今皇上圣明，为国除奸，折杀奸贼。53刻已到，行刑。这有名的惨，为啥？说崇祯皇帝怎么这么不聪明，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那时候皇太极这满清啊就要打进山海关，袁崇焕呢带兵在辽东抗敌，双方在蓟城这儿相持不下。袁崇焕很会打仗，皇太极的兵进不来。皇太极一琢磨，算了吧，我攻不进你这儿，派小股部队啊绕开他，就到北京城附近。其实没有多大威胁，就小股的骚扰战。我打来了，来了。兵部接报，昨晚上清兵绕过山海关，已突破大安口，大安口守军投降清军，清军已直向遵化奔来。袁崇焕呢，驻守山海关的总兵官已率部西征，把崇祯吓坏了。这兵临城下了，一看真正能抵挡清兵的也只有袁崇焕了，赶紧打坟。800里加急，哗哗快马过去找袁崇焕，你赶紧回来护京城，人家来打咱们老巢来了。袁崇焕说这不行啊，我感觉他那没那么大兵力过去，我这要回去，一拔营一去再往回走，他那头大兵过来，不光把蓟城夺了，顺势南下，咱挡不住啊！不行，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主要这样，我把这蓟城之围解了，把皇太极逼退了，回头我才能固京城。就这么，他到底呢？皇太极扛不住了，退兵了。袁崇焕带兵回来到北京城，把皇太极的小股部队给打跑了，这才完事儿了。可这一来了，坏了。皇太极根本目的不是为拿北京城，他那小股部队拿不下北京城，他目的就是离间皇上跟袁崇焕。皇上，见见袁崇焕吧，怎么说都是袁崇焕来了以后才把皇太极给轰走了。而且袁大人早就布设下防线，保住了京都4州城邑及皇陵，并截下了清军掠夺的无数财物。袁崇焕还是功不可没呀！你让朕给他姗姗来迟的袁崇焕封官加爵吗？不，皇上。接着他又派好几股人呢，到北京城里散布谣言。袁崇焕投降清军了，他不救大明朝了呀！他和清军达成了投降协议呀！他要当卖国贼，该杀呀！你看看这包藏祸心，崇祯皇帝可上了心了，借这机会把袁崇焕招回来。后来诬陷他，把他投了大狱，凌迟处死。后来金庸不写本书《碧血剑》吗？那里头第一主人公袁承志就袁崇焕儿子。后来想找皇帝报仇嘛。后来我们都知道，崇祯皇帝吊死在眉山，临死前一剑把这个公主的胳膊砍下来了，这砍出个一代大侠独臂神尼来。这金庸小说里写的，就他这个皇太极这个离间计为什么能成功？因为袁崇焕原来和皇上之间就有隔阂。什么隔阂呢？这个袁崇焕很耿直，经常搞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给人感觉根本不拿皇上当回事。崇祯也是，我是老大呀，你不拿我当回事。说白了，心里记恨他很长时间了。顺水推舟，把这个缝隙弄大，他就把这个袁崇焕给杀了。所以我说，顺水推舟的离间计啊，没什么技术含量。就原来双方就不怎么样，你正好借缝下区，这儿说一嘴，那儿说一嘴，是最没含量的离间计。那么说有含量的离间计是什么呢？我前面说的第二个叫投其所好。昔日姐妹是怎样反目成仇的？人肉长城又因何被千刀万剐？毫无技术离间计却为何总能成功？能让人故意中招的计谋，它的背后究竟有哪些门道？这个投其所好可不一般，你得知道他好什么。有时候他好什么你还外表没有，你得研究他心里头去，他的潜意识。所以这投其所好进行离间，技术含量很高。甄嬛里有没有？有。我再举个例子啊，说甄嬛有个好朋友，我一说这你可能看过甄嬛只知道啊，
安陵容。这安陵容呢，小县城上来的，选秀女的时候得罪夏中春，没有甄嬛给拦着呀，就出事了。拿这么烫的茶水浇在我身上，想作死吗？今日之事是玲珑的错，还请姐姐息怒。这件事要作罢也可，你即便跪下向我叩头请罪，我便大人大量。算了，凡事都是一个理字。今日汉军旗大选，姐姐这样怕会惊动了圣驾。若是龙颜因此震怒，又岂是你我可以担当的？即便圣驾未惊，若传到他人耳中，坏了姐姐贤良的名声，更丢了咱们汉军旗的脸面。如此得不偿失，还望姐姐三思。他进的宫来，甄嬛对他呀，那真跟对自个儿亲妹妹似的，这么照顾那么照顾。安陵容对甄嬛也好，有点好东西舍不得自个儿用，都给甄嬛弄去。这俩人好的跟亲姐们似的。我知道天冷了，要抱暖炉子，有了这个暖炉套子，便不会烫着手，就连夜给姐姐做了一个。这织花锦是刚进宫时每位新人各得一匹的，这么好的料子，做个暖炉套子岂不可惜了？不可惜，妹妹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送给姐姐。可是后来大伙儿也都是安陵容一个劲儿害甄嬛，又是让她流产呢，又是让她什么，反正就是俩人掰了。怎么掰了呢？跟皇后有关，就是蔡少芬演那个臣妾做不到那个。臣妾很想知足，可是臣妾做不到啊。跟他有关，说什么原因呢？这个华妃当时很刻薄，她想把安陵容叫来给我唱个曲儿，这是羞辱安陵容。甄嬛一看得护着自个儿好姐们，说这么的，我也跟你去，我给她弹琴，你给她唱曲儿，这不掉份儿。皇上万安。华妃娘娘金安。婉贵人，这夜深霜重的，你怎么也来了？正因夜深霜浓，玲容妹妹独步难行，所以臣妾特来与妹妹作伴。难为婉贵人了，花好月圆人长久，今夜良宵，就唱支情意缠绵的曲子吧。是。小山重叠清明夜。可饶是如此呢，安陵容也恨华妃，说这华妃怎么这么刻薄呀？唱曲卖艺的，他凭什么这么作践我们呀？还打赏什么玉坠子？当我是歌妓吗？还打赏？小主回来之后，啪打听华妃八字多少，咱弄俩小人儿，搁针我扎你。学奇门遁甲里头买死猫烂狗的办法，我祸害你，我咒你。华妃去死！哎，这么一天，皇后来了，她怎么来了？皇后在安陵容他们身边有眼线，说安陵容在那扎纸人呢。皇说：“我过去看看。”到那一看，哎呀，妹妹呀，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有这事儿啊？这多亏是我来看着了，这有人告诉我，我过来看看来。你要是让华妃他们谁看着？这是属于犯上啊，死罪啊，就弄死你了。还有婉贵人，那你看这事呢？这多亏有人告诉我过来看看。安陵容也吓坏了，谁告诉您的？甄嬛呢？甄嬛跟我说的。皇后说完就走了。安陵容心里可恨上了，怎么说你这甄嬛怎么能把这事告诉皇后？你不害我呢吗？其实呢，咱们一琢磨这事就经不住推敲。那甄嬛要害他，告诉皇后干啥？告诉华妃就完了呗。华妃回过头，一丈红刺死，掉下来完事了，一了百了了。何必还告诉皇后呢？有人说这安陵容这智商，哎呀，这么点事都想不明白。你以为安陵容想不明白？她能想明白。她知道皇后说这东西不对，可是不对她也信。为啥？这就是对人性啊深入骨髓的了解。你以为安陵容心里头真就对甄嬛好吗？不排除好姐们，可是呢，只要有甄嬛在一天，安陵容没有出头之日。那么要想她有出头之日，非得扳倒甄嬛，可是她又不能对甄嬛差，人家拿我当亲妹妹，我害她，我道德上怎么办？我不成混蛋了吗？她有强烈的负罪感，所以她也想把甄嬛扒拉开，自己往上上，可是这手下不去，那我不缺了大德了吗？有人说这电视剧真能瞎编，这可不是瞎编。现实生活里这样事儿有的是，就找到一种理由来解脱。我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吧，
谈恋爱，恩恩爱爱的啊，对象俩人逛商店。这女孩呢，看到有件衣服，一个哟好几千，很贵，噌拿下往身披。你看我穿漂亮吗？这男孩啊，要不说有时候这实话实说呀，还怎么着，挺为难。这恋爱当中这男的很不利。你看我穿漂亮吗？这男孩要说挺漂亮，这女孩高兴了，回头就买单买了啊，一天没事。这男孩要说一般，这不适合你。这女孩啊，不适合吧，撂那儿了。接下来你看他那脾气大了，你这男孩怎么干都不对。哎，你要说他穿着挺漂亮，没准女孩说：“哎呀，漂亮，这么贵，算了，我觉得不合适。”他还挺大的。你要说不漂亮，坏了，他这一天这股邪火没地方发，你怎么都不对。说咱中午吃饭有病啊？早上10点吃饭，现在就吃啊？说咱回去吧，你出来干嘛来了？一会儿就回去啊？反正你怎么都不对，为什么呢？这衣服他喜不喜欢呢？他喜欢。拿起一比划呢，征求你意见，漂亮吗？他想买，可是他心里有负罪感，这么贵，我这一月才挣多少钱呢？你挣多少钱呢？你说就买，我这不成败家娘们了吗？又不是双11啊！他心里有负罪感，觉得贵。你要说好看，顺水推舟他买了，他就没这负罪感。你说不好看一般，他还想买，这股火可就发不出去了，因为他找不到一个宣泄点。他想降低这种败家的道德负罪感，你没给他机会，完了，你说那他不拿你出气怎么着？你明白吗？他知道这东西对与不对，他无非是借坡下驴，你不给他台阶，那气死了。他就想在你找一个减轻道德负罪感的机会和借口，所以这男孩没给他，他来气。这生活当中这种事儿多了去了。离间计的2大特点。顺水推舟，你本来对这就有意见，投其所好，激发你心底恶的东西或者负面情绪。所以从《甄嬛传》里边，我们看离间计，我们应该想到大家应该怎么平和的看待事情的真相，怎么能够理智理性的面对自己的情绪。我们这些年看电视剧的朋友啊，都发现了一个现象，就这清宫戏越来越火。它为啥？它离我们近啊！你再往上，明朝啊、唐朝啊、汉朝远点清宫戏呢离我们比较近。那一开始这清宫戏呢，基本上差不多是正戏多。你比方说这个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男人戏。后来拍着拍着就有点变味了。2004年的时候呢，香港 TVB 有一个经典的清宫戏叫《金枝欲孽》。从这部戏以后，这清宫戏的主流就由男人戏转向了由历史正戏转向了宫斗戏。你看这个什么宫锁珠帘，什么步步惊心，这打着穿越剧的名头，其实都是宫斗那点事儿就后宫怎么争宠啊，你弄我，我弄你呀这些有事儿。那么到了这些年更是了，你像什么《甄嬛传》，这是个代表。就为什么说这宫斗戏这么兴盛呢？老百姓爱看，为啥爱看呢？一个是宫斗戏里有八卦，你琢磨琢磨，皇上今儿宠他，明儿宠他，这跟这个好，跟那好。很多人好奇，这花儿还喜欢吗？臣妾很喜欢，多谢皇上。怎么回事啊？多有意思啊！他说要孩子怎么没动静呢？大家喜欢这八卦。第二个更重要，就你看着是宫斗戏，它不是张家长李家短泼妇骂街，它这里头有计谋，尤其有兵家的一些谋略。怎么瞒天过海，怎么围魏救赵，怎么上屋抽梯，怎么李代桃僵，怎么借刀杀人，它有些道道。尤其你看《甄嬛传》里边，这个甄嬛把一众情敌打倒，把一些敌人扳倒，互相你争我斗，算计心眼儿的时候，往往兵法谋略这36计用的特别多。龙台是否能保，全在皇后，不在臣妾。臣妾实在害怕，若哪天得罪了皇后娘娘，臣妾肚子里的孩子就保不住了。放肆！本宫是6宫之主，你放手！你甚至有的时候，有的观众朋友喜欢这个的，能看这段故事，对36计的某一计呼之欲出，说这段他用的什么计。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呢看《甄嬛传》这类剧宫斗剧的一个兴趣所在，甚至把这个呢跟商场营销职场升迁都能挂钩。所以咱们今天呢给大伙说说《甄嬛传》里头用的挺明显的一计，用的也挺好，什么苦肉计，即刻将年氏打入冷宫赐死。
为了做刺客，居然会有人杀妻灭子。周瑜打黄盖，苦肉计成功的秘籍究竟是什么？作为古人最喜欢的计谋之一，它在现代社会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你要有贪便宜这私心，就容易中苦肉计。咱们一说苦肉计啊，很多人想，那无非就是装可怜，当然不全是装啊，他也得真付出，真受苦，玩点真可怜。说这个一可怜，别人就同情你，一同情你就达到了自己上去把别人弄下的这个结果，是不是这样呢？苦肉计啊，确实能激发你的同情心，但可有一样，苦肉计的成功和同情心没有直接关系，同情心就是个手段。苦肉计激发的是什么？除了同情心以外，最关键的是激发中计那个人的自私的心理。走开！娘娘，您都已经在这跪了3天了，昨天还中了暑气，娘娘身子要紧啊。本宫若不如此，皇上便不会消气。皇上若不消气，必然就不会原谅本宫。就他要不自私大公无私，恐怕你这苦肉计想实现也难。有人说你说这我没明白，我举个例子，苦肉计最经典的是啥？咱基本都知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周瑜打黄盖，周瑜为什么打黄盖？跟曹操隔江对峙，没有破敌之良策，想到用火攻，可非得有一个内奸能够打入敌人内部才行。所以这个时候让谁去诈降呢？他没这个人。最后黄盖黄老将军站出来了，说我愿意干这个事，跟周瑜商量好了。结果第二天升帐的时候，周瑜就说那曹操势大，一时半会儿咱拿不下来。曹操率100万之众，连营200多里，非一日可破。这样，我给各营啊发3个月粮草，咱们坚守不出。先令诸将各领3个月粮草，分发至各营中，准备持久战。曹孟德带80万大军，但是来到江南此地不惜水战，恐怕时间长挺不住，他得回去，水土不服。黄盖站出来，都督啊，您这就不对了。我黄盖随着先主打江东6郡81州，出生入死啊，从来没听说过在哪个地方龟缩3个月闭门不出的。我看你呀，甭跟曹操打仗，你干脆投降得了。周瑜，你本是无能之辈，却善用狂傲自大来欺世盗名，我担心江东6郡要断送在你手里。周瑜一听就来气了，他说我主孙权说过，这个孙刘两家联合抗曹，若有我方兵丁有一个人敢说一个降字，定斩不饶。如再敢胡言乱语，军法不容。黄老将军，你乃江东30老臣，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投降2字呢？黄盖就乐了，说我随先主打仗的时候，你这黄口小儿还不知道在哪儿撒尿和泥呢。我随上将军打天下时，哪有你呀？口出不逊，周瑜就急了。当然这俩人做好了扣，给我打！开始要推出去斩，众人求情，拽回来，死罪饶过，活罪不免，100军棍，痛打100军仗，啪啪一棍一棍打的黄盖老将军血肉横飞。周瑜，你个混蛋，老子死了也不服你，不服你！最后鲁肃是希望诸葛亮给说2句，诸葛亮纹丝不动，他看透了这苦肉计，人不吱声。周瑜打黄盖可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是大都督的苦肉计。最后鲁肃趴到黄老将军身上，要打你打死我吧。周瑜一看借坡下驴，行了，打倒了，就这么一个场面。黄盖呢打的基本上卧床不起了。那么说这个苦肉计做给谁看呢？说曹操离着长江在那边呢，看不着，给谁看呢？因为中军保障里头有2位曹操派过来的诈降的人，叫蔡中、蔡和，这哥俩。蔡中、蔡和呢是蔡瑁的弟弟，这不当时曹操中计了吗？蒋干、蒋子义啊，这是利用全运会，这是蒋干盗书回去了，是假的信。曹操一看急了，说蔡瑁你这要里通外合给杀了。丞相，这是奸计啊！丞相，这不利用这事儿，他派蔡中、蔡和来诈降，那曹操把我们哥哥杀了，诈降。莫非无辜杀我兄长啊，大都督！荆襄9部无不切齿痛恨，我兄弟特来投奔大都督。他在帐中做苦肉计，主要做给他俩看。这俩人一看，哟呵，把黄盖打成这样，这老头能善罢甘休吗？肯定得琢磨事啊。我们过到这儿诈降，一件功没立呢，
要把王盖说动了，这好办，这事不就成了吗？我们就立功了吗？他们有自私之心，想利用这事立功，那么把这信传给曹操。曹操真同情黄盖吗？黄盖远日无交啊，近日无亲，怎么能够同情黄盖？打死你都不多，我管那个。为什么呢？这事他起了自私心了，起了私心了。为啥？黄盖这一挨打就要向我投降，向我投降，我白得一员大将不说呀，他能当内应啊，这破周郎小儿指日可待啊。所以曹操这时候有私心，大战起时，一起来降。所以这时候蔡中、蔡和带过信儿回来，砍则砍得润，隔江下诈降书，曹操才上这个当。就说苦肉计想成功，不是激起你同情心，你说曹操能同情黄盖吗？关键激起他私心来了，这事儿对我有用，他才直接上当。他又没有这私心，你比方两半人看，最多就是打了也就打了，这周瑜挺狠，黄盖不识时务，他不会有别的举动。所以苦肉计最关键的是挑动人的私心。那么私心指什么呢？有两部分，一个是呢怕自个儿吃亏，一个是我想占点便宜。咱们就拿《甄嬛传》说吧，这个《甄嬛传》里头，甄嬛使苦肉计能成功，关键是挑动了皇上的私心。就陈建斌演这雍正，什么事呢？咱们都知道，一开始这里头啊，宫斗矛盾最激烈的集中在哪儿呢？沈眉庄和甄嬛是一伙儿，华妃是一伙儿。这华妃挺坏，她一开始呢，害着沈眉庄，让太监呢把沈眉庄都推到锦鲤池里头，差点没淹死。回头呢，又联合太医诬陷这个沈眉庄是假怀孕。沈贵人他没有抬相，弄得皇上跟沈眉庄就等于几乎都快掰了。贵人沈氏幽禁弦乐阁，回头他又让甄嬛呢在怀孕时候跪那儿，造成流产，所以他一下子呢狠狠的伤害了沈眉庄和甄嬛。所以这俩人呢恨他不死，俩人没事在屋里捣鼓，咱怎么办？咱们把华妃弄死。所以这是开始宫斗剧里头的最激烈冲突。后来呢，这机会来了，为啥？华妃为什么在宫里头横行霸道呢？因为人哥哥呀是当朝大将军年羹尧。大将军请坐。熟知历史都知道，年羹尧很了不起个人。可是后来年羹尧飞扬跋扈，也不再拿雍正当回事儿，最后失宠了，雍正对他处以极刑，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照理说，这哥哥这么大靠山死了，这妹妹也就完了。所以这甄嬛和沈眉庄以为，那他哥哥都倒了，他还能好得了吗？没想到不是这么回事。这雍正挺念旧情，说这华妃呀，不是说我当皇帝了才跟我原来是那个雍亲王的时候，是王爷的时候，人就跟我，所以我得念旧情。虽然他哥哥犯罪了，你跟他关系也不大，就这么的呢，就把这华妃呢降为答应。咱都知道，大清皇宫里头，皇后、皇贵妃、贵妃，往下有妃、有嫔、有答应、常在、贵人等等。这答应、常在是后两等，就给降了级了，就皇上没有把他打入冷宫或把他处死。所以这时候说白了，沈眉庄和甄嬛老不愿意了，觉得这结果不好。其实他俩有心把这华妃弄死，结果华妃也恨他俩，说我都落魄到这样，他俩也必有害我之心，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先弄他俩吧。这才来个火烧碎玉轩。但这个事儿之前，沈眉庄和甄嬛知道了，知道说这怎么办呢？甄嬛就给出主意，咱呐装不知道，就让他点火，做出苦肉计给皇上看。你看看他要害死我们俩，说他着火就着，咱俩躲着就行。沈眉庄还不干，不行妹妹，怎么不行？不能光烧了房子，我非得让他烧我，皇上才能动心。结果沈眉庄使苦肉计，知道吧？把这身上烧出一块疤来，完了到这雍正那哭去，你看看这什么样的房子烧没不说，我这都要烧死我，多亏我们俩机灵跑了，要不然这小命搭里头。这时候雍正可气坏了，这才把这个华妃打入冷宫，即刻将年氏打入冷宫赐死，不必来回朕。说这计为什么能成功呢？他为什么说烧房子不说，还得烧自个儿？他目的就是直击雍正皇帝的心。人都有私心，都怕吃亏，都怕危险。雍正这时候就琢磨了，你说他胆大到什么程度，居然敢在皇宫里纵火烧朕的爱妃。是他对沈眉庄那时候雍正没多少感觉，俩人还没和好呢，可甄嬛是他心尖啊。
啊，他俩这么近，你能烧他，你还恨甄嬛，你也能烧甄嬛。有朝一日你把甄嬛烧死了，哎呀，真的心尖儿啊！你敢这么干？幸好奴才们发现的早，否则臣妾就没命再见皇上了。一下触动了他最心爱的人。再一个，他一想后怕呀，我把你哥哥弄死了，你这有报复心呢。你能烧沈眉庄就能烧甄嬛，你能烧甄嬛，你就能烧我呀。你离我这么近，哪天你把我弄死怎么办呢？为了报仇，所以这时候皇上感同身受了。这把火不是烧沈眉庄，看到沈眉庄身上这疤，再看着漫天大火，你分明是要烧朕的爱妃，恨无及无，你得烧朕。所以这个时候才下决心，拉倒吧，你靠边站吧，给你弄死得了。皇上，你害得侍郎好苦啊！所以这个沈眉庄和甄嬛联手这苦肉计非常狠。他为什么能成功啊？就动了这个雍正的心思了，怕吃亏，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你弄到我身上了。朕本不想赶尽杀绝，所以这一计用的很成功。他不是为了激起雍正同情心，而是激起雍正的私心，连夜审问肃洗。所以这苦肉计使得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说头一个，怕吃亏。你要有贪便宜这私心，就容易中苦肉计。怎么贪便宜？这个咱就是不说电视剧了，咱说中国历史上一段真事儿。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春秋五霸，有人说知道什么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怎么的，还有一种说法加上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说这吴王阖闾是吴国的国王，他怎么上的台呢？咱们今天说这苦肉计跟他有关。这个吴王啊，阖闾他爷爷去世的时候呢，把皇位啊传给的是吴王阖闾他爸。哎，他爸爸是老大，他爸爸下台死的时候呢，没有把这位置传给儿子，而传给自个儿弟弟了，就传给吴王阖闾他二叔。那时候吴王阖闾叫什么？叫公子光，就公子光他二叔，兄终弟及，哥哥死了弟弟去。结果他二哥死了呢，传给老三，叫公子光他三叔。他三叔死的时候，照理说位置传给老四，他四叔吧，他四叔别，我干不了，你别给我接不了。就这么的呢，他三叔就把这国王位置传给自个儿儿子了，公子光的一个哥哥。虽然你看他是老大的儿子，他老三儿子，但比他大。他这哥哥叫吴王僚。这个时候公子光就不愿意了，说你看我爸爸死了，把位给我二叔，二叔死给三叔，三叔死给四叔，四叔不干，往下没兄弟了，那咋办？那应该转过头来给我才对呀，回到我们家这儿，你怎么能给自个儿子呢？公子光老大不愿意，就想什么呢？我把我这哥哥吴王僚啊弄死，我把他赐死我继位。所以这才历史上有名一段专诸刺王僚，就是说公子光呢听信了伍子胥的话，伍子胥是他谋士，说有个壮士叫专诸，对母亲孝顺不得了，但家里穷，如果你答应把他母亲颐养天年，好吃好喝，专诸就给你卖力气。所以把专诸呢假冒成厨子，然后请吴王僚来吃饭。吴王僚也防着呢，就是身边的人所有都搜身，什么兵刃都不能带。结果没想到呢，人厨子往上上鱼啊，这正常啊，把鱼端上来浇汁儿，鱼肚子里藏了一把匕首。完了专诸浇汁之后，从鱼肚里把剑拿出来，啪，把吴王僚刺了。然后公子光继位，历史上的吴王阖闾，春秋五霸。说这跟苦肉计有关系吗？有关系。这吴王阖闾继位之后啊，他有个心腹大患，就是吴王僚有个儿子叫公子庆忌。这个公子庆忌呢，孔武有力，大力士，武功还高。这时候在外地带兵，这时候公子光上位成吴王阖闾，最担心的就是自个儿哥哥他儿子，自己这侄子这么厉害，回来要发杀父之仇怎么办？所以他得琢磨，我想派个人啊，把这庆忌弄死。这时候呢，有一位壮士，毛遂自荐，说我呀叫药离。这药离说，大王，我愿干这个事儿。他说你干不成啊，你有这心没用啊。说能干成，有一样，我要求大王呢，把我媳妇孩子都杀了，把我一个胳膊砍下去。这个庆忌是个爱才之人，他也知道我药离是个勇士死士，你这样对我，庆忌必然相信这药离啊，为了报这个妻儿之仇，肯定得投奔我，他才能信任我，投奔庆忌。庆忌一看，马上就信了。结果有一天，药离陪着庆忌在湖面上划船，
赶上大风一起，庆忌站在船头，风一吹晃了晃荡，这时候药离拔出匕首，一下子把庆忌刺死，然后他自己也抹脖子自杀。你听挺惨段故事，但你得总结为什么药离这苦肉计能成功。你说是庆忌同情药离吗？不是，而是庆忌想啊，这药离乃一员猛将，在我手里他对这个公子光那边吴王阖闾的情况了解，什么时候我报杀父之仇是得力的助手啊，所以他呀贪这便宜，觉得我白得一员大将，得了这么机会。你们想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正愁没有招，天上掉下个粘豆包，这事儿很少有，这等于，所以他等于利令智昏，被这点便宜冲昏头脑，才上了苦肉计的当。所以我说这个苦肉计啊，那不光说《甄嬛传》里头用，古往今来用这个的多了。大家记住一点，你要有贪便宜这私心，怕吃亏的心理，就容易做苦肉计。苦肉计的核心是你的私心，你有私心，你贪便宜。他就像我们在街上经常是，尤其有女同志，女孩最愿意上这当，什么东西卖的便宜了，再说的挺可怜，哎呦真可怜呐，咱支持支持吧。其实你贪那便宜，你不是大街上经常有小门市房啊，这个回来甩卖亏本了，一件就卖30，最后3天，你过了1年再去看，最后3天，再过1年，最后3天啊，这时间在这儿是停止了，这是很多人就上这当。所以我说我们现代社会里很多人利用苦肉计来营销，来骗你，你千万要把住这根弦。还是那句话，没有私心你就不会上苦肉计之当。所以说你心里头什么事情恒定，对事情有个明晰的判断标准，你才不会被别人忽悠。甭管他苦肉计啊、美人计啊、什么36计，就关键还在你自己的定力有多强。成都炮桐树中学给初一的学生开了一门戏剧选修课，这个选修课的主要内容啊，取材于电视连续剧《甄嬛传》。那么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学校呢是把这个戏剧选修课上线，结果2秒钟以内就被学生给抢光了，因为他规定有限的人数可以选这门课。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担心，一类人担心呢，说是这个《甄嬛传》是野史，这会不会给学生的历史认知啊带来混乱？还有一种人担心什么呢？说《甄嬛传》这是反映尔虞我诈的宫斗戏，里面呢有很多负能量的东西，这会不会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呢？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就是《甄嬛传》到底适不适合进入戏剧选修课。可能这个话题啊，有很多朋友觉得是老生常谈，因为从2012年《甄嬛传》热播到现在啊，这个争议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很多人觉得呢，《甄嬛传》这部电视剧呢，它反映的是后宫之间那种尔虞我诈、你死我活，说这甄嬛呢必须得比别人更坏，她才能够上位，就说女人不狠，这个位置不稳。所以有很多人搁这个呢，说就如同那个古代版的杜拉拉升职记一样啊，就是在职场当中你要怎么混怎么弄。说皇上呢就好比是这总裁啊，这皇后呢好像就是执行董事啊，如何如何。说某个妃子就是总监，有人跟现代职场联系，有人认为这里头呢充满着负能量。说这个《甄嬛传》呢，你跟这个韩国的大长今一比，你就发现人家那个正能量多，咱这有不少负能量。就说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争论时间已经很长了。那么这一次呢，《甄嬛传》呢进入到了给初一学生上的戏剧选修课，有记者就很好奇过去采访，发现这个学生在这儿呢演着《甄嬛传》情节，皇上往那一站啊，既然这个血液相融，那你这不是朕的骨肉，那你这是有事拉出去斩了啊！这些别的学生又有演珍妃的，演什么的，反正在那跪着，就复原电视剧的场面。这记者看完也挺担心，说你看又下跪又主着奴才，这把过去那一套拿回来，对学生的心灵会不会有些扭曲的影响呢？其实这种事儿啊，无独有偶，就是在《甄嬛传》热播之后，在2013年呢，这个电视剧呢进入到了海峡对岸，就到了中国台湾。那么在台湾当时也热播，收视率非常高。后宫《甄嬛传》在台湾掀起一股热潮，让观众是欲罢不能。内容就很精彩啊，演员都很漂亮，斗来斗去的那个剧情啊，每一个人演戏都演得非常的好。当时台湾台中市中学呢，就把这个《还珠格格》《甄嬛传》呢这样大陆拍摄的这些这个清宫戏，当做这个暑假作业的一个题目。
结果有家长就说这有什么可研究的？这都是野史，跟真实历史一点不一样。还有的学生呢，因为呢看了这个《甄嬛传》，学了里头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比方说那个侍女叫浣碧，说是哎呀，这个我为了在宫里能站住脚，我得有利用价值，我得先被别人利用，然后我才能利用人。在这宫里，有利用价值的人才能活下去。好好做一个可利用的人，安于被利用，才能利用别人。有家长一听，小小年纪学这些乌七八糟的，甚至老师呢让学生用不但也能造句，有的学生怎么造句呢？不但能弄死他腹中胎儿，也能获得皇上恩宠。这明显是《甄嬛传》里台词吗？所以在海峡对岸台湾那边也同样出现过呢，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啊，对于这个学校里头出现《甄嬛传》这样又很反感。那么我们说，是不是《甄嬛传》这种似是而非的有一些负能量的反应尔虞我诈的东西，就一定不能进入戏剧选修课？我认为这不该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辩证看问题的眼光。为什么呢？我们说《甄嬛传》首先来说是野史不假，那可是有哪一部电视剧是纯粹的正史呢？从雍正王朝到后宫《甄嬛传》，雍正皇帝的形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历史上真实四爷又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他成为现代编剧们笔下的新宠？热播影视剧的大胆细说又给教育带来哪些反思和影响？什么才是教育该秉承的态度？选修课里现甄嬛正在播出。我们看说康熙王朝、雍正王朝，很多人都认为你看人这才是正经电视剧，可是他这里头也有很多地方是改编的、夸张的，跟历史史实完全不符的。电视剧是个艺术作品，它是允许有虚构的，它只不过借那个历史时代来向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戏对雍正就不公平，把雍正写的整天就琢磨酒色这些事儿天天在后宫呢充当一个这个居委会大妈角色这儿按倒葫芦起了瓢，调解这个调解那个。历史上雍正根本就没心思搞这个，为什么？他没进宫之前，没当皇上之前，他九子夺嫡，他天天琢磨怎么能够得皇位，精力都用到这上了。你等当了皇帝之后呢，康熙年间你看着说康熙盛世，但是东南西北打仗，又平三藩，又收台湾，又打噶尔丹的，国库基本空虚了。实际上雍正在这时候在财务上讲接了一个烂摊子，他非得好好治理天下不可。所以后半截时间呢，忙着治理天下，他根本没有时间在酒色上下多大功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清宫题材被频频搬上大银幕或小荧屏。在可统计的54部清宫戏中，故事背景设置在康熙、雍正年间的戏共有30部，占比达 56%。 根据史料记载，历史的雍正是一位十分勤政的皇帝，作为康乾盛世的重要传承人，可以说雍正皇帝功不可没。他在位期间不寻衅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休。他一个月里只有10天的时间去后宫，因此雍正嫔妃少，子嗣更少。公元1735年，雍正13年阴历8月22日深夜，雍正皇帝暴卒，年仅58岁。所以这雍正呢，你这么写他，这是绝对的野史。而且雍正这个人比较狠，你看他行事作风果断狠辣。你记住，凡是铁石心肠的人，没有几个好色的。凡是天天呢这个威轰以翠的这些人呢，往往心肠比较软，不是那么做事果断的人。所以这是真实的历史史实。我想，如果老师按照《甄嬛传》这个对比着讲这段大清的历史，学生能不爱听吗？他立竿见影的能产生类比效应。所以我说，你要这么讲的话，让他进入选修课，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不是对学生更好的教育吗？而且我就觉得说，学生没有辨别是非能力，说小小年纪看了就以为雍正天天这个耽于酒色，后宫就这么乱七八糟，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毕竟你老师在教这个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按照正史和野史对比的方式，让学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什么是虚构。真正的历史进入课本之后，有时候很枯燥，学生学的时候没有兴趣。我用《甄嬛传》你不都看了，感兴趣吗？我拿这个对比，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那么反过来，和这野史不一样的正史，它相应一下就记住了。这是非常好的类比教学方法。为什么不用呢？就像
现在有的老师把课本上枯燥的东西呢，和我们现实当中发生的事联系到一块儿，学生一下就记住了，这是很好的教学方法呀。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这个《甄嬛传》里头，大伙儿一看这什么清嫔、婉嫔呐、锦汐姑姑、曹贵人呐，又这个甄嬛呢，哎，这皇上后宫都这么漂亮，都大美女。那么老师就可以告诉他，我们现在拿几张照片你看看，清廷后宫是不是都大美女？不仅不都是大美女，大多数姿色平庸。为什么呢？选妃子啊，选皇后啊，长相是次要的。当然你不能太难看，别人看了难受也不行。他为什么呢？皇后有4个字叫母仪天下，你这个品德、端庄大方、礼仪，包括出身非常重要。出身从哪儿来呢？他这个后宫妃子里头啊，大多数是满族人，还有一部分是蒙古族人。因为那个时候呢，实行严格的这个民族隔离制度，满汉不通婚，所以每年的旗人，这有满八旗、蒙八旗，旗人的这个秀女到了一定年龄，就女孩必须进宫选秀。汉人的女孩想进宫千难万难，旗人的女孩想逃避选秀也千难万难。所以选来的时候呢，非常讲究她的门第，什么样人才能给皇上当妃子，什么样才能门当户对配上皇后，一定要选择仁慈的人作为领班人。你想，她作为这个皇子的大老婆，仁慈是关键。这个《甄嬛传》里面说的那个皇后那样，拉帮结派，手段阴狠，那还得了吗？所以我们看呢，清廷后宫里头那些现在留的照片，你看那皇后妃子并不漂亮，并不好看。所以说，这绝不是电视剧里写的后宫都如花似玉，皇上看谁好看就给弄进宫里来。而这个电视剧里头呢，明显是野史。你像甄嬛呢，什么安陵容啊，什么这个朱修仪啊，这些名字明显是汉姓，是汉人女子，在那个时候是进不了宫的。所以你要把这个《甄嬛传》里这事儿跟真实历史对比，学生不一下就记住了吗？当时满清时期后宫是怎么回事？再另外一个呢，那个后宫不是那么乱七八糟的。尔虞我诈，我给你下药，你害我，我害你，那样的话不乱套了吗？后宫整个秩序是由皇后控制的，皇后掌握着后宫的大权，这个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就皇后让你咋地咋地，你还敢去底下尔虞我诈，你争我斗，那还讲不讲规矩了？而且皇上哪天晚上宠幸哪个妃子，哪个妃子侍寝，这是皇后给定，皇后圈定。比方这7、8个人，然后太监拿去，皇上再翻牌子。而且太监呢，怕这个刺客来刺杀皇上，借着这个妃子的名义，都把妃子洗漱完毕了之后呢，搁被褥卷一卷，太监给扛过来，而且搁到皇上屋不能待超过一定时间，因为每天早上4点皇上得早朝。而且这个大太监管这个事儿，为啥？他天天得记录，他跟着勤。这个太监谁管呢？敬事房大太监。他为什么要记这事儿呢？今天皇上宠幸哪个妃子了，那回头咱得知道哪个妃子怀孕，怀的是皇上龙种。那万一这妃子没记录下来，她怀孕了，那不坏了吗？所以这后宫管理是特别严格的。所以这些事儿呢，你要给学生讲清楚的话，学生能立竿见影的感觉到正史是怎么回事，野史是怎么回事，戏说是怎么回事。有的人说，老梁你说这不对，咱不光是讲历史啊，那这里头一看这剧里边，你说又把哪个妃子弄得流产了，又怎么害她，又借刀杀人，又如何利用她，多险呐！女人不狠，地位不稳，我得比你更坏，我才能上位。这对学生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倒觉得这么想啊，未免太片面的理解教育。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有善就有恶，而且这个恶呢，虽然孔夫子说人之初性本善，但荀子也讲人性本恶，就人是善恶并存的。这个恶在人成长时候有时候冒出来，由于恶往往跟七情六欲结合的紧，往往跟物质利益结合的紧。有时候恶在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对于白纸一张的孩子有分外的诱惑力，因为这孩子本身，他要渴了就要喝水，饿了就要吃东西，见着钱或者说情窦初开的时候见着异性，他有本能的好感。所以恶在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往往对懵懂的人来说有极大的诱惑力。那么人怎么去产生这种免疫力？我必须首先了解恶，知道恶对人的害处，这样它会产生一种类比。老师教育的时候说，你看这种丑恶虽然能给人带来一时利益，但长久下来如何如何。如果我们用正能量的方式来处理，你看结果会如何如何。我们人应该有尊严，应该有自我约束，应该从内心的修养来考量自身。这样一种对比，学生才能知道为啥你不知恶怎知善呢？
不知道去除自己心里的恶，怎么能够树立自己心里的善呢？就那首歌嘛，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有交代，山下女人是老虎，遇上个千万要躲开。结果小和尚下山不这么回事的感觉，就是你不让他先了解情欲是怎么回事，你很难让他真正树立起一种就是说我在这方面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所以我说《甄嬛传》里边这些尔虞我诈这种负能量的东西，只要让学生相对应的与正能量的东西、与光明正大的东西一对比，然后树立学生在这方面的一种信心，说这是应该一个文明人该有的尊严、该有的认知。所以我说，让他了解《甄嬛传》里这些人心的险恶没有坏处，关键是老师从哪个角度教育他，关键是用什么标准来教育学生，这是最最重要的。所以你把《甄嬛传》说批评它不该进入选修课，一部《甄嬛传》没有那么大的破坏作用。如果你要说它有这破坏作用，那正像蔡少芬演的皇后在《甄嬛传》里的一句台词一样，臣妾做不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我是老梁。我们解读《西游记》啊，说完了这个唐僧几个人，再说说这妖怪。妖怪说完了，咱们就得说比妖怪高得多的人，神仙。你看这个《西游记》里神仙谁厉害呢？太上老君呐、玉皇大帝呀、观音菩萨、如来佛祖。但咱们今天说这位和他们不一样，这个人很低调，而且很神秘，也没什么绯闻。在这里出现一回，展示了令人恐怖的实力之后，再就没出来过。谁呢？地仙之祖镇元子，就是武装关种人参果那位。孙悟空跟他一交手，一个回合就让人灭了，就是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而且他跟孙悟空拜了把兄弟的，后来还把人参果树救活了之后，再往后这个镇元子在《西游记》里就没再露面，显得很神秘。咱们今天给大伙说说这个特别神秘的镇元子到底是怎么回事。镇元子你要从他的这个职业特征上看呢，这也就是个方外修道之士，基本的职业就是果农，种人参果嘛。而且你看那爱好就经常啊听听神仙讲课呀，搞个培训班，好干这个事儿。镇元子叫地仙之祖，你注意，《西游记》里能称得上祖的就这么三位。太上老君那是道家之祖，如来是佛祖，镇元子是地仙之祖。能叫到这个级别的，那不用问，地位得相当高。而且镇元子特别低调，他可没到处吹我这地仙之祖，不像孙悟空，跟哪个妖怪都说500年前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候拿这挂到嘴边，那说明孙悟空有点底儿虚。他不，你看像现实中也是，如果有人总跟你说我哥是谁，我舅舅谁，我姐夫干嘛的，那不用问，他实力不行，他实力要行还用提这些人吗？所以孙悟空跟镇元子一比，那底儿就虚多了。人镇元子没跟任何人说我地仙之祖，那他这个辈分能力是怎么体现的呢？《西游记》是借旁人之口体现的，就是说唐僧师徒4人呢，经过武装关的时候，赶巧了镇元子不在关里待着，他干嘛呢？去听这个元始天尊讲课去了，就那儿有个培训班，高级 MBA， 他去上课去了。上课呢，就临走的时候告诉2个道童这个有唐僧师徒从这儿过，你到时候呢得好好招待招待他。就这么唐僧师徒来了，一进这武装关老道的庙这佛道不是一道吗？一看这老道住的地方，再进到大堂一看呢，香火供奉，中间就俩字儿，没有什么神像，天地。说白了，您说那几位三清四帝，我们师父朋友9曜元辰，这都师父晚辈儿。这你看我们供这天地，天受得了我们香火，这地还是不一定受得了。为啥？他地仙之祖。所以通过这俩道童介绍，把镇元子这个牛劲儿一下就给凸显了。后来你看这个孙悟空
把人参果树弄翻了要跑，人镇元子回来交手一个回合，师徒4人都拿下，这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而且后来逼着孙悟空，你得把我果树救活了。孙悟空各处找人去，就找到海外仙山，找谁去吗？找谁呢？蓬莱、方丈、瀛洲3个岛上有3个神仙，福星、禄星、寿星。这仨老头啊，跟孙悟空说番话，说你得罪谁了？镇元子。哎呀，你这泼猴如此不识人！那镇元子乃地仙之祖，我等是神仙之宗，你虽得天仙，但乃太乙散术，未入真流，怎么能脱得他手呢？那么这段话里头就等于向我们解释了地仙、神仙、天仙都什么意思。这过去中国道教有本书叫《中吕传道集》，啥意思？钟是钟离汉，吕是吕洞宾，八仙里2位，中吕传道集。这里头就解释了什么是地仙，什么是神仙，什么是天仙。你看统称叫神仙，但是各有所指，它是按照下中上来的。地仙是什么呢？凡人修炼到长生不老了，但是练出长生不老了，可升不了天，只能在地上待着，这叫地仙。你像妖魔鬼怪有不少，得到的都是地仙。神仙是什么呢？这地仙修炼级别高了，我不屑于在人间待着，我干嘛？到海外仙山上待着去。天仙是什么呢？一直在仙山和天上待着，偶尔到人间来一回，搞个基层调研，然后再接着回去宅着，要不给皇上当官，给玉皇大帝当官。这为地仙、神仙、天仙，它是有区分的。说为什么说孙悟空叫虽得天仙，但是乃太乙散术，未入真流呢？这就当年呢孙悟空猴嘛，师傅跟着菩提祖师修炼，他是地仙。师傅后来的玉皇大帝招安他，让太白金星给带上天了，封他个弼马温。弼马温要搁现在说呀，也就是个古级干部，连副科级都到不了，所以他不算真入真流，他还是个地仙的身子。所以镇元子为地仙之祖，当然就能管着他。所以这镇元子牛在他这个来历。当然他更牛的是他掌握着特别宝贵的资源，像人参果。你可别小瞧人参果，在这个《西游记》里头你会发现，这吴承恩对长生不老4个字是最重视的。孙悟空刚见菩提祖师，菩提祖师说我能教你能耐，孙悟空头一句就是可得长生，就能不能长生不老。他为什么千辛万苦跑到灵台方寸山斜月3星洞找菩提老祖学能耐呢？他领着这花果山猴子猴孙在这吃喝玩乐呢，突然有个老猴躺那死了。所以就说孙悟空学能耐一开始就想长生不老，所以这长生不老是《西游记》里头重点追求的一个事儿。那么长生不老的资源有哪些呢？其实就有数那么几样，一个是太上老君的金丹，一个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再一个是传说中的唐僧肉，说吃了长生不老，谁也没吃着，你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再一个剩下为数不多的就是五庄观的人参果。你看他这个长生不老，这各有各道。为什么神仙非要长生不老呢？你那么想，镇元子地仙之祖，盘古开天辟地就有他凭什么和这3清4帝就能成为朋友呢？这3清4帝都是打开天辟地就有的。何谓3清呢？3清指的呢是太清道德天尊、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4帝呢是玉皇大帝、天皇大帝、太皇大帝、后土娘娘。说白了，3清是宗教领袖，4帝是行政长官，这最高级别的。说镇元子凭什么能和这几位都混到一块儿呢？最主要原因他长寿，只有长寿他才能积攒道行，才能修炼出来
才能和这些人称兄道弟。如果你要不长寿，很快死了再转世的，谁还认识你呀？另一辈的人了。那么镇元子凭什么长寿呢？他掌握人参果，长生不老。所以这个长生不老是神仙特别重要的资源。所以这个镇元子掌握人参果的重要资源，这资源不差。你咱看那几种就知道。咱就说太上老君金丹，这个金丹练法很复杂，整个炼丹炉，太上老君一个人请俩帮手，俩小孩道童，呼哒哒呼哒哒扇风练。所以在你那么想，一个老头俩小孩在这炼丹，再使大劲，产量能多少？没多少产量。所以它是道家的稀缺资源。你再看蟠桃，大伙儿记不记着孙悟空一上天管蟠桃园，那个土地神小矮个白胡老头，你看长生不老，天地长寿，神仙你不吃这玩意儿也不行。所以玉皇大帝掌握着最重要的资源，哪个神仙不听我的，得我不给你吃蟠桃，我最后弄死你。可是这蟠桃你这么琢磨琢磨，数量不够啊。地仙不断有修炼上来的，上头神仙都等于公务员，进了这编制就不出来了，你给不给？所以说这蟠桃数量不够，那好，我就得捏住，你听我的，我给你吃；不听我的，不给你吃，让你饿死。不行，给你贬下界，六道轮回，你转世投胎去吧。所以玉皇大帝是扣着蟠桃这个重要资源。你再看唐僧肉，这玩意都没谱的事儿。你说《西游记》里谁说吃唐僧肉长生不老的？都是妖怪怎么的？问题妖怪哪知道的？无非是如来佛放出风来了啊！吃唐僧肉长生不老，让这些妖怪奔唐僧使劲，增加唐僧9981劫难这个数量。其实好使不好使难说。再者说，就算真吃了唐僧肉，唐僧肉吃完就没了，不能让你吃啊。所以这个东西就跟传说中龙肝凤胆似的。说什么最好吃？龙肝凤胆。为什么呢？你没见过，所以它最好吃。什么最吓人？鬼最吓人，你也没见过鬼。所以唐僧肉可望不可及，而且吃完了就没了。所以刚才我说太上老君金丹产量太小，蟠桃要分享的人太多，唐僧可望不可及。这三样你再和人参果一比，劣势就看出来了。人参果什么特点呢？功效非常大。有人说那不如蟠桃啊，人参果就一棵树，10000年就结30个果。但你别忘了，这30果是人家镇元子一人的，蟠桃再多是天底下所有神仙的。所以你要讲稀缺资源，那镇元子这好，自个儿说了算呢。我说给谁给谁，我说教人教人，我自个儿说了算。而且我这也不用修炼，真要到点不行了，吃个人参果，延47000年，然后我再游山玩水。他等于自己修炼，他特别省事儿。所以福禄寿三星羡慕，你看人家的资源咱不行，大人。所以他有这个呢，有恃无恐，一天游山玩水啊，还听听客气。这不孙悟空他们几个来了，那老头呢上天听元始天尊客气，走时候告诉道童好好招待他。道童纳闷说：“师傅这不对吧？咱们是道家呀，唐僧他们是佛家呀，咱招待他干嘛呀？佛道不同谋啊。”镇元子说：“你不知道啊。当年呐，如来佛祖搞盂兰盆会。什么叫盂兰盆会呢？就是佛教的一个盛典。他一个道家跑佛教这开盛典去，你说他这得多有闲心吧？游山玩水嘛，我到那儿听客气了。我镇元子说：“我这知识啊都学杂了，那我都学呀。我去那儿。这个唐僧是谁呢？他的前世是如来佛二弟子金蝉子。我当年参加盂兰盆会的时候呢，佛祖二弟子金蝉子给我倒过茶，啊，您来了，充当接待员，给我倒过茶，所以我们有这么一面之缘。他10辈投胎到唐僧这儿了，从我这儿走，我得尽尽地主之谊。人当年伺候过我吗？就这么告诉那个道童。等这个唐僧来了呀，
你到后院，到人参果树上呢，打下2个人参果，给唐僧吃，可别给他几个徒弟啊，就给他。俩道童说好吧。唐僧来了，然后这俩道童打下来，给唐僧拿回来。唐僧一看，哎呦，阿弥陀佛，使不得，使不得，罪过罪过！出家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怎么能犯这个戒？人家不吃。这俩道童回来一看，肉眼凡胎不认识，他不吃，搁一会儿这也搁不住啊。那会儿也没冰箱，咱俩吃了吧。他俩给吃了，结果呢，隔墙有耳。猪八戒呢，鼻子什么闻不着，我这被糟践一通完了，你齐天大圣啊，你这糟践你哪受得了啊？孙猴就急了，什么人参果？沙僧坏呀，他不挑唆孙悟空，他在旁边浇油啊，那人参果神妙无比呀！我在天上做卷帘大将的时候啊，海外诸仙把这个当做礼品敬献王母娘娘。我也曾见过，但不曾吃过。你琢磨，那边猪八戒刺激孙悟空，这边沙僧勾他馋虫。孙悟空哪是能消停呆住人，一天不打上房揭瓦。结果最后惹祸了，把人参果树都给推了。推了他不，镇元子回来收拾他吗？他一交手一回合就完。说我也知你孙悟空神通广大，我也弄不死你，但是我扣住你师傅，扣住你没问题。你要想解这个危难，你赶紧你给我找人把我这树弄好。这不就这么，孙悟空一看真弄不过镇元子，打不过他，没招了，到处找人。这不找到福禄寿三星，告诉他这是地仙之祖。你以为这哥仨是热心肠吗？无非借这个机会跟镇元子攀攀亲，找这个机会结交资源还找不着呢，正有这机会去吧。最后找一圈，谁解决不了，得找老大去，找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是孙悟空硬靠山。观音菩萨一听这信儿，哎呦，也挺挠头。这手拿着净瓶，这手一掐，摆个 OK 的姿势。你看观音菩萨是 OK 的，你这泼猴，那镇元子乃地仙之祖，连我都让他3分，你如何敢惹他？意思颠镇元子不好惹。完了，观音到这儿来，用净瓶里的神水把这人参果树弄起来，然后呢，打下10颗人参果款待各位，弄个皆大欢喜。所以从我刚才说这些事儿，以及咱讲述这过程，你会发现，如果说《西游记》里头神仙里头真有那么几个狠角色，那镇元子是当之无愧的一个。那么最近呢，4大古典名著陆陆续续的呢，在全国多家卫视啊都在上演。我指这个4大古典名著呢是翻拍的，比方说像三国呀翻拍了，水浒红楼也翻拍了，最近这个张纪中新版的《西游记》呢也在各个卫视里陆续上映了。那么《西游记》这样一部巨著呢，它列为中国4大古典名著之一。这部书里边最大的突出的长处是，它塑造了一个孙悟空的形象。这个和我们那3部古典名著完全不同。你看《水浒108将》，他是玩的是群像，宋江啊、武松啊、鲁智深。《三国演义》不用说了，刘关张、曹操、孙权，这也是群活。那么《红楼梦》呢更是如此。你看着贾宝玉是个主角，要没有那些女孩子，林黛玉啊、宝钗啊、李纨呢、晴雯、袭人呢，他成不了戏。那么也就是说，你在其他的3大古典名著里，你很难找到一个倾全书之力集中塑造一个人这样的机会。但是《西游记》就不是，《西游记》所有的核心的内容基本上都立在孙悟空一个人身上。而且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反抗正统、反抗强权的形象，《西游记》才成为4大古典名著之一。它的价值可以说有 80% 是寄托在孙悟空身上。那么孙悟空是怎么来的呢？大家都知道，石猴嘛，天上不长，地下不生，得天地精气，聚日月之精华，突然间咔嚓蹦开来，出了个石猴。为什么吴承恩要这么设计呢？孙悟空形象是什么？无法无天的，谁不在乎啊？我什么人都敢反抗。可是我们说，你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
说神仙是人类社会的升级版，那关系都是一样的。你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马克思还讲呢，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说白了，你爹你妈你老师你领导，这不都构成了对你行为进行巨大影响的这样的层面吗？可是呢，石猴好就好在这儿，没爹没妈，所以他等于断了跟这个社会的一些人脉的联系，一些人情的联系。所以把这些断了之后，他才能做到无法无天。等于吴承恩在告诉我们，你要是不能像孙悟空那样天生地长，你有爹有妈跟有各种社会关系，你不可能逃出社会这种范畴。你要真把社会各种规矩打破了，你也没法在这个社会生存了。只有孙悟空，我身边什么没有啊，我也没爹没妈。所以咱们民间有的时候说谁，说你这人这个或冷酷无情或无法无天，咱们经常有那么句话，你怎么的，你石头里蹦出来的。哎，其实这就是从孙悟空这传来的这话。那么你再看孙悟空成长的道路，就说虽然说他是这个天地所生，不是说是爹娘生父母养的，但是你只要在这个世上混，你就得遵守世上的规则。这规则是什么呢？你再无法无天，也总有东西能压制住你。如来佛祖把他压到五行山底下，后来这不又是西天取经驯化他，最终他位列仙班，成了斗战胜佛。就说你这个不管怎么着，你也不可能绝对的不服管束，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你最后还要回到这个规矩跟系统当中来。而且这个系统呢，还体现了明清时候中国一些民间哲学的思维，就是道佛合一，世道合一。就是这两教，道教跟佛教，佛教是呢西方过来的，从印度传过来的，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两个在中国扎根之后呢，这两个教派合一。怎么叫这个佛道合一？在孙悟空成了斗战胜佛，皈依到如来门下了，又进了佛教。这种道佛合一是当时很突出的一种思维方式。咱们不少朋友看过《封神演义》，你会发现《封神演义》里那些人在后来都是由道走进了佛。比方说燃灯道人后来变燃灯古佛，准提道人准提古佛，慈航道人最后是观音菩萨，文殊广法天尊是文殊菩萨，普贤真人是普贤菩萨，就基本从这头都挪到这边来了。所以孙悟空当时呢也没有例外，他也是受那种社会环境的一种影响。那我们看有关孙悟空的文艺作品，那简直太多了，不光电视连续剧啊，你像舞蹈啊、戏曲啊、动画呀，特别多。那么孙悟空这个形象，今天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他到底从哪儿来？吴承恩不可能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坐屋里闭着眼睛想就把孙悟空给设计出来的，他必是有原型、有根据。那么有关孙悟空的原型呢，说法各种各样。你比方说孙悟空，他叫这名为啥姓孙？猴嘛，猢狲，以猢狲为姓，所以他姓孙。这叫悟空什么意思呢？悟是领悟、顿悟、见悟，哎，就体会、修炼。空是什么呢？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就指佛本身的这种道，悟空就是悟道，就是一个不断修炼。现在说法非常多，有第一种说法认为他就是胡僧。胡僧什么呢？就指着西方的僧人，说白了就是印度那一带、泰国那一带的僧人，当时叫胡僧。说这胡僧叫着呢，听着就跟猢狲很接近。而且胡僧呢，以当时中国人的眼光看呢，这长相你看跟中国人不一样啊，这长得猴头巴像尖嘴猴腮，像猴似的，所以就管这些胡僧叫白了就叫猢狲，就跟猴一样的，树倒猢狲散的猢狲嘛。所以有人说呢，这个孙悟空的形象呢，就是从胡僧那转化过来的。而且确实呢，玄奘法师西天取经他在那边身边有几个胡僧跟着他，这是不足为奇的。有人说这胡僧是谁呢？有种说法说这个胡僧叫石盘陀，说怎么这么具体呢？甘肃榆林呢有个石窟里边有幅画，就叫唐僧取经图。这个取经图里头呢，发现唐僧身边呢有一个尖嘴猴腮的，
外国僧人书生吧。哎，你看尖嘴猴腮，说跟孙悟空还真有几分像。说这个僧人名字叫石盘陀，就是跟唐僧一起西天取经的外国僧人。他来到西安，然后陪着唐僧一道走的。那个僧人名字叫石盘陀。后来那僧人据说是就死在甘肃榆林，还算甘肃人。哎，所以这是胡僧的说法。那么当时呢，有人从悟空这角度说悟空这个法号啊，确实实有其人。这个人的俗家名字呢叫车凤朝，到那边呢病到那儿了，隔了很多年才回来，也没有取得什么真经，没有玄奘成绩那么好，他的法号就叫悟空。所以后来有人呢就把这个悟空啊安到了跟着三藏西天取经那个胡僧身上，说他的号也叫悟空，说这么合起来出现孙悟空这么个人。当然鲁迅先生呢持不同观点。鲁迅先生说这个孙悟空啊跟胡僧没关系，就是咱们本土的。说怎么本土的呢？山海经里有一个怪物叫吴知奇。吴知奇是什么呢？是淮河的水神，力大无比，长什么样就跟猴一样，火眼金睛，说身高100尺，大怪物。咱们一听跟金刚似的，这是啊，吴知奇。这个吴知奇呢，由于在水里边兴风作浪，淹了两岸的庄稼，祸害百姓。后来大禹治水的时候呢，把他压在龟山脚下。所以这个民间传说呢，我估计对吴承恩影响很大。你看如来佛祖把孙猴压在五行山底下，哎，那个呢是压在龟山底下，这两个传说太近了。而且吴知奇本身还是个猴，所以鲁迅认为啊，什么孙悟空啥的跟印度没关系，就是这个咱们本土的东西。所以你看，我想吴承恩呢，他在创作孙悟空这个形象的年代呢，肯定呢也吸收了不同的有关于三藏西游的神话传说呀、历史掌故啊，很可能他揉不到一块儿，形成了孙悟空这么一个形象。那么这一个形象等于给中华民族的艺术啊留下了无穷无尽的宝藏。咱们以前曾经在做动画片的时候给大家说过，上海的万氏兄弟万籁鸣他们不是做了大闹天宫吗？那个大闹天宫的动画片呢，是新中国动画片里头可以说制作最为宏大，整个制作最为精良的这么一部大型动画片，上下部加起来120分钟，2个小时。你看孙悟空那设计的形象非常好。我记得以前给大家讲过那脸是怎么设计的，说孙悟空爱吃桃，把他脸设计成桃的形状，然后绿眉毛，身上你看大红裤子、黑靴子、虎皮裙什么的，弄得孙悟空是英姿飒爽。那么这种动画呢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后来我们有能力啊把它搬上电视、电影、银屏。因为我们民间的那个时候有什么呢？大量的戏曲。你比方说在舞台上演猴戏，南猴王、北猴王嘛，哎，南边我们知道六小龄童他爹号称南猴王，这边李少春北猴王。在京剧舞台上老早就有这个。那时候60年代还有这个京剧三打白骨精，毛主席不写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神白骨堆吗？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吗？就是写这个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猴戏。那么后来把它搬上电视荧屏，我们现在看张纪中版的这个，我估计很多观众朋友会觉得跟老版比不了。怎么比不了呢？不是特技，特技比老版好多了。人物，你看演孙悟空的80年代初的时候呢，导演杨洁拍《西游记》老版《西游记》的时候，挑演员就想找一个能演猴戏的人来演孙悟空。因为我们这孙悟空往这一站，手眼身法没点功夫你根本演不了，他总动啊这个东西。所以从舞台艺术上借鉴下来的孙悟空往往呢是更得民众的欢迎。就这么的呢找到张宗义老先生，一看老头这么大岁数，张宗义说我可真是演不动了，我身体还有病。说这么着我给你推荐推荐吧，这我儿子他能演。杨洁一看呢，这个六小龄童当时很内向，也不好吱声。一看这孩子呢挺蔫，脸上也看不出演猴戏人的神采飞扬，尤其眼睛400度近视200度散光，没神。杨洁就犯含糊，又挑了几个演员都不如意，最后没办法把张金来呢挑到剧组，说你试试吧。到剧组之后
他可知道自个儿这眼睛没神儿。孙悟空火眼金睛啊，他得练呢，怎么练呢？白天的时候，人家打乒乓球，他盯着看着球；晚上时候点香头，这香头来回移动，他就盯着香头看，就是要把眼神这练出来。尤其拍戏前呢，他要盯着光的地方看着眼睛有点要出眼泪的时候，这时候再拍，眼睛很湿润，还特别有神，就硬生生的把这近视和散光啊，你外表看不出来了。因为我们知道近视眼，你比方我这摘了镜子再看镜头，你会觉得我这眼神发空，因为这近视眼的毛病。张进来生硬的就把这毛病给练了。那么还有遭罪的地方，他这拍猴戏，这不像说在舞台上勾脸就行了，艺术的夸张吗？你电视剧里得真实，得往上贴毛什么啥的，这一贴遭了罪。当时用那个胶啊也粘，撕下来还得搁酒精来擦再粘。剧里边就他和演猪八戒的马德华，他俩得不断粘着脸啊。一到化妆说脸一推，你先来，你先来。为什么让对方先来呢？这戏俩人的戏，你总得等他先化完妆，他得等一会儿，等你化完妆，俩人才能演对手戏。谁先来，谁得多遭一会儿罪。所以他们当时管这个呢，化妆老师说：“来，给你们贴脸了，等一会儿。”化妆老师说：“你们这是给脸不要脸呢。”这都当时拍摄的玩笑。所以当初张金来呢，为了演好这个孙悟空啊，也花了非常大的力气，拍那么长时间，头11集拍完了，才给2000块钱津贴。当然那会儿这钱也实。六小龄童说：“我已经不管钱不钱了，管饭就行，脑袋别裤腰带上。”当时那种吊威亚技术不先进的，经常从高空掉下来，把他摔个好歹的，这都有过，这是。所以正是在这种玩命的情况下，这六小龄童才把孙悟空演得这么好。看到千奇百怪的电视剧里拍孙悟空，港台演员呢，什么张卫健谁都来拍，他来气。他说这孙悟空形象不能这么随便糟蹋，不能恶搞啊，因为他自个儿吃这碗饭了，他特别珍惜孙悟空这形象。尤其有些恶搞，你比方他看周星驰《大话西游》，他看着，但是我们好多人会非常喜欢《大话西游》，为什么呢？我们看孙悟空这形象，叛逆、勇敢、顽强、不屈服，也有同情心。就是这虽然是个猴，他是拟人化的，像人一样。就我们看这个金刚，那是个大猩猩，可是他对那个里边的女演员也产生了一种爱。你可以说它不是爱情，也可以说是友情，但总之是有很细腻感情的。那像孙悟空有那么多人的感情，怎么唯独在这个铁汉柔情这方面没有呢？还是跟紫霞仙子孙悟空鲜活起来了。一个有这样脾气这样勇敢的人，他怎么可能在感情世界里缺一块呢？他也一定有他的爱情世界。所以大话西游呢，以近乎荒诞和搞笑的手法呢，把孙悟空的爱情世界补全了。这样孙悟空是爱情世界里的缺憾，最终在西天取经的过程当中呢，他要把这个缺憾用另外一种形式来弥补。所以大话西游里边，最后我们看到最后不会认为这是一部恶搞的电影，它里边反映的主题很深刻，甚至非常具备人性的这种震撼。说白了呢，我们不是说恶搞不恶搞，对孙悟空这样经典形象呢，我们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解读，关键是你这种解读符不符合艺术规律，以及最后你解读出来的艺术作品能不能称得上经典的精品。如果能称得上经典精品，从任何一个角度解读孙悟空，都是我们每个人拥有的一种权利。我们对艺术品的这种不同理解，艺术家对艺术品的这种不同加工。但是如果你拍的比较烂，态度也不认真，你再忠实原著，甚至你直接还把这六小龄童请回来让人演，如果你整个编剧也烂，导演也烂的话，恐怕你这作品依然是立不住。所以说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关键是在艺术水准上把关。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今天有不少观众朋友啊，看了这个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之后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印象，说张艺谋好像说张艺谋野心如何大。因为在很早的时候，我记得1992年的时候，张艺谋和巩俐两个人呢就出现在奥斯卡大奖的颁奖典礼上。当时呢，他们有一部片子《大红灯笼高高挂》，就获得了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的提名。那么这两个人去参加奥斯卡的颁奖大典呢，也是华人首次在这样一个大典上露面。那么张艺谋自己本身由于是摄像出身，他对画面
对构图、对于美学的一些基本要素，可以说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说呢？张艺谋并不擅长叙事，不擅长讲故事，但是画面这方面，他确实是在中国导演里非常突出的。那么其实从他进入电影行开始，他就打上了这个烙印。你看拍《红高粱》的时候非常典型，说这高粱地在哪儿找？到陕北到什么地方？张艺谋看了很多高粱地，都不满意，都没有达到自己想象当中红红火火的高粱，一望无际的极具备这种生命力的这样的大自然风景。那么他最后选择呢，我既然找不着，我就自个儿种。于是他选择了山东高密这个地方种高粱。你看当时张艺谋为了这一片场景达到视觉效果，他就能下这么大力。后来我们知道他拍《十面埋伏》的时候，甚至在乌克兰头一年撒下种子种这个花海。就说张艺谋在画面感觉上是一丝不苟。当然这部《红高粱》的题材很原始很粗犷，而且反映了人的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也把呢相对落后的一种生产力状态之下呢人性的这种蛮性的一面暴露无遗。所以当时这部片子拍出之后呢，我们感到非常震撼。除了在电影片子里体现一些国际普世价值，挖掘永久不变的人性以外，张艺谋呢还要不断的跟国际级的影星接触。你比方说2007年他拍《千里走单骑》，请来了高仓健，尽管高仓健呢有点过气了，可是这个代表了张艺谋一种国际视角，就说我要如果真正想走向世界，光靠这个中国的演员恐怕还有一些困难，我即使用中国演员也要用大牌的时候用那些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所以你看一直到《金陵十三钗》，张艺谋用克里斯蒂安贝尔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他在向国际化靠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以往我们看张艺谋片子里边很少有外国人，那么这一次一下冒出来第一男主角，里边演这个约翰神父的就是来自好莱坞的一线演员克里斯蒂安贝尔。那么这个人物对于这个片子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边比方说我们说演妓女的那个玉墨就没有这个戏，这个角色他等于原先是一个酒鬼式的殡葬师，后来变成了一个宝相庄严的这种神父。这如果要不是有超一流的演技，很难把他驾驭起来。我们看这里边克里斯蒂安贝尔他的演技，我们不得不佩服好莱坞演员呢这种在各种角色之间自由穿梭的这个能力，我们又充满着那种色眯眯的感觉，完全是这样一个人。可是你发现呢，当他人性当中善的一面被激发出来了，一下子变得如此神圣，如此凛然不可侵犯。你看着这是张艺谋拍的有关南京题材的片子，其实这里边是靠着一个外国人从头到尾给串起来，这是张艺谋真正独具匠心的地方。不信张艺谋影片的朋友啊，就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张艺谋的影片呢比较擅长对女性心理的刻画，因为张艺谋的片子里面呢很少有那种宏大的像战争史诗片一样，即使是以男人戏为主的，比方说英雄，它里面也掺杂着大量的情感戏。所以张艺谋对女性心理的刻画呢，这是张艺谋片子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那么由于他擅长描摹女性，那么张艺谋片子里的女主角往往特别引人注意，也由此呢诞生了中国电影界一个很有特色的名字，就是谋女郎。粗略的统计几下，恐怕也在10位上下。那么这么多谋女郎，其实我们说不是你沾了张艺谋的片子你就火起来。那么我们可以把巩俐跟章子怡的这个时段当做真正的谋女郎时段，就是这个时段一方面张艺谋对这样长相的女性情有独钟，另外一方面呢也一根筋似的给了这样的女人好多好多的机会。你包括当初坚持让巩俐说演完《红高粱》了就演《秋菊打官司》，很多人说这两个片子根本不搭界。你说《秋菊打官司》里边那个农村妇女，那怎么能是巩俐演的呢？《秋菊打官司》最后也获得非常不错的口碑，证明巩俐的演技是比较宽的。所以张艺谋那个时候对谋女郎来说，我们只能说那是真捧，确实捧谋女郎。可是后来就自章子怡之后，
我们再看到张艺谋用这些人，恐怕情况就有很大的变化了。就是这个时候，张艺谋已经成为飞升国际的大导演了。那么他选择角色呢，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血青年似的呢，完全符合自己的审美。他要把自己尽可能先抛开，看看这个剧本，看看这个人物，看看整个片子我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选择谋女郎，包括她的形象，她的气质。这里边演妓女玉墨这个女孩名字叫倪妮，此前籍籍无名。这又是张艺谋炮制的一次呢，把一个不会演戏的演员，没演过戏的给捧成明星。这个倪妮呢，不是学表演，她是学播音的，在南京上学。因为选角条件呢比较窄，首先一个呢，因为他选的是秦淮和尚的妓女，又一发现呢，中国女人真正很有风韵的也不多，这是一个基本要求。再接下来呢，金陵十三钗拍南京的事啊，你得会说南京话，而且这里边呢还要跟老外有大段对白，你还得会英语。所以这三重条件加在一块儿，你是长相啊、风韵呐、语言呐这几关，挑来挑去可选的真不多。挑上了这个倪妮之后呢，张艺谋就是开始就选角，我给你培训的时间。所以这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等于攒着攒着，在这部戏里爆发。我们看倪妮呢，外形和整个气质和这个妓女玉墨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当然我们说作为一个女学生，她怎么可能和秦淮八艳那种感觉接近呢？这就是这30年来张艺谋训练的结果。所以从这个女主角身上呢，我们能看到张艺谋锻造新演员的这种深厚根基。我们以前都知道张艺谋啊对色彩是非常重视。为什么有人说张艺谋像搞装修的呢？比方说《英雄》里边那个场面，你看漫天飞舞的红色的树叶，演员身上红色的衣服。有人说呀，张艺谋就等于在这边搁一个鼓风机在那吹，然后拎2桶，一桶黄颜色的漆，一桶红颜色的漆，哗哗就往上飞。当然这种说法呢，也说明张艺谋呢往往把色彩呢发挥到一种极端，所以他的画面呢充满着一种宏大的张力。你说他有美感也好，说他有冲击感也好，这是张艺谋的强项。其实在这部片子里，我们看张艺谋对色彩，对这个场面色彩的这种研究，没有和以前有太大的这种反差。你比方说中间有一个镜头非常有震撼力，就是玉墨这14个妓女从教堂门口进来，这时候里边的这些小女学生，她看着这些妓女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就是从一个五彩斑斓的大玻璃上面有一个孔洞，这个孔洞呢可能是子弹打，也可能是石头打过来。对这个玻璃的要求非常严格，你把色彩要浅了那不够鲜艳，色彩要深了还容易模糊不清。所以在这一段张艺谋就下了很大的功夫。张艺谋呢以前不怎么拍战争，尤其现代战争，这次他请来拯救大兵瑞恩的那个爆破团，所以这个战争场面拍的比较漂亮。我们一开场当时看的时候，我还错误的以为这怎么跟集结号挺像。你比方说一队的士兵对这个坦克进行爆破的，一个一个人在镜头面前被枪给打死，躺到地上。这个画面张艺谋就至少用了2天才把这一个镜头完成。他是完全超越一个民族的思维的，是上升到一个全人类思维。而这些东西呢，应该是说对好莱坞的评审来讲呢是投其所好的，它不是某一个民族特有的，但是里边呢民族的形式感又特别重。而这种民族形式感里边的内核呢是一种普世价值。被改造成女学生，化妆成女学生之后，玉墨在前面弹琵琶，后边这些女人一起唱《秦淮景》，它是典型的江南小调，极尽柔美奢靡。正是江南有如此奢靡，如此沉迷于和平气氛，甚至和平的有点腐烂的气氛，突然间面临战争的时候，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所以张艺谋拍这些景象，就是为了跟战争景象之间形成一种错位和冲击。而这一点呢，往往恰恰是好莱坞的一些评审特别愿意欣赏的地方。那么我们看呢，张艺谋拍这类片子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不管你是活着，你是菊豆，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他都触及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某一些劣根性，就是这种传统文化劣根性不在于时代的变化有多少改变，人性的劣根几千年下来都是这样，就是博洋讲的中国人的德性都是这个样子。但是这种方式呢，极容易被人认为呢你是有所指，哎，你拍过去题材其实是剑指现实的，所以这种东西在现实当中呢，容易受到舆论的压制，也容易引起一些人反感。那张艺谋索性呢，求助其次，我回到历史，我拍武侠，拍古装的片儿，开始进入一个相对媚俗的国际化线路。那么这个国际化线路呢，我们实事求是说呢，给张艺谋带来了相对比较丰厚的回报，比方说收获了市场，收获了票房，也在包括北美在内的大的市场赢得了一些口碑。你比方说满城尽带黄金甲，美国人把它评为当年的10大年度电影之一。你再比方说这次《金陵十三钗》，它在北美市场是同步放映，也可以放映到元旦以后这段时间，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获得这样的殊荣。也就是说，他向国际化这方面努力是部分的获得了成果。可是这种成果，我倒觉得作为张艺谋这样一个天才的导演，他也必然付出了代价。张艺谋自己曾经语重心长的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现在放弃了，我做不了黑泽明。本来张艺谋的理想就是要做一个像黑泽明那样电影史上青史留名的大师。张艺谋自己说我不希望像个恒星一样长久的辉耀在天空，我只需要做个流星，只要在天空当中划过那一瞬间，把我最亮丽的色彩都燃烧出来，我就够了。这是张艺谋理想主义的一种代表。可是你看现在张艺谋，他是要做一个最瞬间最璀璨的流星吗？不是，他的想法是把自己变成一个我们国家电影界一个永恒的恒星，像太阳那样不断的发光发热的。国家大师背后，我把它浓缩，张艺谋有一种国师的梦想。这在他指导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之后呢，可能这种梦想在他心里变得清晰而又现实，因此也显得更加炽热。那么他这种大师的梦想呢，体现在他要从事的事业的方方面面，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他要凭借自己的片子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并最终获奖。他为什么要这样呢？有人说张艺谋作为一个电影人，人家有雄心壮志不可以吗？你比方说像其他国家的电影，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像入殓师这样的大导演，这些人啊，他是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张艺谋向他们看齐，有什么不对的呢？当然没有不对的。可是问题恐怕张艺谋心里边的最大的对手倒不是这些人，是什么人？我们看陈凯歌也在冲，冯小刚也在冲，现在姜文又体现了非常勃发的后进势头。那么这些人他们在向奥斯卡冲击的时候，无一例外都在威胁着张艺谋国家大师的这种地位，电影界一哥的这种地位。可以想见，别看现在张艺谋还是岌岌可危的排在第一位，面临着这些人的冲击，但是暂时冲不动他。可是一旦下面这几个人有一个人的片子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情况可能就会发生非常根本的变化，张艺谋可能就被这个时代所抛弃，成为过气人物。这一点年届60的老谋子呀，心里头长时间的都有这种焦虑和危机感。所以我看他现在的电影一点点向这个方向靠拢，靠拢的同时，张艺谋失去了很多。所以我现在倒希望《金陵十三钗》最后获得最佳外语片奖，圆张艺谋一个梦想，然后张艺谋可能在艺术化理想化的道路上走得更纯粹一点。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这位女演员叫小宋佳。那么提起这个名字呢，也有不少观众朋友很纳闷，为什么管她叫小宋佳？确实她有一位前辈也是个女演员叫宋佳，现在咱们好多这个观众朋友已经不熟悉了，但是80年代那时候啊，宋佳可是个很了不起的女演员。当时有一个全国热播的电视剧叫《蛙女》，宋佳在那里边演这个主角，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美女。后来呢，和这个著名的京剧演员张君秋的儿子，也是京剧老生演员张学军结婚了。然后之后呢，就陆续的退出了影坛。
那么正是由于这个电视剧、电影界有这么一位叫宋佳的前辈，所以这个宋佳一出道的时候呢，大伙就管他叫小宋佳，以示区别。那么这个小宋佳呢，他演的这些电视剧呢，现在我们想想，恐怕大家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开始我们说这个《闯关东》里边的仙儿。那么这个角色确实敢爱敢恨，挺多拉，而且呢，可以说这个经历非常坎坷。那么宋佳能够演这样一个角色，首先他的气质里边就有这种能够豁得出去的泼辣劲，因为宋佳本身是东北人，哈尔滨人，冰天雪地的环境长大的，有很多导演就说呀，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女孩啊，一般来说不会扭扭捏捏，都是坦坦荡荡、大大咧咧的。那么宋佳在小的时候啊，7、8岁的时候就展现了他这种艺术细胞，他父母就想啊，说这个孩子呢，应该给他送去学什么呢？小女孩啊，显得挺文静的，最好是学音乐。就这么着呢，就要把宋佳学去，到那学钢琴什么。可是小宋佳当时对钢琴不怎么感兴趣，倒是对一些文艺表演呢，很感兴趣。有这么一次呢，小宋佳的母亲带着他呀，到一个这个酒店的大堂去，说这小孩有表演天分，那他上台表演一段吧，学习赵本山唱那个小草，就赵本山当年那个没有花香啊，没有树高啊，就这变调的小草。正好这个时候在酒店大堂里有个老先生在那奏乐，拉个二胡啊，弹个乐琴呢。这老先生谁呢？黑龙江人都知道他，这是黑龙江歌舞剧团的一位民乐演奏家，叫冯绍先老先生。他发现小宋佳这个乐感不错，你别看他唱这是个跑调的歌，他在模仿，但是那种对节奏的把握、对音符的掌握都比较准。老先生一看说，这应该是一个有音乐感的孩子。接下来呢，这小宋佳当中又唱了一首歌，然后等到散场的时候，这冯绍先呢就跟小宋佳他母亲见了个面，说这孩子呀，我认为是个好苗子，你要愿意让他跟我学啊，对不起，我叫冯绍先。他母亲说如雷贯耳，冯老先生说这孩子学什么呢？说我这个班里民乐演奏别人都有人学，唯独柳琴没有人愿意学，嫌这个东西难。我看这孩子音乐天分很好，跟我学柳琴吧。就这么着，小宋佳他母亲呢说行，我能跟您学习是我们的荣幸。就这么小宋佳跟冯绍先学柳琴。柳琴呢，咱们不少的观众朋友啊，就是没见过这个东西，它就是个传统的一个民族乐器，而且这个柳琴有个特点，就有点像京胡。我们看这个京胡啊，你随着这个唱京剧的伴奏起来好听，但是你得拉到一定程度。如果你刚开始学，那个京胡难听啊，那简直是噪音。柳琴也有这特点，一开始学基本的音调是巴隆巴隆，跟弹棉花似的弹这个。最后弄得你自己累不说吧，别人听着还觉得是噪音，非得弹到一定高度。也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难学，门槛非常高，但是你进来之后学会了，那可就是你个手艺了。所以当时这个小宋佳呢，跟着老师学这柳琴，很吃辛苦啊，天天跟弹棉花似的，嘣嘣在这弹。这孩子一转眼在柳琴上就学出来了，学出来了，这是小孩嘛，到了一定程度了，他初中毕业了。冯绍先说，音乐上他想再深造啊，我建议他考这个沈阳音乐附中。就这么的，从哈尔滨他考到了沈阳音乐附中。那么小宋佳到了这个沈阳音乐附中呢，就有人跟他说，你应该啊考到各个艺校去学这个去。后来宋佳呢在音乐附中毕业了，果然上了艺校，也如愿的走上了演艺圈的道路。而且当时是在上海上的学，他就留在上海了。很多朋友说你留上海干嘛？北京演戏机会多。但是小宋佳很喜欢上海的小资生活，就没动。那么在上海呢，接的一些这个片子呢，都是让他演一些个漂亮女孩，轻飘飘的没啥分量的角色。那么等着等着，他等来一个机会。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好奇害死猫》。这个影片里边呢，找小宋佳演什么呢？是人家一个已婚男人的，说白了叫小三儿，叫二奶，反正这么个角色。她还是洗头妹、发廊妹。当时其实作为个女孩，本能来讲呢，不愿意接这个角色。可她把剧本看完呢，发现这个本子很好，
就你别看她个出身低微，一个珐琅妹，可是这个女孩呢，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为了追求爱情呢，胆子很大，很勇敢，也投入，大起大落的。而这里边呢，她又演这么一小三儿的角色呢，有的时候很委屈，所以这个角色本身呢，其实是个悲剧角色。尤其有一出戏，小宋佳后来演戏的时候，他跟谁？跟著名的这个演员胡军，他俩搭戏，他演的就是胡军那个角色的小三儿。胡军说：“你呀，手太粗糙了，你保养保养。”这时候，这个洗头妹说了一句令所有人听了都感到心酸的话。那么读这剧本的时候和演这戏的时候，小宋佳都哭了。所以这一幕，你看他虽然演一个不太正派的女性角色，可是这个女性角色有场，值得一个演员深入的挖掘去。所以《好奇害死猫》呢上映了之后呢，还因为这个里边这个洗头妹的角色，还在一个大奖当中得了一个最佳女配角。从这个角度直接杀入影视圈，有人说她就能演那种挺性感的，确实小宋佳在里边扮相挺性感，穿的薄露透的。可是这个角色确实使小宋佳的演技上了一个台阶。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咱们大伙耳熟能详的大戏《闯关东》，小宋佳在里边呢跟刘斌这样的老戏骨大戏。那么这部戏呢，应该说使小宋佳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且这里头他的角色跳跃性非常大。我们看他演这个仙儿，原先是山东农村呢一个不谙世事的农村丫头，也没什么心眼儿。家里说这个跟那个传闻订婚了，那甚至要逃婚，两个人一起跑了。可是闯关东的过程当中呢，吃尽千辛万苦，迫于生计没办法，给人家当童养媳。从这家里跑出来呢，又当了二人转演员。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闯关东里头有些地方拍的不是尽善尽美，那个时候没有二人转的说法，二人转是1952年才定下这名字。过去旧社会里头二人转叫什么呢？蹦蹦戏，也有叫二蹦子的，说这行这个地位比较低下，是唱这行的人死了都不能进祖坟。那过去这艺人地位低嘛，所以他跟着唱这个蹦蹦戏，成了一个蹦蹦戏演员。然后被这个地主老财恶霸给糟蹋了之后呢，离开这个戏班子呢，又差点成了妓女，在山林里转了一圈，吃尽了苦啊，砍过树，放过牌，回头又入了二龙山当了土匪。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仙儿呢，跟传文传武，都有一定的这个感情戏。到后来呢，围绕这个传武呢，几进几出，跟朱开山一家这个恩怨情仇，包括在二龙山当土匪这段日子，闯关东中间那段戏，就劫那个地主老财姓高那家，这个小宋佳转着手绢在那唱二人转，然后站在底下拿出手枪，啪就一枪，显得很潇洒，把当年学那点东西，什么音乐、形体，这不全用上了吗？所以说这个戏呢，基本上这个跨度特别大，就从良家妇女，演到这个山林上的土匪，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大量的感情戏揉到里头。但是我们看小宋佳呢，表现的还是中规中矩，把这个人物的一些骨子里的东西给演出来了，那种比较仗义、敢爱敢恨，而且能够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劲头，他演的是不错的。当然拍这部戏呢，小宋佳吃了不少苦。你别看这个戏呢是在他老家黑龙江，那个哈尔滨的温度啊，和拍戏的地点就大小兴安岭这那可差老远了。所以当时在那儿拍戏的时候呢，小宋佳遭了不少罪，而且一拍戏连着多少天洗不了澡，包括吃饭都得赶紧吃，晚一会儿就凉了。所以当时拍这个戏的时候，刘斌挺服气，说这女孩子还真行，老爷们吃不了的苦她都能吃。中间有一段戏是小宋佳演这个仙儿掉河里了，掉到河里爬上来，你想天那么冷，得冻成什么样？小宋佳不会喝酒，一口气干了大概得有3两多二锅头，就是让身体暖和起来。所以这个戏呢，看出小宋佳呀不怕天不怕地，敢吃苦，为了艺术是敢献身的。那么《闯关东》这部戏演完了以后呢，小宋佳大放异彩，好多这个剧组都知道他了，所以接下来呢，他的片约蜂拥而来。其中呢，有一部戏值得大家关注，这部戏呢在中央电视台8套热播过一段时间，
名字叫《大女当家》，主人公叫江大燕，就是这小宋佳演的。一晃30出头了，也没找对象，家里就着急，朋友也着急给他介绍。这6个男人先后谈过恋爱，这6个男人那就有意思了。有的是为了谈完恋爱就出国的，那是郭涛演那个角色；还有一个角色是斤斤计较的，每月俩人各还多少房租都得提前个算盘扒拉好的，这个角色是我记得周杰演的。反正里边跟6个给人家给他介绍男朋友，还有比他大30岁的，还有比他小1轮的，反正谈这6次恋爱谈的挺热闹。小宋佳在这里边是第一主角，800多场戏。那么这个戏呢，小宋佳开始接是从哪个角度接？本来这本子不叫大女当家，叫剩女当家。剩女咱们知道现在网络流行语，岁数大嫁不出去的女都叫剩女，说北京有70万剩女，上海有50万剩女。小宋佳那时候接着本子看这个剩字就来气，他凭什么呀？这叫剩女，我们也不算剩下。而小宋佳说真正的就是说有追求的人剩下是什么呢？这个社会压力太大，咱们都不停的往上爬，不停的为了美好明天奋斗，奋斗你累了喘口气歇着，私下一看原来自个儿没伴儿，那是生活的压力跟社会的压力以及个人追求造成的。说不能用剩女这剩字带有侮辱性词汇形容大龄女青年，所以当时他建议你改成大女当家，就这么这片子最后出来就叫大女当家。那么小宋佳在这里边跟6个男演员谈了6次恋爱，我们可以想呢，这种6个人绝对不同，那么小宋佳的配戏也不应该一样。所以他在这里头大家一看，小宋佳的演技真是比过去要成熟多了。那么这个人呢，演电视剧演出名一火了，说实在的，电影就愿意瞄上他了。在2007年的时候呢，吴宇森到大陆来拍一部片子，大伙儿都看过，叫《赤壁》。这个片子之前呢，选角经过很周密细致的选择。2007年春节，小宋佳呢从这个公司回到家里边，打开电视呢，一看中央6套电影频道嘛，在播这个关于赤壁选角这些事儿。说这个赤壁经过选择，有这些如下这些明星加盟，有梁朝伟这个里边还有赵薇什么的，反正台湾的林志玲，说了一堆。再说到下边角色说还有小宋佳。其实我们说这段跟什么像？咱们前2天说海清，那不是吗？演一堆电视剧演出名了，火了，然后陈凯歌赵氏孤儿找他来演一个角色。那么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这个电视剧有很多的这个电影学院毕业的演员呢，觉得电视剧呢是个很好的跳板。确实是，当你电视剧演火了，现在电影一大片上映都讲究聚拢人气儿，来创造商业价值。那么你电视剧演火了，混脸熟了，更多人认识你了，电影要考虑商业元素的话，就可能把你提拔到这里演电影。当然你的演技能力能不能驾驭一部大片，这是另说着，但起码你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始。今天我们要讲这位火爆荧屏的女影星是姚晨。提起姚晨来呢，大家可能会率先想到她那张大嘴。确实这张嘴在一定程度上埋没过她，也成全了她。你看姚晨这个人呢，挺大的眼睛，瓜子脸，身材还算偏瘦，其实看起来应该是个明星模子。坏就坏在她那张嘴上。好多导演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都觉得这演员看着你看眼睛什么挺会说话的，可一看这嘴太大，有的戏真是不适合他。你包括我们看耳熟能详那个《武林外传》，也就说是姚晨的一个成名作吧，里边演那个能导弹的侠女郭芙蓉。就连这部作品一开始他也不是100%的就进入到这个组里能演上这个郭芙蓉。导演上镜是看上他了，可是编剧宁财神没看上他。宁财神当时想象说郭芙蓉这个角色应该什么人来演呢？挺漂亮的小女孩，但是长得不是那种气质特好的，而是有点俗气一点的漂亮女孩。所以当上镜导演呢选中了姚晨很长时间了，都开始拍了，宁财神在那不满意，还是嫌这个姚晨长得太丑。当然后来姚晨这个演技呢确实也征服了这些编剧和导演。那么姚晨可以说从先天条件上来讲呢，她只能算是一般，
我们大伙都知道，这个福建人呢，这个福建当地的话和普通话发音不是太一样。你比方说，我们说一只飞翔的海鸥，福建人说一只飞翔的海鸥。更滑稽的是，学校里边有文艺演出，姚晨客串主持人。本身来讲，普通话不过关，成了当时学校身边老师同学的一个笑柄了。后来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跟他说：“你找台词老师给你规范吧，去矫正去吧。”姚晨也真争气，在学校里还真就把普通话练得特别流利。那么一晃呢，到了1997年呢，这个时候呢，姚晨呢就想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因为那时候他也到了这个10几岁的这么年龄。参加高考，身边人告诉他说：“你参加完高考呢，你就可以去考你向往当中的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你不想在表演上有发展吗？”可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天大的难关摆在他面前。为啥呢？他是福建省歌舞剧团的员工，人家当初把你保送到北京舞蹈学院呢，那目的是培养你啊。那我作为用人单位，我培养完你飞了跑了，那这不像话呀。所以福建歌舞剧团说，你在那边北京舞蹈学院毕业，你必须给我回到歌舞剧团，你不能考到别的地方就走了。你想这个事儿对于想要发展的姚晨来讲，这个打击是很大的。但是这个事儿你没法跟单位叫板，这是讲理的，人家保送你来的，给你交的学费，你学完了之后你必须得回去。所以这个时候呢，远在家乡福建的他父母也为这事操心着急，就这么找这个福建歌舞剧团的领导商量，说你看我们孩子，我认为他真有这个天分，要在北京好好发展发展，没准就成大明星了，你能不能高抬贵手啊？最后这领导说，这样吧，你呢考可以，但是呢我们团里有我们规定，你得支付我们10万块钱的违约金。大伙琢磨琢磨，1997年13年前10万块钱是什么概念？说实在的，当时他们家里砸锅卖铁也凑不齐，但是为了让孩子能够获得更好的明天呢，姚晨的父母啊出去借钱，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凑了钱，家里一点多少6万5千块钱，就东借西借，也就借了这点钱。姚晨一看自个儿爹妈唉声叹气，他在那儿掉眼泪，行了，我不考了，我回来了。就这么着，姚晨带着一肚子窝囊气儿啊，从北京啊就回到了福建，又回到了福建歌舞剧团上班。那么在歌舞剧团待这2年当中，他更加强烈的意识到，不行，我还得考。因为地方啊给人提供的发展机会，那跟北京、上海这样大都市是没法比的。所以姚晨思忖再三，我不能再是这么窝着。而且在这工作了2年这个时间呢，家里也借，他自个儿也挣着，交这个10万违约金呢，就不是个天大的难题，能交上了。所以隔了2年，1999年，姚晨把这钱一交，像出笼的小鸟一样飞到北京考试来了。那么最后到学校面试那一关，面试的时候呢，有一道题，老师说这样，一看现场这考生有个15、16个，你们给我集体完成一个小品。说什么小品呢？叫舞会。现在开始，刚一说完，底下这同学扑了扑隆往台上跳，干嘛？不舞会吗？到台上男找女，女找男，翩翩起舞。姚晨跟他们全不一样，你上边翩翩起舞这些跟他一样考试的同学，那你得听主持人指挥啊，这是演戏啊。所以这些都在姚晨指挥下开始在台上排演，都成了他表现自己的一个道具。所以这一考试过去之后，老师众口称赞，这个姚晨真聪明，他能想到用什么样的方式合理的抢戏。所以凭借着这个优异的表现呢，姚晨呢非常顺利的就到这个北京电影学院上学了。那么在学校里边呢，姚晨也想到自个儿外形不是很突出，也像我们前面说海清一样，很努力的演话剧。当时他的老师也跟他说你呀，将来可能得是演青衣类的角色。什么青衣？咱们听过京戏的朋友知道，青衣就属于那种啊，这个以女性为主角的这样题材当中啊，那个能挑大梁的，说白了就是像中青年妇女，不属于那种花枝招展的女孩。这老师这一点呢，他也明白，就说自个儿这嘴长得呀，不像是第一流的美女，能演那种啊忍辱负重的中华传统的劳动妇女就可以了，
可是问题是呢，姚晨这个时候才20来岁，跟那个年龄的这个经验呢、生活阅历还差得很远，他也捞不着这样的机会。所以他当时刚毕业的时候呢，正好赶上《武林外传》要开拍，这个导演上镜选女演员，也不怎么着就选到他这儿了。他得到了这个角色，回去还琢磨，你说我这哎呀怎么办呢？因为什么呢？情景喜剧啊，说白了是所有戏里头的等而下之。因为你看就在个小屋里一拍，成本还低，你逗我，我逗你，搞笑干什么呢？当然当年你看《我爱我家》那是个成功的特例，自《我爱我家》之后，你看看拍情景喜剧，人家真正主流出来的演员呢，不大肯演这个东西，所以情景喜剧在那个时候不怎么受待见。所以当时姚晨呢也挺沮丧，可是一想有戏演呢，总比没戏强。这个时候导演上镜给他打电话，说我挑你来呀，不是说想让你演郭芙蓉，我想让你演佟掌柜的那个角色，你看行不行？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姚晨的自知之明起了关键作用。要说我演不了，说为啥？佟掌柜是30多岁的女，我才20多岁，我年龄阅历都没到呢。那么闫妮当时30多岁了，闫妮演这个角色了，这么的他呢直接就挑上了郭芙蓉这么个角色。他当时演郭芙蓉这角色的时候呢，姚晨绝没想到《武林外传》会火成这样，因为《武林外传》在那个时候有个特殊的背景，就是大家呢，尤其是一些20、30岁的年轻人，成天在网络上泡着这些人，他们整个已经习惯了网络语言，习惯网络上那种无拘无束、穿越时空、天马行空那种恶搞。所以这个剧拍出来之后呢，好多人看了，尤其中老年人看之后，什么玩意儿这乱七八糟的。可是年轻人看了特喜欢，一下子就把这个姚晨给捧红了。你看青年人喜欢偶像跟中老年人喜欢偶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一个戏一下子把姚晨弄火了。可是火了归火了，姚晨心里不满足，为什么呢？他这不是自己当青衣那么来的吗？自己个嘴大，人嘴大怎么了？意大利有明星索菲亚罗兰，那嘴够大的吧？我跟别的人长得不一样，这是我特点。他自己一直拿自己当演技派，你说就演了这么一个情景喜剧，一个恶搞的角色，他自个儿心里不太满意。他也想呢，我的能耐不止这个，有没有别的类型角色找我呢？接下来我们看呢，还真有一个让他最终大火特火的角色出现了，那就是《潜伏》里的翠萍。其实啊，有人说这导演姜伟，就是这个《潜伏》的导演，说这姜伟也没见识。你说你当初你找角色，怎么能想到让个演郭芙蓉的人演翠萍呢？其实这恰恰是一开始翠萍这个角色的意义。就是《潜伏》，我们看头半截的时候，情节很紧张。这余则成卧底，你看这天津站里头危机四伏，吴敬中啊、马奎呀、陆桥山呢，都不是完全相信这余则成。所以这么紧张的节奏过程当中呢，应该让观众有所舒缓。所以当初姜伟考虑到翠萍这角色呢，大大咧咧、愣了吧唧、二的喝的，你来了，把这个气氛冲淡一下，就觉得郭芙蓉那个二劲儿跟这翠萍挺像的。就这么着，姜伟就找到了这个姚晨。姚晨当时接了这个本子一看呢，说实在这本子好，他相中了。可是他心里头打鼓，翠萍啊，女游击队长，后来变成地下党，跟这个余则成俩人假扮成夫妻，这他从来没演过这个角色。他以前的演出经验是完全使不上的，一点底儿没有。这么的，姜伟导演约他的时候，他就去了说跟导演坐那谈会儿吧。他就想问问导演，你对这个角色怎么看的？我想从你这得到一点这个教诲。可是这姜伟这人呐，很闷，不好吱声。姚晨，你看他演郭芙蓉，大大咧咧的，还二的很。姚晨在生活当中绝不是郭芙蓉那样。姚晨他母亲就评价姚晨说，姚晨就跟皮皮虾似的，温吞水似的，推一推，动一动，人家说什么是什么。有什么事儿也磨磨唧唧，不大好意思张嘴，他是这个类型人。所以他跟姜伟俩人坐着呢，喝会儿茶，你不吱声，我也不吱声。这么这2小时过去了，姜伟手机响了，哎呦，剧组有事儿，我走了，改天再约你。姚晨一看完了，这个导演也没教我啥，我也没跟导演展示什么，这角色肯定不是我的。回家他就琢磨别人找他拍的另一个电影
他琢磨那电影去了。没想到过了3天，姜文给打电话，你怎么还不来呢？他说我不没戏了吗？谁说你没戏？你就是翠萍。来到这个剧组呢，跟谁？跟孙红雷打戏。孙红雷那会儿算姚晨的前辈，姚晨见孙红雷都有点就眩晕，这是大腕儿。所以孙红雷跟他配戏的时候，俩人搭戏，这里头当然有好多出彩的。咱们看，潜伏里边2个人表演过程当中，你看这个翠萍是个农村女人，大大咧咧，没什么文化，想到什么说什么。孙红雷在那摇床，他在那边就喊：“哎呀！”这种相对粗俗一点的话，都能从翠萍嘴里说出来。而余则成是个什么呢？性格沉稳、内向、不露声色。你这么俩人在一块儿，本身他就有喜剧效果。可是，在演戏的节奏上，当时姚晨顾虑重重，就怕演不好，有点跟不上孙红雷。在片场呢，孙红雷演的不到位，也上火也急，经常骂姚晨。最后给姚晨骂急了，导演一看，对了。这个体会是最好的，你2口子吵架就该这样。姚晨后来一想，得演到这儿我也就放开了，不在乎了。所以他放开了以后，演得越来越好。本来这个戏对姚晨来说考验太大了，而他借助自己的这种倔劲儿和这个突然而来的爆发力，这个能量，平平安安的过了翠萍这一关，也使这个姚晨一下子跨越到了演技派这个行当当中。所以我们看，有了郭富荣，有了翠萍，这2个基本上不太一样的角色之后呢，姚晨在这个圈子里算立起来。所以你看，姚晨现在网上写微博，那微博他是老大，就跟当初徐静蕾写博客似的。现在姚晨的微博在所有的微博里是最火的。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有的朋友说，这个姚晨呢，现在这岁数照你这么说也不小了，也过30了。她的家庭情况呢，姚晨她的老公也是干这行的，名字叫做凌潇肃，是她在大学时候在北京电影学院时候的同学。这个凌潇肃呢，在学校里头呢，运动健将，肌肉男，岁数呢比姚晨小1岁。他们俩在学校认识了呢，当时是一毕业，同学说你俩就登记结婚吗？结果他俩真登记结婚了。那时候姚晨24岁，凌潇肃23岁，还比他小1岁。这个凌潇肃也演过电视剧，咱们有的这个经常看电视剧的观众朋友会记得，有一个电视剧叫《关中往事》，他在里边演男1号的墩子。那个片拍的就是陕西一带的事儿，这个凌潇肃就是陕西。那么现在我们看姚晨事业上大火特火啊，可是她老公呢不温不火，俩人差距是不算小。所以这时候也有的媒体记者问过姚晨，说你怎么看这问题？你老公是不是在家里不太痛快？姚晨说也不是，这些年反正俩人过着挺好，而且姚晨自个儿有一套理论，说我这2年拼命拍戏养家糊口，等到将来我老了不行了，那就指着我老公。这小2口呢，一毕业你看就结婚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传出过什么绯闻呢，这个那个，说明姚晨呢，她对自己的生活追求啊是比较稳定的，是固定的。姚晨也说，不能因为说你自个儿火了，谁都配不上你了，这一飘这人就要完。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说这姚晨，无论是从她考学的时候，还是她刚出名，还是到现在大红大紫，姚晨对自个儿生活呢，始终有一个比较稳定系统规划。包括他处在低谷的时候，人家说他嘴大不好看，姚晨自己也说，我为什么要跟别的明星长得一样呢？我有我自己的一些办法，我有我的演技。所以其实我倒觉得，在我们影视圈里面，更多的出现姚晨这样的明星不是个坏事。现在咱们有不少的年轻的孩子怀抱着明星的梦想，每天照镜子，凡是觉得自个儿不好看的，有的人似乎就失去了这个希望，就感觉梦想破灭了。而那些长得花枝招展的人呢，拼命打破脑袋想往这行挤。那么姚晨的出现，其实在告诉这些孩子，长得漂亮只是你一个起点上的条件，它不决定你今后终点上能做到什么样的成就。而姚晨今天的成就，也给那些长相一般、没什么特点，或者说自己对自己不自信的人，灌输了一个自信的情绪，就是只要你努力坚持好的话，你在这行上应该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天地。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那么从这期开始啊，我们这个礼拜要给大家连续介绍几位才女。说什么是才女？毫无疑问，文笔好，才华横溢。你比方说中国古代的这个蔡文姬呀、李清照啊，都是才女。
我们介绍这5位呢，是近现代。那么说才女这个标准，除了说才华横溢以外，还有一点呢，最好啊长得漂亮点。你要是长得很漂亮，你这才女算坐实了，绝代佳人。那么说近现代都哪些才女呢？咱们可能有的朋友说了，哎呀，我知道徐静蕾吗？你这是起哄。徐静蕾算不算才女呢？我个人认为是算不上的，她只不过是娱乐圈啊一帮人给捧起来的，等于给策划出来的才女。那么今天我首先要说的这位才女，恐怕是中国人都会公认的，谁呢？张爱玲。张爱玲这个名字啊，在最近这些年可以说是越来越响。由于她写的好多作品呢，跟这个政治时代啊、大背景啊没任何关系，就有点类似我们说沈从文。沈从文呢，即使在炮火连天的年代，他也能够把湘西凤凰城这种很唯美的、近乎封闭的桃花源呈现给读者。所以有一些作家呢，他并不是关注一些时代背景，他也不关注政治，他只是描写一些人情、人性、自然风光。那么张爱玲呢，就属于这一种，而且文笔极为细腻。那么在过去我们强调意识形态的年代呢，张爱玲的作品呢，并不是广为大家所知。那么这些年我们看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社会兴起说这个小资文艺女青年、文艺男青年，说开始这些人看谁的呢？看琼瑶的，后来说琼瑶太幼稚，看三毛的。过了一段时间，大伙觉得三毛的也没意思，现在都改看张爱玲的了。就是张爱玲好多反映人情人性的东西深入人心。你比方说她写的作品，什么红玫瑰和白玫瑰啊，半生缘呐，倾城之恋呐，包括前几年改编成电影的大名鼎鼎的这个色戒，就是张爱玲的小说直接触及了男人和女人最核心的一些东西，包括恋爱、婚姻。而且他这里边对人情人性的描写呢，应该说是入木三分的。说张爱玲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多优秀的作品，而且被大家推崇为可以说绝世佳人、绝世才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她写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来讲都带有她自传的痕迹，就或者是她某一时段的经历，或者是她某一时段的感悟。咱们就拿这2年名气最响的色戒来说吧，这不是后来梁朝伟、汤唯把他们拍成电影，李安导演。那么这个电影呢，在局部呢遭到了封杀，但是这个小说本身写的来说，应该说是含义非常隽永。你比方这里边这易先生给他买这个珠宝的时候呢，王家之突然感觉到这个易先生还是爱他的，所以这一刻触动了他心底最柔软的东西。他暗示易先生外边有这个抗日出钱团要杀你，易先生得以逃脱，但他最后却因此送了信。那么这一段为什么我们说在这上边有张爱玲自传的影子呢？因为张爱玲的一任丈夫胡兰成就是一个汉奸，这2个人上演的一场恋情堪称倾城之恋。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里咱给大家介绍介绍。首先咱得说张爱玲这个身世。张爱玲呢，出身名门望族，她爷爷叫张佩伦，是晚清时候很有名大臣。她奶奶也了不起，她奶奶的父亲是李鸿章，所以人家是真正出身书香门第。张爱玲打小呢就体现出了不菲的这种天赋可以说这文学里头这些东西拿得起来放得下。那么长大以后呢，20来岁时候就给多家报社发表了文章，成为一代才女。那么这个时候她碰到了胡兰成。张爱玲23岁认识胡兰成，胡兰成当时已经38岁了，比她大15岁。胡兰成干什么的呢？是中华日报的总主笔。这个中华日报呢，当时就是给汪伪政权服务的，给汪精卫服务的。也就是说胡兰成呢，严格意义上讲算文化汉奸。那个时候中华日报上就发表了不少张爱玲的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那么当时胡兰成看了以后呢，一看张爱玲这个文笔果然了得，
再一打听张爱玲的身世，后来还看到张爱玲照片，哎呦，长得漂亮。这个胡兰成啊，是情场的老手，那可以说对女人心态了解的，相当这个到位。他本人呢，这一辈子呢，也有过，就不包括什么露水姻缘了，就是有过一段交往的，在一起生活过女的就有7、8个之多，那是情场老手。所以这一点呢，非常像张爱玲那篇作品《倾城之恋》里边写那个范柳原。那么这个当时胡兰成一看张爱玲漂亮，出身还好，文笔还好，就给张爱玲写了封信，我想跟你见见面。张爱玲一看这封信文笔特别漂亮，一看功底很深，胡兰成的文字功底是很了得的，是个才子。你别看他是汉奸，是才子。再加上张爱玲一琢磨呢，我就是个作者，人家是中华日报领头的，就见见面吧。结果俩人一见面，一见钟情，一见如故。为什么呢？从张爱玲这想，胡兰成那是早有预谋了。张爱玲这怎么琢磨的呢？张爱玲需要的这个知心爱人呢，那不仅仅是说你得对我好，这什么的，更主要一点，你得懂我。张爱玲是一个自视极高的才女，你必须能够了解我的内心世界，你才能走入我的心扉。所以他跟胡兰成一见面，发现胡兰成对他作品分析的，对他这个整个心理想法分析的头头是道。那么张爱玲就被打动了，稀里糊涂的跟胡兰成俩人一起。但是横在他们面前有个重要原因，胡兰成当时已经结婚了，怎么办呢？张爱玲啊，新女性也不是很在乎这个事儿，我就喜欢你这个人。可是呢，胡兰成他老婆不干了，他老婆火急火燎的跟胡兰成就离婚了。这一离婚呢，到成全张爱玲了。张爱玲跟胡兰成俩人走到一块儿，走到一块儿也没有正式领什么结婚证，就是胡兰成写了一纸契约，什么胡兰成跟张爱玲结为夫妇，愿这个永世静好，双方互敬互爱，就写了这么个东西。说白了，当时胡兰成到底有多爱张爱玲，这都是个疑团。他喜欢张爱玲更多是一种虚荣，张爱玲又漂亮又有才华，身世又好。那么这种感情呢，随着抗日战争的推进出现问题了。那么两个人结婚44年，没过上1年了，抗日战争日本鬼子被打跑了。胡兰成作为汉奸，那不敢留下，慌急慌张走上逃亡之路。张爱玲表示，你走哪儿我跟你到哪儿。张爱玲当时确实爱胡兰成，要跟胡兰成一起逃亡天涯，但是胡兰成觉得带他太累赘，他想自己干干净净，能跑就跑。结果跑了几个地方呢，又分别呢在当地找了女人，又过上日子了。后来这个张爱玲千里迢迢找到胡兰成的时候，才发现胡兰成爱她的这个是假的，也不只爱她一个啊，这么些女人跟他都有染。张爱玲很来气，胡兰成毫不留情面把张爱玲给骂过去。但是张爱玲呢并没有抛弃胡兰成，但是她自己又很自尊，怎么办呢？张爱玲回到上海，把自己攒的私房钱大概有30万都给胡兰成寄去，同时给他写了条，告诉我也不可能再跟你在一块儿，你现在也不爱我，我不会因为你自杀，我会好好活下去，但是我今后只能是在情感世界里日益枯萎。就这么着，他跟胡兰成这段恋情稀里糊涂就结束了。这里边我们看呢，有一点像《倾城之恋》里的描写。这个《倾城之恋》里头呢，范柳原是个花花公子，可是那个女主角白流苏呢，却拼命想嫁给范柳原，就想取得一个合法的婚姻地位，也就是说要个名分。但是最后不管怎么说，范柳原跟白流苏呢两个人结合到一块儿了，这白流苏也算找个归宿。而现实当中呢，胡兰成跟张爱玲呢最后是以悲剧收场，起码是以张爱玲的悲剧收场。那么张爱玲经过这次婚姻打击啊，她自己对这个对男人对婚姻产生了很大程度的这种抱怨和不自信。那么以至于她后来的小说里边呢，
往往一说到男的就花天酒地不负责任，一说到女的就红颜薄命，一说到婚姻阴暗肮脏，充满着交易感。哎，他后边的好多作品都是这样。你比方说那个《红玫瑰和白玫瑰》里边，那个佟振宝跟王娇蕊有了感情之后呢，他说不行，碍于面子各方面我不能娶你，最后找了一个能给他锦上添花的孟艳丽。那么这里边佟振宝这形象呢，就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物，根本就不负责任。那么在后来好多张爱玲作品里头，一写到结婚，保准那天下雨，天气是阴暗的。一说到婚姻状态，要么就是家汉穿衣吃饭，要么就是男盗女娼，要么就是最后悲剧收场，惨淡收场。所以就说他跟胡兰成这次恋爱，应该说对张爱玲的人生观和爱情观影响的非常非常大。那么到了1947年这个时候，张爱玲呢就觉得在这个国内待着没什么意思，张爱玲就到美国去了。到美国去干什么呢？她开始有一个宏愿，就说呀，我要做一个女林语堂。你看林语堂国内国外都吃得开，人在国外写作也影响非常大。同时张爱玲因为感情的问题呢，也对在国内生活厌倦了，搭着客轮去了美国。但到了美国，张爱玲突然发现自己在国内无往而不利的中文优势没有了，你得用英文写作那是另一回事了。所以张爱玲刚到美国穷困潦倒，幸亏当地呢还有一些收拢文人的地方收留他还不至于说是吃不了喝不了，就是活不下去。可是这样在美国这么潦倒也不是张爱玲情愿。那么这个时候张爱玲的选择只剩下一个，结婚。说怎么这时候想起结婚了？通过结婚改变生活状况。当时有一个叫赖雅的老头，这老头比张爱玲大整整30岁。当时他俩结婚的时候就等于是60多跟30岁结婚，差30岁。那么跟这个老头结婚是说赖雅本身欣赏张爱玲的才华，同时张爱玲也觉得和一个美国人结婚等于拿到生活绿卡了啊，两个人在一块儿反正怎么着这个穿衣吃饭没问题了。所以其实这次婚姻严格意义上讲等于是一场交易。但是张爱玲确实为人本性是很善良的，俩人好日子没过多长时间，这赖雅身患重病，张爱玲还得自个儿给他去赚医药费去，累的最后眼睛都出血。到后来呢，是1967年的时候，当时张爱玲是47岁，这个赖雅过世了。结果张爱玲是95年没的吗？95年、67年，这又28年时间一离。这28年张爱玲等于是独守空房过日子，可以说晚景比较凄凉。就一位绝代才女啊，到了这个晚年我们看生活很不幸福。张爱玲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可不仅仅是说一场跟胡兰成的这种恋爱，包括他的作品里头呢，也写到好多对社会、对家庭、对母亲、对父亲的认知，也充满着这种阴暗感觉。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跟张爱玲小时候成长的过程是直接相关的。我们刚才说他虽然出身他爸爸和他妈妈这两个人性格差距非常大。他父亲呢是一个接受传统教育，他母亲留过洋，很洋派。他父亲后来呢吃喝嫖赌啊，抽大烟逛窑子呀，他母亲看不上。他母亲又是个新女性，离婚。张爱玲5岁的时候，他母亲父亲离婚。离婚之后他母亲出国了，就压根没管这个女儿。那么隔了5、6年，张爱玲长到10来岁的时候，他母亲又回国了。回国是教育张爱玲，怎么教育呢？完全按照西方的这个淑女和东方的大家闺秀结合的方式教育张爱玲，对张爱玲非常苛刻，一有不如意地方就骂张爱玲，早知道你这样，小时候你得病就不给你治，让你死了得了。所以母亲的形象呢，在张爱玲心里并没有留下特别美好的记忆。所以张爱玲后来在她的作品里头一写到母亲，往往形象都不佳。
甚至极端的半生缘里边，这当妈的为了能够巩固自个儿大女儿在家里的地位，让大女婿去强奸自个儿的小女儿。像这种极端的情况，所以张爱玲笔下婚姻不美好，爱情不美好，母亲也不美好，这跟许多人在作品里歌颂母亲是完全不一样。包括父亲代表的这个家庭也同样是个阴暗的牢笼。张爱玲小时候也挺叛逆，你一叛逆父亲就打他，还把他关到屋子里边，所以张爱玲觉得家庭就像一个阴暗的牢笼一样。所以这一系列的经历，我们看中国古代有句话叫江山不幸失人幸，就说你遭遇到这些不幸呢，往往对于你文学创作上很有用，叫欢愉之词难攻，愁苦之言易巧。就高兴的时候你很难写出很好的东西，但是你不高兴的时候，往往这个作品构思的就很精巧。那么我想张爱玲，人家说红颜薄命也好，还是说这个绝代才女的不幸经历也好，总而言之，她过去这种相对不幸或者说阴暗一点的对世界的认识，却对她作品产生了巨大影响，反而使她作品的悲剧氛围推高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高度。那么在张爱玲身上，不仅是不幸的童年，还包括不幸的青年，甚至不幸的中年。所以那么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构成了张爱玲作品当中最大的魅力之所在。张爱玲的小说感动了无数善男信女，影响了好多文艺女青年、文艺男青年。这也说明悲剧是这个世界上创作过程当中最为永恒的主题，而悲剧的穿透力要比喜剧的穿透力。今天我要给大家说这位才女啊，是名满天下的琼瑶。那么琼瑶的影响有多大呀？其实不用我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心里有杆秤。很早的时候我们看过她的《窗外》，几度夕阳红，我是一片云，在水一方。后来又有了青青河边草，雪珂，一直到这些年呢，我们大家熟悉的《还珠格格》在我们身边无时无刻不在。而且他制造的很多爱情世界里的无比纯美的圣境啊，激励着很多少男少女往这个神圣的爱情宫殿里头前赴后继的往进闯。那么琼瑶这个影响不仅仅是现在的年轻人，对我这个岁数的，甚至比我还要大一些的人依然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看这些年琼瑶的这个作品呢，铺遍了大江南北。在80年代的时候，琼瑶是特别特别火的，比现在还要火。他那个时候火是有一个特殊原因的，因为我们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呢，中国改革开放。那么以前我们知道大伙儿在一块儿谈恋爱的时候，恋爱阶段互相赠个笔记本什么的，笔记本上写什么共同奋斗啊，什么互相帮助啊这样词儿。等到结婚以后拍张照片，照片下边写把青春献给新长征，都这个。就是在私人的爱情世界里边也要跟当前的一些大环境套上关系，而且呢要政治正确。你看嘛，俩人谈恋爱都要这个互相帮助，共同进步。那么琼瑶的作品一进来，突然大家发现爱情是很私人的东西，而且谈恋爱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不仅有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还有互相折磨共同折腾，你折磨我，我折磨你，还有这个。所以很多人看琼瑶小说呢，仿佛闯进了一个骨子里边早就有，但是从来没被自己发现，也不敢触动的一个神秘世界。所以当时琼瑶的作品在80年代火得不得了。那么接下来琼瑶的电影电视剧大量的进入到大陆这边，可是时间长了呢，我们发现好多人呢也不喜欢琼瑶的东西，认为琼瑶这东西千篇一律，缺乏现实主义特色，空中楼阁，海市蜃楼，不真实。这个不真实和千篇一律体现在什么样呢？比方说他的作品里边呢，男一号女一号总有一个比较诗意的名字，比方江艳荣，你听着跟武侠小说里名字似的，很诗情画意。然后男的都是白马王子，英俊潇洒，家财豪富，女的都白雪公主，楚楚可怜，风情万种。而且谈恋爱呢也基本上千篇一律，矛盾冲突也处理差不多，要不是我爱你，你不爱我，你爱他了；要不是我爱你，你也爱我，他妈不干。你看
都是这个样子。而且谈恋爱的过程也比较千篇一律。要一个人的时候呢，就是我是疯人，你是傻，在这痴痴呆呆的自言自语，跟犯精神病似的。这一个人，要两个人的时候呢，那就得说些个呀，你听着特肉麻，这俩人一点不觉得肉麻，甜腻腻的，还聊着呢。咱们看那《还珠格格》里边，那五阿哥对这个还珠格格对赵薇演这个角色表达感情。要一旦两个人不好了呢，那在一块儿撕肝裂肺的吵啊，哎，这恨不得就是整个天崩地裂，这都他俩人干的似的，好像天底下这个事儿最大似的。比较典型的，咱们看《情深深雨蒙蒙》里边，那么男女主角有一段对话，这个对话呢多次在网上和综艺节目里被恶搞，说这几句话就能撑起一集戏来。什么呢？叫这个，对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这是男的说的。女主角说，那你就不无情，那你就不残酷，那你就不无理取闹吗？男主角反驳，我哪里残酷，我哪里无情，哪里无理取闹了？就这么翻来覆去几句话能把一集戏撑下来。所以很多人认为琼瑶啊，这能耐就这么大，千篇一律，写完上本写下本都这个样。那么说具体情况是不是这样的？确实是琼瑶作品存在这样问题，但是琼瑶作品确实构筑了一代人一个纯净的梦境，就是爱情世界可以如此单纯，可以如此美好。我说实在，虽然琼瑶好多东西你觉得不食人间烟火，可是我们想象当中那种不食人间烟火至美至善的爱情在哪部文艺作品里存在过呢？恐怕最多就是在琼瑶的文艺作品里存在过。琼瑶为什么对这些爱情如此痴迷？因为琼瑶本身作为爱情教母，她在年轻的时候和后来长大以后进入婚姻状态，本身琼瑶就是个情种。其实有些书她写的作品就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体验。琼瑶呢，她原来的名字不叫这名，她叫陈哲，姓陈，哲就是两个吉字搁一块那个哲。为什么改叫琼瑶呢？笔名，因为《诗经》里头有叫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什么意思？就是你给我好东西，我给你好东西，咱们这等于交换，彼此之间你有情我有义，所以他用了琼瑶这笔名。这个笔名本身就是跟爱情相关的。琼瑶她的家庭呢，可以说受家庭熏陶，琼瑶的文笔和语文成绩这都差不了。因为他爸爸呢是台湾师范大学的教国文的教授，他母亲呢是中学教语文的老师。你算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但在这样家庭里头呢，可以想象父母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琼瑶家里头的姐姐妹妹哥哥弟弟学习都比他好，功课特别优秀，唯独琼瑶是个什么类型呢？就类似他写那窗外里边的江艳荣似的，诗词歌赋没问题，语文特别好，但是一看 x 加 y 呀什么对数之类懵了，不会了，就数学成绩极差，偏科。所以偏科他成绩他好不了啊。我怕我考不上大学，你国文程度那么好。所以琼瑶在家里头有时候受气很压抑，往往这个孩子一压抑啊，他不愿意跟父母沟通，不愿意跟优秀的姐姐妹妹沟通，他内心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就像后来琼瑶的小说《一帘幽梦》里边不写，我有一帘幽梦，不知与谁能共。这就写的什么？他当时他心底下有一个独特的世界，但是找不到别人跟他分享，所以找不到别人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就出了后来像他写窗外里边的事儿，早恋，而且跟自己的国文老师早恋。我们知道窗外里边林青霞演的江艳荣也是文学特别好，但是数学一塌糊涂，后来跟自己的这个老师爱上了一段师生恋。这个其实就是琼瑶自身的真实写照。我们说他高中时候这不是课程不好吗？家里头不待见他，老师也不是很喜欢他，所以在这样一个相对内心世界封闭的少女的情怀里，他要找寄托，渴望有人能跟他交流。那么这时候教他国文的老师呢，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也算个英俊中年吧，挺潇洒。那你看教国文，文学水平不能低落，正好呢
跟琼瑶可以沟通。当时琼瑶写完日记，老师收回人家看，他在日记里就表达了对这个老师的恋情，在这个日记这个批文里面也说，我也喜欢你，在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两个人相约说，你要考上大学，你大学毕业咱俩就结婚，我那边离婚。可这个事儿呢，在学校里传的沸沸扬扬的，琼瑶他爹妈丢老人了，哎呦真丢人呐，姑娘出这事儿了，把琼瑶领回家。琼瑶当时呢就以自杀来抵抗，我不活了。但他母亲说，那你吓唬谁呢？这事反正不能答应你，还得到学校告那老师引诱未成年少女。琼瑶都给他妈跪下了，说妈你别告他。他母亲说，你呀有这个权利，你跟他好，得你20岁以后，你现在未成年的，父母有监护权。就这么着，琼瑶跟这位老师相约，过了20岁生日，这老师在他家乡的火车站里等，两个人一起出走私奔去，享受二人世界。但是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好多誓言是经不住推敲的。琼瑶到了20岁的生日，可他的老师已经不知哪里去了。所以这么一段呢，虚无缥缈没有结果，而在琼瑶看来又伤痛无比的恋情，触发了琼瑶的灵感。他结婚以后，一开始写小说的时候，第一篇《窗外》就写到了这个事儿。那照理说，这个写的个人的感受体会很深，这个小说卖挺不错。但是没想到这个小说招致了他婚姻失败，跟家人不和。怎么回事呢？首先一个，把过去恋情曝光，她的老公心里不痛。我知道你以前有的事儿，我知道就行了，你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这当丈夫脸往哪儿搁？更加剧烈的是呢，他爸爸妈妈，琼瑶他爸爸给他写信说，你怎么这么笨，这么无知呢？你以为你小说写得好吗？不是那么回事。所有人看你这小说干嘛？这等于窥探你隐私，不过在看你这个作家的风流自传，不是你写的好。他母亲更来气，为啥？这里边写到了早恋啊，师生恋，他母亲很凶恶的阻拦这样的事儿。他母亲说，我把你养这么大，供你吃供你喝，就换来你写本书，到时候结婚以后还来骂我来。他母亲说，你这样你这女儿我认不认都行了。所以这本书造成的琼瑶跟父母之间不往来了，她老公也不原谅她，这段婚姻后来就破产散了。1964年的时候，琼瑶第一段不成熟的婚姻，失败的婚姻结束了。那么这段婚姻结束之后呢，琼瑶自个儿也在反思，在感觉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怎么样寻找真爱，什么是真正的爱。那么在这个时候处于极度痛苦过程当中呢，他当时在写一部连续的小说叫《几度夕阳红》，大家可能记得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就这个歌。因为琼瑶的作品每一部里都有一部非常好听的歌，而且这词都是琼瑶填的，很古典化。那么这部小说写的过程当中也没有持续下去，断断续续，当时的心境啊确实是很伤感。在这个时候他碰上了一个知音，这个知音是台湾联合报的主编，叫平鑫涛。这个平鑫涛啊非常懂琼瑶，知道他很有才华，而且理解他曾经受伤的心灵不断的俩人接触越来越多，合作，说咱这样吧，我成立一个出版社，你这个书在这出，咱们一起合作，不断的鼓励他。可以说没有平鑫涛呢，琼瑶不可能激发出那么旺盛的爱情小说的创作欲望。也说两个人的心呢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可是有一个障碍，平鑫涛是有老婆，而且平鑫涛的太太呢也比较聪明，也很贤惠。也就是说琼瑶自个儿都不好意思跟平鑫涛说，你离开他吧，跟我好吧。在这种爱情的煎熬之下呢，琼瑶决定我呀远走海外，我跟一个能对我好的人结婚就得了，忘掉跟平鑫涛这段历史。所以正是琼瑶下的这个决心，也促使平鑫涛下决心，认为琼瑶才是他的真爱。而这个时候很可怜的这平太太只能一个人退出。所以他们这些人之间这个感情经历，当时在台湾
也是报道的热门题材。那么琼瑶跟平鑫涛俩人走到一块儿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而这种不容易呢，其实琼瑶在小说里边也写过。后来他在创作《在水一方》的时候，就把他第一段不成熟的婚姻和后来跟平鑫涛这段就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这段经历，可以说写的淋漓尽致，把他的心路历程和对爱情婚姻的总结都写到里边了。正像这里边主题歌唱的，我愿逆流而上，依偎在他的身旁，就是咱们大家很熟悉那个绿草苍苍，白雾蒙蒙，有位佳人在水一方。那么在水一方的佳人象征着什么？并不是说男追女，在水一方的佳人从诗经里边来讲都不单纯是仅仅是爱情，它象征着我们追求的一种非常美好的事物。所以说在水一方呢，其实是琼瑶对爱情真谛的一种描述。为了追求美好的爱情，我们必须抛弃掉好多世俗的东西。但是在琼瑶的爱情小说里呢，本来就把世俗的东西贬得一文不值。所以我们说琼瑶的小说是爱情的天堂，天堂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而每一个食人间烟火想吃想喝想正常活着的人是不大可能效仿琼瑶的小说的。所以他小说里构筑了这样的梦境，那么把它拍成电视剧依然也面临这个问题，你也要拍出一个唯美的境界。当然这个呢，琼瑶的绝对执行力是没问题的，他后来跟平鑫涛呢成立了他的影视公司。这时候琼瑶呢自己当老板，自己家里他儿媳妇导演都他控制。你看《还珠格格》就是典型嘛，都由琼瑶一手操控。那么这时候选角也是按他的标准。早期在台湾拍琼瑶作品的时候选角，男女一定都得很纯真，而且一定得漂亮，就有点像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选那两个角似的，必须得纯真。但是呢，当时台湾有很多俊男靓女可以供他们选择，所以最早的时候穷男郎穷女郎，选谁？二秦二林。二秦是一个秦汉一个秦祥林。秦汉当年那个一个白围巾一身制服，那种很潇洒的扮相，他绝对是台湾很多少女的梦中情人。秦祥林长得也漂亮，林青霞不用说了，大美女。林凤娇后来成了他老婆，也是个温柔可人型。所以当时挑这些人的时候呢，一下子准确的把握住了琼瑶作品的脉搏。那么后来再挑马景涛，马景涛有人提出微词，这不喊不会演戏，声嘶力竭的，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着？是，而且不断的摇着人的手臂，谁跟他拍戏谁都遭点罪，经常胳膊让捏青了。马景涛这种入戏呢，恰恰是琼瑶喜欢的，认为我这个戏里头的男主角就得是为爱痴狂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的才可以。那你看后来再选角，新的穷男郎是古巨基，为啥？一双电眼嘛。你看情深深雨蒙蒙里边，等这个穷女郎那多了，林青霞、林凤娇，后来到林心如，那姓林的演的戏多，刘雪华早期的，最出名的赵薇。要没有《还珠格格》，赵薇不可能火得这么快，成了现在一线的明星。所以演琼瑶剧是好多这个刚刚开始出道的男孩子女孩子梦寐以求的事儿，上他的戏非常容易火起来。那么我们说呢，琼瑶现在的影响依然很大，这个影响构筑在什么上？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给你提供了一个纯净美好的爱情天堂，尽管它不现实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每一个少男少女向往着纯真爱情的时候，都觉得琼瑶构筑的梦境是最美好的。而且这种梦境当你长大以后呢，并不会因为这是不现实的东西你就忘掉它，因为你现实给你带来很多残酷的东西。那么琼瑶的梦境呢，其实就是让你规避这些残酷的现实，躲进的一个桃花源。所以这个桃花源来讲呢，对每个人来说都有走累了要歇口气的时候，而这个时候钻进琼瑶的桃花源，就是对过去纯真年代最美好的一种。那个高中同学，一脸胡子的男同学，看琼瑶的书能看哭了。后来他做了大学的中文系的讲师，他在讲述琼瑶作品的时候，给学生介绍的时候，他也同样流下了泪水，令学生感到很诧异，但迅速的把学生带入到了琼瑶小说的这种梦境当中。在他上一节课结束之后，他回身在黑板上
写下了一首诗。这首诗是什么呢？是把琼瑶书名集成到一块儿，诗写的很不错，我给大伙念一个，叫匆匆太匆匆，几度夕阳红，心有千千结，窗外点点风。好，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看电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这周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回顾好莱坞电影史上几部经典的、具有史诗味道的电影。我们说的这种经典电影呢，不是大家疯狂的跑到电影院去看啊，觉得哎呦这个电影好啊，特技效果多好啊，演员多漂亮啊，不是那个意义上。任何一部经典的大片呢，都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它能够让你在看完这部片子之后啊，会产生长久的沉思，而且它会让呢不同层次、不同文化水准、不同经历、不同年龄的人在看完这个片子都会产生一些对人生的思索乃至不同的理解。只有这样的片子才配得上我们说的经典大片。每当我生活当中啊感到有一些微小不如意的时候，我就会习惯呢把这部片子拿出来放在家里的 DVD 机上看一遍。但其实导演在这个片子里注入了大量的心血和大智慧，它体现的是人生，是自由，是理想，是奋斗，是体制化的阴影，是这个社会前进过程当中你无法摆脱的一些悲哀的东西。所以我说这部片子它的理想主义色彩，它的现实主义色彩都远远超出了我们平常认知的好莱坞大片的概念。它也是现在为止在世界范围之内得到这个电影迷推崇最多的影片之一。比方说美国、欧洲啊，都有不少人参与评比本世纪最伟大的片子，《肖申克救赎》和这个《教父》这两部片子长期以来在20世纪最伟大电影的排行榜上，你当回第一，我当回第一，换着来。你等要更小众一点的，比方我们说这个知识分子这个阶层他推崇的电影来说，《肖申克救赎》长期是排第一的。可是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这么伟大的一部片子，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电影，居然得不上奥斯卡奖。这部片子是1994年参与奥斯卡评奖，得的提名倒多，最佳电影、最佳男主角、什么最佳编剧啊，最佳剪辑啊，获7项大奖的提名，但一个奖都没拿回来。输给谁了呢？《阿甘正传》，主要输给了《阿甘正传》。咱们不否认《阿甘正传》也是一部伟大的电影，但是我个人认为呢，《阿甘正传》呢还没有达到《肖申克救赎》这么完美圆融的高度。可是说你没达到这高，他怎么就败给《阿甘正传》了呢？现在这么些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呢，《肖申克救赎》几乎全面超越了《阿甘正传》。在各种各样的排行榜上，《阿甘正传》已经达不到《肖申克救赎》这种高度了。可是为什么当初奥斯卡奖颁给了《阿甘正传》，没有给《肖申克救赎》呢？首先一个呢，《阿甘正传》呢体现的是什么呢？一个像阿甘这样的智障人士，一个傻子，经过不懈的奋斗努力，也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这是什么？美国梦，美国精神，美国的主旋律。而这个《肖申克救赎》里面呢，虽然最后结尾是一个光明的结尾，越狱成功了，和老友团聚了，可是这个过程充满着黑暗和压抑。不要以为美国就没有主旋律，人家同样有主旋律，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都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这两部片子的比较呢，明显《阿甘正传》更加阳光，所以这是它占上风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呢，奥斯卡奖的评选呢比较认大导演、大牌明星，因为它要体现商业化的东西。那么在这两点上比较呢，扮演这个安迪这个蒂姆·罗宾斯跟汤姆·汉克斯当时还算小字辈儿，而《肖申克救赎》的导演弗兰克呢，这是他导演的处女作。一般奥斯卡奖不会颁给一个第一次执导的大导演，
这也是以往的一种规律。第三一点呢，从题材上来讲，《阿甘正传》占点便宜，因为阿甘是个智障人士，是个残疾人。有人开过一句玩笑，说奥斯卡呀容易得，你只要是影片跟傻子有关就得奖。你看《飞越疯人院》，你看达斯汀·霍夫曼的《雨人》，说这些片子都跟残疾人、智障人士有关，就容易获奖。这也是因为人们普遍呢对这样的这个影片的题材有一种同情心。所以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这也是好莱坞奥斯卡评选的历来的一些规律，或明或暗的规则，使《肖申克救赎》当年败给了《阿甘正传》。他当年的票房也不如《阿甘正传》。可是后来大家发现，这个电影适合一个人看，不适合一大帮人在电影院看。它本身就是高度反集体化的，反对体制的同化的。只有个人用自己的心灵默默地跟电影的演员、导演进行交流的时候，你才能获得这种精神上的共鸣，才能获得一种如水一样清晰，什么事他都熟悉。他用他的眼睛来看安迪这个监狱里的新人，那么这个视觉呢，就会极大的拉近观众和电影里人物的距离，就是你看着不陌生，而且这里夹杂着大量的旁白。这个旁白都是以瑞德的角度出发的，以第三人称方式静静的在叙述这个过程，一点都不着急。我们还有很多电影节奏很快，你有点跟不上，这个电影不会，它的节奏相对比较缓慢，一下子使片子进入一个你既感到新奇，但又不觉得突兀，能很快接受的这样过程。它跟它的节奏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种设计方式呢，也在好多电影里我们看到过，但都没有达到《肖申克救赎》运用的这么圆融的高度。那么这个片子里的故事情节开展，同样一环扣一环，你别看它慢，每一环都能抓得住呢。监狱里边的种种黑暗，包括安迪为了反抗这黑暗，知道安迪不会在这里待太长时间，他一定能够获得光明和自由。那么接下来的节奏就是他不断的向光明靠拢，又不断的被黑暗打断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我们每个人为之揪心的过程。而这里边呢，有几处呢，我们可以说堪称鬼斧神工之笔。你比方说，在这里边待了50年的老布克要出狱了，他让每个人的自由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一定会限制你的一部分自由。而这个体制呢，它同时为了维护自身本身，会有各种各样的奖惩条例，这些奖惩条例会极大的维护体制。就像我们每个人上班，你都觉得哎呀，这单位挺没意思的。你开始你觉得我叛逆，这太没劲了，一天朝9晚5的。可时间长了，你习惯了，到最后让你说给你个机会，你出去闯去吧，你不敢了，你害怕了，你发现这个体制你离不开了，这种消失是对每个人这种最大的束缚。任何世界上一种优越发达的体制都免不了对你会产生束缚。而这一点我从来没有见到第二部电影能像《肖申克救赎》这样能够清晰的把这一块解释出来。我想这是片子里边最核心的。当然所谓对自由的向往，对黑暗的反抗，只是为了突出这个体制化本身的这种无可抗拒。你比方说对这个自由的向往，这里边呢，安迪呢锲而不舍的给周一辉写信，就当时我说这一幕，就我看的时候完全被这个画面震撼。我就在想，我就是这个监狱里头的一个人，我所生活在周围的圈子当中就有桎梏着我，让我无法高飞的好多的东西。我其实也在精神上的监狱、心灵的监狱当中，那我也应该拥有听费加罗的婚礼，短暂、高亢、嘹亮、激昂、优美、直上云霄歌声，这象征着我的心灵跟这个世界、跟这个精神无限的接轨。我也渴望高飞。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心灵上的这种东西，而不应该整天的消沉在物质世界当中。何况这里边的犯人，他们的物质世界是怎样的一种世界？所以这一幕看得我特别震撼，这是《肖申克救赎》里最令人震撼的一幕。那么当这一幕过后，整个片子急转直下，
无穷无尽的黑暗和恶势力在吞噬安迪对自由和光明的向往。那么接下来，那个可爱的小年轻汤米进来，他知道当初安迪这个案子一些漏洞不是他杀的，加快了越狱的步伐。他利用给这个监狱长管账的过程当中，设置了很多自己假设我出去之后我该怎么办，我把这些钱洗净了，这都是我的，这是我该得的。后来我们看他越狱那一幕极富传奇色彩把灵魂交给上帝，把身体交给我，欢迎来到肖申克。这么一个道貌岸然的人，经常拿着圣经说每个人都要有救赎之道，结果最后他找到了安迪留下这本圣经，打开抓他的时候开枪分打，他自杀了，那个狱警长被带走了。就整个这剧到这儿看呢，有一个相对恶有恶报的这样一个结尾。那么当然我们说前面那一幕震撼，更为震撼的高潮出现在安迪从那个隧道里爬出来，在下水道里出来，正赶上下不多人看的掉眼泪。就是这个时候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冲破任何一种牢笼束缚的安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平常有没有这时候？有，可能你处在不幸的婚姻当中，可能你处在一种失败的挫折当中，可能你处在一种呢人际关系就像牢笼一样束缚你的过程。那么当有一天你冲破这些，获得了自由，不再有人控制你，不再有压抑感的时候，你的心情也一定就像这安迪一样。那么这个片子没有结束的呢，留下意味深长的东西呢，是监狱里边的人还要活。这个瑞德他在里边待了40年了，很搞笑的是这40年间他不断请求假释，没人同意他，最后他一来气破口大骂这些人，居然获得了假释。这是对美国政府这种司法制度一个很绝妙的讽刺。最后呢，他也像老布克一样无法适应外边社会，几乎也要在这上吊了。但这时候他心里还有一线希望，就是他感受到了安迪传递给他的勇气。他突然想到安迪还告诉他有件事，好，我把这事做完我再死也不迟。结果发现安迪在召唤他，拿到这个纸条，拿到这些钱，来到边境去找安迪。本来片子最后的结尾，导演硬给安上一个在海边波光粼粼的这剔透的不得了的美好的不得了的海滩，完了瑞德一步一步向安迪走来，两个人微笑着。当时导演制作这个时候很来气，说这不是我想要的，把这个场景设计的特朦胧特幻影，表示抗议。可没想到这个结尾出来呢，绝大多数观众喜欢。今天我们要说这个国际知名的特工组织是基本上妇孺皆知的可戈勃。可戈勃的全称呢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它的历史呢包括它的前身是从1917年开始到1991年前苏联解体这段时间为止，总共长达74年。可戈勃呢可以算得上飞升世界。你现在包括俄罗斯这个总理普京，他就是可戈勃出身。有不少的一些我们大伙都了解的名人都曾经参与过可戈勃。可戈勃的间谍呢不光是苏联人，还有其他各个国家的人。就他整个机构这个庞大程度，是我们讲的其他的间谍机构根本无法相提并论。那么可戈勃呢有2点是和许多的这个间谍机构完全不同。第一个呢，它凌驾于苏联当时各个机构之上，就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这一点就不同于我们看到的，你像以色列摩萨德，他是以色列外交部的，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都没有那么高的地位。那么可戈勃呢，当时在苏联的地位非常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比方说很多国家间谍机构，我们刚才讲到那些基本都是对外，搜集各种情报从事绑架或者暗杀是对外。可是苏联可戈勃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对外厉害，对内同样厉害。苏联国内老百姓对可戈勃也充满恐惧，不光老外怕他，苏联人也怕自己的可戈勃。比方在公共汽车上，说2个苏联人面对面站着呢，
突然一个苏联人问另外一个：“你是可克伯吗？”啊，我不是啊。你家有亲戚是可克伯？不是啊。你有朋友是可克伯？不是啊。你问这干嘛呀？那对不起，你踩我脚了，你赶紧拿起来。你看，如果对方是可克伯，踩脚就白踩了，就算。这就说明当时苏联人对可克伯这种恐惧。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就仔细梳理一下克格勃发展的历史。如果说克格勃你要延伸，你会发现呢，在沙皇时代，整个俄罗斯就有发展间谍机关的这样传统。这种传统来自哪儿呢？来自成吉思汗时代。成吉思汗带部队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他的孙子拔都曾经向北打到莫斯科，成立一个金帐汗国。当时把俄罗斯这些大公都降服了。那么当时成吉思汗的部队呢，就有个特点，由于他的攻占的地盘特别广大，其他各个民族加盟他部队的人也非常多，但是很难保证这个部队的纯洁性。所以成吉思汗部队呢，有大量的特务机构从事侦查、秘密调查。那么后来的俄罗斯沙皇呢，秉承了成吉思汗治理军队的方式，一直保持个庞大的特务机构。到十月革命之前呢，这些特务机构呢干什么呢？主要是俄罗斯国内啊有好多这个革命党势力、反对派势力，那么沙皇呢得用自己的这个秘密警察机构呢来分化瓦解这些革命势力，其中就包括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可是呢，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呢，列宁非常高兴这种做法。什么做法？列宁说了，革命不需要那么多人，只需要少数的人有坚定的意志力跟行动力就够了。正好你不来调查我们、分化我们，把一些意志不坚定的队员从我们这里弄走也可以。而列宁本人也赞同这样的做法。所以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呢，当时这个苏联国内呢有大量的我们说这个沙皇的力量，包括国外的反动势力试图颠覆苏联政权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列宁在1917年呢成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呢简写叫契卡，契科夫的契，卡车的卡，它的全称呢叫全俄罗斯肃清反革命和代工非常委员会。那么这个机构呢，当时呢主要承担的是对付国外的反动势力以及对付国内的反革命势力，承担这样任务。到后来一点一点的呢，这工作重心呢有一部分呢转到处理内部共产党里边的事，如果要出现了这种分裂，也执行各种各样秘密任务。那当然我们说这个最臭名昭著的就是那次大清洗，就斯大林主导下大清洗。大清洗当时几乎啊把苏联红军的上层军官都要清洗了，杀了得有4万多名军官。所以这个也是造成二战初期啊苏德交锋的时候，苏联一开始一个劲儿失利的重要原因。另外契卡这个机构呢，本来的强项呢，我们说绑架、暗杀、窃听、收集情报，但是它有个弱项，密码的破译很差。为啥？密码破译要求特别专业，可是在清洗过程当中有大量的专业人员，包括一些数学家都被杀掉了。所以当时契卡呢搜集情报能力超强，可是破译密码呢跟英国、美国比，跟德国比要差一大截子。所以这个契卡呢等于早期的任务里边有一多半是罪恶的，就是苏联国内的这种大清洗。那么契卡招募这些人可不仅仅是苏联人，因为你要到外边搞间谍活动得从各个国家招募，你要都是苏联人，这不容易引起人怀疑吗？那么克格勃之所以在海外的情报搜集工作能完成的这么成功，一个很重要一点，他有一些忠心耿耿为他服务的外国人。有人说外国人还为你服务，你不就给钱吗？还真不是。你比方说克格勃早期历史上这个契卡机构里边有所谓的剑桥5杰，这5个人都是英国人，毕业于剑桥大学。说他们死心塌地的给这个克格勃服务是怎么回事？就是人家不是说你在这个英国的情报部门工作了我才去收买你，不是。这5位在剑桥读书的时候呢，克格勃机构早就调查他们底细了啊，都属于这个贵族出身，不在乎钱，家有钱。这5个人是激进的青年，信仰共产主义。好，
你信仰共产主义跟我们一样，有机会了。于是呢，就在他们青年时代，就把这剑桥五杰又洗脑又什么的就给拿下了。所以等他们走向英国的这个情报部门的时候，早已经树立了根深蒂固为科克勃服务的概念。所以这个是科克勃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手段。他呢，首先看准了哪个年轻有为的人，然后觉得你思想上容易和他们接近，就开始策反你。现在我们熟知的不少名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曾经受过科克勃组织的策反，有的是成功的，有的没成功。你比方说，现在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卡梅伦到俄罗斯访问的时候就说过，在1985年的时候呢，他去俄罗斯玩，就发现有2个英语说的特别流利的俄罗斯人，请他吃饭，又跟着他接待他，然后呢跟他聊天，一聊好几个小时。到后来卡梅伦才知道，这是试图呢看看他有没有做间谍的潜质啊，能不能将来有出息占据高位啊，或者说他本身是不是能够被我们来给策反。后来卡梅伦说跟他见面了，见了2次，这2个人就不见了。卡梅伦后来很幽默的说，他们可能认为我呀没有间谍那2下子。当然他要是如果真成了科克勃间谍，后来恐怕很难再当上英国的首相。那么这个是当年没有成功的，有的是已经成功。俄罗斯出了一本书叫《可克勃的棋局》，这本书里头暴露了好多信息，令我们感到很吃惊。比方说它里边说到，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瓦兰奇就是可克勃间谍。有人说这不胡说八道吗？人家书里说的有根有据。萨瓦兰奇什么时候当上国际奥委会主席？1980年7月，正是在莫斯科。最后在选举的时候呢，萨瓦兰奇第1轮就获得44票，直接胜出。一直到2001年萨瓦兰奇卸任，这前后他国际奥委会主席当了21年。这本书里就说，萨瓦兰奇在79年当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时候，就已经被科克勃给弄下来。而且科克勃搁什么跟他交换呢？承诺他，你给我们做情报服务，回过头呢，我呀帮助你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你甭管，我们有我们办法。后来之后80年7月份当上了吗？据说后来呀，国际奥委会就成了可克勃的间谍窝子了，帮助可克勃做了不少事儿。当然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这本书我们也不敢肯定，但他说的很有根据。所以我们就说国际奥委会，你看那冠冕堂皇，那背后那些猫腻多了去了，这是。那么不仅仅是像萨姆兰奇这样居于政要高位，还有一些没有到这种高位的人，名人也被弄成了科克勃间谍。在9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位前科克勃特工呢，获取进入了苏联情报部门呢，来整理以前科克勃的档案。结果他意外的发现呢，有位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居然是科克勃。谁呢？海明威。咱们都知道《老人与海》的作者，丧钟为谁而鸣的作者。这是1941年的事儿。1941年的时候呢，有人呢拿了《丧钟为谁而鸣》这本小说给科克勃令看，科克勃一看这小说，对西方世界啊，他有他的看法，甚至有些仇。好，认为你呀，这个海明威有当科克勃间谍潜质，就派人跟海明威联络。据说海明威还真答应了，给他起个代号叫阿尔格。可是呢，过了1年，海明威这1年啥也没干，然后跟可克勃上头说，我没有当间谍的天分，我给你们保密，我不干了。海明威就退出了。最有意思是2008年呢，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公布了一份档案，当时他们在海外呢有1-2万间谍，而这里边呢，海明威爷俩，他和他儿子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也就是说海明威不仅是间谍，还是双面间谍。你看，所以我们说可克勃呀，这种渗透的能力是第一流的。那么可克勃呢，这个名字正式呢是在1954年3月份改过来的，由契卡当时最早的头目很有名的吉尔任斯基。到了可克勃的时候，这是54年3月份把它变成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科克勃仨字，
是54年正式有这名号的。那么那个时候呢，进入了冷战阶段，等于就是可格勃呢，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抗美国中央情报局跟联邦调查局。那么冷战阶段呢，可格勃干了很多令人瞠目结舌的事。你比方说，在60年代，他从西德居然能偷走一个3米长、70多公斤重的响尾蛇导弹。在60年代还有一件事震惊世界，美国有一种叫 U-2 空中飞行侦察机，这种侦察机呢，能在苏联的地面防空导弹打不到的位置那个高度飞行，然后从那个角度侦察苏联国土情况，令苏联很头疼。苏联当时的技术呢达不到，打不下来这飞机，怎么办呢？他派出可格勃特工，在这种飞机的这个高度计上做了点手脚。结果这个飞行员飞的过程当中呢，一看高度计，以为还是那个高度，苏联打不着呢，没想到其实已经是低空飞行了，结果一下给击落了。当时美国人很恼怒，但也没办法。等到后来呢，这个苏联呢比较多的掠夺一些经济情报，因为他的经济跟西方国家比是落后的。后来有人调查说，他每天得到的情报，假如是一张一张纸那么打印的话，每天都能打印一集装箱。你就说可格勃这能耐得有多大了？而且他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呢，你要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有什么特别行动，恐怕得借助找海豹突击队，找特种兵部队。但是苏联可格勃自己就有特种兵部队，他自己的部队名字叫阿尔法部队。前面我说了，在这个79年圣诞节的时候，苏联不跟阿富汗打仗吗？进军阿富汗，他就用的阿尔法部队直接空降到阿富汗总统府，把阿富汗总统打成筛子眼给弄出来啊！他这支部队在海外组织这些活动很少失手，一点不比美国那个海豹突击队要差。当然，像这样一个机构，还有绝对忠实上级，有时候上级的好恶也决定他的成败与否。你比方二战期间之前那段时间，可格勃派出的间谍呢，早已经都了解到了，就说这个希特勒呀要对苏联动手。可是这样的情报呢，斯大林不爱听。斯大林总觉得，那你这情报是英国人散布的，就试图给我们压力。结果真打起来了，差点弄个措手不及。就说有的时候再高明的情报机构，你也得需要一个睿智的上司来集中处理这些情报。那么可格勃这些人呢，搞情报呢，给我们感觉说他神通广大，是不是也跟007似的？不是。可格勃的情报人员呢，搜集情报、整理情报，更多是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就是那些打打杀杀事，可格勃不是不会，用的少，因为你毕竟不是到哪都能用这些，但是搜集分析情报的能力非常关键。你看，在这个咱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有可格勃间谍在中国活动，但是没弄起啥。不是咱们那这保卫工作做得很严实，所谓的可格勃间谍只能是东方面孔，就收买咱们这边的人，然后赶到晚上溜达大街上看看大字报，看看人民日报里的一些文章，来揣测中国一些政治动向，基本什么有价值情报都没捞到。所以就是加强内部保卫，这一点是对付可格勃很好的办法。以前冷战之前那段，可格勃就很成功对美国，因为说美国当时几乎不设防，没有这个意识。在二战以后进入冷战了，美国的这方面能耐才上来。所以那个时期可格勃基本是天下无敌。到后来呢，美国中央情报局跟可格勃对立，冷战时期隐蔽战线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可格勃也略占上风。可格勃有一点世界范围称道，就是别人都没有的，他有大量长得非常漂亮、非常迷人的俄罗斯女郎，干嘛做色情间谍？这个色情间谍审查是特别严格的，政治上得绝对没有问题，绝对忠实于苏维埃，然后给送到间谍学校学习各种技巧，包括怎么勾引男人呢，包括上床啊这些事儿。苏联的色情间谍呢被简称2个字叫燕子。这个色情间谍不像大家想象的单枪匹马出去勾引这个勾引那个，不都是那个样子。这里边还有不少呢，在苏联的一些外事活动场合，你比方说它比较开放一点，有些妓女，这些妓女往往都有这个间谍的使命。你在这儿你给我弄点情报，回头警察也不管你，你卖淫随便的，这是一种交换。那么正式的这种燕子呢，都主要干什么用呢？他很少单枪匹马出，而是两两配对，
跟其他间谍人员扮成夫妇。这样的话呢，两个人都可以为这个可格勃服务，而且不会招人怀疑。你带自个儿老婆不方便，你总不能让自个儿老婆出去，说你跟谁上床交换个情报吧？那你这心里怎么想？所以燕子当时呢，主要是配合这个。另外呢，执行一些这个性方面的讹诈，就说我这个跟你上床怎么，然后拿这个敲诈你，这种事情可格勃干的是比较多的。那么不光是这方面，也有利用男色。苏联原先有个叫伊尔诺夫上校嘛，在这个英国认识了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叫克里斯蒂娜。这克里斯蒂娜几乎跟英国议会的一半以上议员都上过床，那有名的交际花。结果这伊尔诺夫上校就把他拿下了，通过他获得了大量这个当时英国的情报。后来这伊尔诺夫上校回国之后呢，写了一本书叫《裸体间谍》，结果他老婆看着了，好啊，你跟他和外边还有一腿呢，跟他离婚了。当然这些招法不一定都好使，有时候也失误。咱们以前我记得在其他节目里我讲过这个，就说这个当初印尼的总统苏加诺到苏联去访问，苏联就想呢用办法收服苏加诺的，让他对抗美国去，跟苏联站在一块儿，就派几个这个科格勃女间谍勾引他，跟他上岛，然后呢在他住的宾馆安上摄像头，所有这些他们床上的场面都拍下来，弄成录像带给苏加诺看，你看你要不跟我们站在一条，我们就给你公布。苏加诺乐了，那这算啥事儿啊？这不就你们给我送的礼吗？我来了，你们看我喜欢这几个女孩子，就招待招待我。这录像带你再多复制2盘，我拿回去给我们国家老百姓看看，我们老百姓都得佩服。你看咱总统多厉害啊，多有男子汉魅力。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成了政治上一个笑料。还有一次呢，准备利用其他方式的，比方说法国驻苏联大使馆，这个大使呢是个同性恋，就看上了这块有一个苏联的一个外交官参赞助理，结果当时呢就利用这个呢，利用男色勾引他，同性恋嘛，也拍了录像了，说你这要不跟我们一条心，就把这袋子传给你的祖国，让大伙看看。这法国人乐了，说你传吧，我们法国人浪漫，我们上级都知道我是同性恋，这有什么呀？这是人之所大，欲存焉，你怕什么呢？所以就说有时候科格勃呀，他这种性讹诈的方式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好使，也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那么我们说到了1991年呢，叶利钦上台，苏联解体，把整个的这个可格勃大卸八块，分成4个局，但是有一个局呢叫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依然肩负着以前科格勃同样的使命，但是出于经费和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他已经再难负当年科格勃的威风。但是2004年呢，当普京全面掌权以后呢，把当时契卡的头目他的老前辈吉尔任斯基的雕像本来都拆除了，又重新竖起来了。而且普京本人呢，由于是可格勃出身，他对这方面非常重视，因为普京当年在从事可格勃的时候呢，有非常出色的成绩，而且那个时候可格勃人员就认为他不仅能当好可格勃，同时还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因为当时85年的时候呢，把这个普京呢派到了这个民主德国，民主德国当时有城市德累斯顿，德累斯顿里边有科格勃的办事机构。但是89年的时候，柏林墙拆除之前呢，整个这个东德乱七八糟，老百姓上街游行，冲击政府大楼，抱怨苏联对这个东德的控制，当时就要冲击德累斯顿这科格勃办事处。普京当时呢很冷静，就站出来给大伙解释问题。结果这些要打砸抢的这些人，你院里为什么有东德牌号车完了普京说这是我们跟东德关系好，东德允许我们使用东德牌照的车。当时有的人又骂又什么，说你干嘛呢？我就是个翻译。当时现场是咱不说花言巧语吧，一会儿慷慨激昂，一会儿威胁恫吓，一会儿花言巧语，把现场稳住了。这时候上峰来了命令，可以用武力，就是真闯咱真得打。这时候普京声色俱厉的，我们要捍卫我们领土，谁敢进来，对不起，我们苏联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围攻这些人一看，好汉不吃眼前亏吧，一点点就散了。就是可格勃，当时普京在做可格勃的时候，在海外工作的时候，
不仅展现了他可格勃的这种硬气，同时一看政治上也很有手腕，表现很不错。所以普京到现在都说，我一辈子都以曾经当过可格勃为荣耀。所以普京控制局面以后呢，应该说对于这个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来讲是个利好的消息。但是呢，经过苏联的这种政治巨变之后呢，他这种对外情报的机构，我们看部分的得到了加强。尤其现在呢，世界范围之内呢，俄罗斯作为金砖4国之一呢，也试图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多的话语权。所以难免呢，除了政治情报以外呢，还要在经济情报各个方面和美国呀、其他西方国家呀一争雄长。所以这个时候，普京支持下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能不能再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像当年冷战时期那样形成对抗，咱们今后接着往下看，拭目以待，看看这个普京他作为可格勃的一种杰出代表，他管理之下的俄罗斯还会不会再出一个精锐的可格勃。最近这几年呢，随着墓地的价格累累看涨，有一个词儿流行起来了，叫死不起。其实每年呢，清明节前后这个词儿也流行，但是今年你会发现死不起3个字在媒体出现的频率比往年高了。为什么呢？因为喊着死不起的这些人呢，受到了一个物件的强烈刺激，什么呢？天价墓地。我们这死都死不起了，现在我们都是工薪阶层，要买个墓地是挺奢侈的事儿。不结束也得结束，你怎么办？老子去世了你怎么办？收入不太高的也不一定能够承受得了，那都是给有钱人预备的，你一般没钱的他买不动。其实所谓的天价墓地呢，已经存在已久了，尤其是今年它还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反差。因为我们经常说天价墓地说死不起，是相对的活不起，说好多城市房价这么贵呀，我们这个买不起房子呀，这活不起来。现在墓地又这么贵，死也死不起。但是今年我们说，在这个整个政府的宏观调控之下呢，你会发现呢，各大城市的房价是有不同程度的下跌的，就是房价在往下降，可是今年墓地的价格没有往下降，依然在往上涨，涨得还很邪乎。清明时节雨纷纷，一问木价欲断魂。清明节前，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公布10大天价墓，一些地方豪华墓地的天价令人啧舌。10大天价墓排行榜显示，厦门安乐永久墓园售价870万元，太湖西洞庭山岛豪华墓售价300万元，深圳公共墓园西丽报恩福地78平方米售价220万元，重庆华夏陵园一墓地以188万元被称为重庆最牛公墓。墓地堪比豪宅，天价令人啧舌，许多网友纷纷感慨死不起。一要牵涉到征地费用，2要牵涉到道路建设，道路建设还是一大笔费用。第3呢，还要牵涉到整个墓区的你一层一层墓区石头建造这个成本。第4个还要牵涉到绿化。第5个还要牵涉到管理人员的工资。还有专家分析，传统观念也成了高墓价的幕后推手。作为我们殡葬的从业者来讲，我们提供了比较多种类型的这种葬式葬法。那么作为市民来讲，可能所拥有的就是传统的那种入土为安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安葬的一种理念在这里。那么实际上像我们的花葬产品的话，680元，我想现在任何一个家庭的话都完全能够承受。那么像我们的殡葬也才有3000多块钱。那么天价墓地频现究竟是因为什么呢？这个天价墓地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这天价墓地不是不讲理，讲理，就是它的出现，你并不能把它完全看作畸形。你那么想，咱们过去古人类，中国当时没多少人，连年兵荒马乱，还死人死的比较多，能有多少人有那种待遇，就是死了之后啊，买个棺材呀，就这么恭恭敬敬，后边给他下葬了。好多人死于兵荒马乱，所以当时呢，这个坟地呢占不了多少地方。中国人本来也少呢，现在中国13亿人口以上了，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了。你说每个过世的人都想要那么一块地方，你想想，这坟地得有多少？而且城市里边这个地价越来越贵，你甭管是坟地
阳宅阴宅还是建房地产那个，那不都一样占地皮吗？所以你要这种情况下，你想想大家都想要这么一块坟地的话，它价能不贵吗？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原因，天价墓地的诞生是由于资源的稀缺造成。现在我们预计几年以后，10年左右时间嘛，这个妙峰山陵园这个地基本上墓地基本上要进入枯竭结束了。毕竟土地的资源来讲的话，就是越来越稀少，中国的人口又那么多，我认为的话，采取节地的环保的战法，是我们未来必须要推崇的一种趋势。咱们原先城市里的墓地在哪儿呢？不就城郊一带吗？现在城郊一带都寸土寸金，可再往外是什么？是耕地。咱们有18亿亩耕地红线的指标，不能乱占耕地。所以这么弄的话呢，弄得建墓地的地就越来越少。它一少，这个价钱肯定就贵。所以说这个墓地价高，它是一种合理化的体现。第二点呢，你看那天价墓地都什么人买下来？有人说那都有钱人，不错。但他为什么要买这天价墓地呢？不外乎这么2个心理因素。头一个呢，让大伙看看啊，你看我孝顺我爹我妈，二老没了，我弄这么大墓地啊，周围环境修得特别好，爹娘生父母养，我这得报答九泉之下的父母。也就是说呢，是为了给老辈人给自己家族脸上争光，我们孝顺，我们门风好，这是一个心理。第二个心理还很有趣儿，很多人不承认，其实他心里就这么想的。过去咱们说谁家兴旺起来了，有个迷信说法，人家那祖坟冒青烟了，所以才出这么一位。过去阴宅是最讲风水的，要请风水师来给看啊，这个地方是不是适合下葬啊？因为这玩意儿上有所好，下必奉之。你看皇上葬的地方，北京这什么四三陵啊，那边这个乾陵啊，都挑的好风水地方，什么青龙蜿蜒、白虎驯服、玄武垂头、朱雀翔舞，得挑这样的好地方。那么咱们现在有一些人，比方说有俩钱的，他也琢磨，我呀得挑块好坟地啊，把我们家好风水延续下去。不光我这辈儿有钱，我儿子那辈儿，我孙子那辈儿，我们家辈儿辈儿有钱，辈儿辈儿有权利。他可能心里怀着这样一种念头，当然这个念头你也不能说人错，谁不想子孙后代过得好一点呢？所以一个是厚葬长辈给自己家族脸上贴金啊，咱孝顺；再一个是呢，给子孙后代挑个好风水的地方。所谓这些呢，大致也跳不出封建迷信那点事儿。所以这2个原因，土地还稀缺，还有这2种心理因素作祟，那么这2样一合，好，天价墓地就诞生。咱们有这么多人喊说死不起，我倒觉得呢，除了是对这种现象的深恶痛绝以外，也有老百姓不健康的心。你说死不起，那是你家如果都按照天价墓地那么买，你当然死不起了。所谓死不起，咱们这期标题叫是首口水歌，什么意思？咱们网上有歌叫伤不起，有人说这是口水歌。什么叫口水歌呢？口水歌概念就是肤浅的发泄一些情绪，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那么喊死不起的也是在肤浅的发泄一种情绪。为什么我说的肤浅呢？是死不起是什么？你非按照豪华的死法死，你当然死不起。好多城市也推出那种，比方说这个树葬啊、花葬，这个设立一个幕墙，把骨灰盒往里一放就完了。有便宜的呀，也有那说是这个地方更小一点的，够放骨灰盒就行的墓地。可是很多人呢只这于不顾，我非得买好一点的、气派一点的，来要这面子，要这虚荣心。你说这是真死不起吗？是你不愿意这么便宜的死，非想豪华的死，你当然死不起了。如果你真到最后你非追求这个，我一定比方说给我爹妈买块好的墓地，或者如何什么的，那绝对不是一种理智的行为。我们这里是高尚社区上风上水地下 CBD 人生后花园，按均价仅售人民币3万元整，值得一生典藏。哪个最贵要哪个，是那是俺师傅天生就好个面子，是上了那面也得让他风风光光、漂漂亮亮的。中华民族是有厚葬的传统，但也有薄葬，也有因陋就简的传统，也有死人不麻烦活人的传统。你不能光盯着说这个啊，过去你看达官贵人怎么葬，这就像什么呢？咱们说这个社会上有钱人真多，为什么你会有这样感觉呢？你天天眼皮往上翻，就看那有钱的人，你怎么不看那没钱的人呢？
所以自古以来呢，很多人都盯着皇上、达官贵人，你看他们一下葬，那地方那大，皇帝陵那大，还有守孝的，有干嘛的。在中国民间古时候，薄葬也有优良的传统。你像当时诸子百家里有个墨子，墨子他就提倡薄葬，而且墨子的薄葬呢很有现实的一些依据。墨子薄葬就说你啊，棺材啊不用那么厚啊，不用那么好，因为成殓死人，死人早晚也烂了，回归天地了，你用那么好的干嘛？再一个也不用长丧，就是你再守孝3年用不着。亲人下葬了，赶紧你该干嘛干嘛，你该挣钱挣钱。为什么呢？这叫死人不麻烦活人。假如说去世的你的长亲，他要看到你为了葬他而付出那些努力也有什么的，哎呦，把自己日子过得混乱不堪。假如他九泉有知，他能愿意看到吗？他也不愿意看到。你看就七仙女和董永的故事，那董永不就是吗？自个儿父亲死了，为了能把自己父亲整个棺材下葬，卖身啊，给人地主家打工。假如九泉有知，他父亲看了心里也不会痛快这个事儿。所以我说其实薄葬在一定程度来讲就是我们说的死人不麻烦活人这个传统。人都死了，那么活着的人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不能说万贯家财不要了，解心疼，轰轰烈烈的办个丧事，你活人还得往下活。我们说千官自门出，家族好兴旺，子在父先亡，孙在祖乃丧。就你一辈一辈的往下传，越过越好，这才是家族兴旺。你说上辈人一没了，我钱也不要了，我都办丧事了，把日子过穷了，这绝对不是你的祖宗八代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我说其实薄葬死人不麻烦活人，这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绝对不是丧事大操大办要厚葬。我倒觉得那4个字说的最准，厚养薄葬。就说你养老人的时候，老人在世的时候你对他好一点，他都能感受到。所以厚养薄葬，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说到这个厚葬薄葬啊，网上有很多网友啊对这个事儿啊做了一些有益的思考。我们看一下网友的微博。第一位朋友说呀，人死了之后啊，烧成一把灰，还知道什么呀？买什么天价墓地呀？那不就是活人在给自己争面子吗？第二位朋友说的更有意思，说我觉得我死了之后啊，就应该抛到大海里喂鱼，我食肉一辈子了，死了之后被吃掉，这最公平了。但是这位朋友是特别洒脱。第三位朋友说呀，死了之后啊，把骨灰撒到江河里非常好。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不就是给我们做出了这方面的榜样吗？有人说老梁你说那没道理啊，我可看到你这电视里哪儿看的竟是那个大办丧事的，你怎么能说这个不是优良传统呢？哎，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中华民族自古还有多种多样的葬法，而且这些葬法多数是因陋就简，怎么着方便怎么来。古代的葬法呢有这么7样：天葬、地葬、金葬、木葬、土葬、火葬、水葬。哎，就是天地加金木水火。说都什么葬法呢？我一说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也是薄葬的传统。咱先说天葬。过去有一种葬法，就是人死了呀，把这尸体摆到一个台子上，然后呢把这尸体的肢解了，空中有老鹰飞过来喂老鹰，这叫天葬。天葬体现的是什么呢？说这个人呐吃肉也吃了一辈子了，自己死了，肉身呢为动物完成了一次循环。人本身就天地精华之所居，死了之后再回归天地，一了百了。其实我倒觉得这是挺洒脱的一种方式，这为天葬，咱们有的少数民族用这个方法。第二个地葬，什么叫地葬呢？人死了，有钱人家呢搁个马套个车，把这个尸体放到车上，没钱人家这尸体就放马尾，一颠子，你跑吧，这马跑了。跑的过程当中没有人驾驶，这车颠，马也颠，就把这尸首啊从马背上或者车上颠到地上，那不管了，颠到哪儿算哪儿。这是荒郊野外，可能荒郊野外有狼有什么过来，就把这个尸首给吃了。那么好，第二天呢，家人顺着车辙和马蹄印找到了，哎，尸体掉的那个地方，好，把剩下的残骨头什么的挖着，直接就摆在地上，然后上边呢搁马
马蹄子踏的万马流平，让你看不着，说这底下埋人呢，这上面该长草该长草干嘛？说我怎么祭奠先人呢？我怎么找这块地方？哎，在寻找这个尸体找到的时候，身边带着一母马和马驹儿，当着这母马的面把小马驹儿给宰了。然后第二年你要想找这块地，你带着这母马往这边走，这个地面已经都长上草了，这个母马走到这个地面哀鸣不止，为啥？他孩子去那个死到这儿了，哎，这就知道我先祖埋在这儿，用这种方法找。当然他不总灵，有时候找不着也就找不着了，后边上不上坟也都无所谓了。这不就是游牧民族因陋就简的一种方式吗？这个叫地葬。再往下说，金葬、木葬、土葬、火葬、水葬。什么是金葬？经常说金棺何厚，玉瓦何薄。有的学校历史的朋友，长沙马王堆，你看那皇上的棺材出来什么样？金属打造的，有的是纯金的，有的是镀金的。慈禧太后那棺材怎么的，哎，这类的非达官贵人、帝王将相不能为之，这为金葬。就是过去最尊贵的人怎么来，那平民百姓想都不敢想。你要敢这么葬，就哪怕你有钱都不行，这叫御制，犯死罪的为金葬。木葬简单了，就是咱过去常见那种搁棺材，哎，把人成殓起来下葬，这为木葬。那么金葬和木葬之间呢，衍生出一个升级版、豪华版的土葬。咱们有的朋友可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这金丝楠的家具可值老钱了，翻跟头往上涨，涨得比黄花梨都高。这个金丝楠过去就被认为是做棺材的好料，因为它呢防腐烂，腐烂的比较晚，所以一提上好的金丝楠里面挂阴沉铃。什么叫阴沉铃呢？就是金丝楠木泡水里或者搁地底下时间长了发硬，用这种硬的金丝楠做里子，然后外边正常金丝楠做外边。为什么说这是金葬和木葬之间一种方式呢？是豪华版呢？为什么叫金丝楠？把这木抛开，木头里头好像有那金丝似的，对着灯一晃挺亮，这是金丝楠木。所谓金丝楠木做寿材最理想和什么有关呢？无非就是这木里头跟金里的金。平民百姓用金丝楠下葬，获得一种达官贵人的感觉，其实这也是要面子。这为木葬。金木水火土。水葬，水葬可能有朋友想起来，去年本拉登不是被击毙了吗？击毙之后也怕说把本拉登要埋到哪儿坏了，那成恐怖分子圣地了，又麻烦，就这么的把他在大海上啊，说白就给扔海里，这叫谁？这个叫水葬。有的民族呢说回不去故乡了，要在海边死的，那就顺海漂流，哎，这个为水葬。火葬简单了，就是咱们现在的大多数人到火葬场火葬，一把火烧了。过去有时候有的大德高僧啊，或者说某行业的人呢，死了之后呢，哎，直接用火点化成骨灰，一了百了。这骨灰呢，直接就撒到地面，也没人管没人问，这为火葬。好多呢出家之人了无牵挂用火葬。土葬是什么呢？是这个人呢，咱们有的朋友知道，他死了之后呢，你比方有一个民族的风俗就是衣服都脱光了，然后把须发都剃净，缠上白布，立着埋，脸冲西。哎，这是有民族是用这种葬法，这为土葬。等带棺材那叫木葬，不叫土葬。所以你看天葬、地葬、金葬、木葬、土葬、火葬、水葬这种葬法，那个金葬也得是你有那条件，就是每一种葬法都是根据你现实条件来的，而不是说超越现实条件，我没那条件我非得怎么样。所以我们说这个呢，在我们民族传统里边有这个宝藏。所以你从这点来讲呢，咱们现在呢有很多简单的这葬的方式。你像树葬，把你骨灰撒到树底下，这上面种棵树，你的生命跟这树又连一块了，不挺好吗？树葬。花葬，这弄一排花坛，上面各种各样的花，把这骨灰埋到这底下，搞一个什么树墙之类的，骨灰撒到这里边，这都属于简单的葬法，花钱花的非常少。还有的现在的海葬，就把骨灰直接扬到大海里，或者撒到江河里边。其实我觉得无论用什么方式，你的骨灰什么的跟天地循环走到一块了，你就等于回归了自然界。这种终结呢，不光是意味着死亡，还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包容。
就像西方哲学家把死亡比作什么？比作一条河，人生是一条河。你的青少年时期是上汹涌澎湃，你的中年时期是中游，含蓄深沉，到老年时候是下游，开阔淡定。那到了入海口呢？大海终结了你，你死亡了，但大海同时又包容了你，水流千遭，终归大海。你要这么考虑死亡问题的话，你说呢？几尺墓穴啊，还是用什么样的葬法，那能怎么地？所以我是希望呢，每个人呢都有这样洒脱的情怀，并且把这种情怀能够切实影响自己的后人，在对待丧事的问题上能够洒脱些，能够相对的比较开放的看待这个世界，看待这个生与死。最好的方式就是今后我们就终结这个天价墓地，让这个天价墓地干脆就没有市场。所以到那时候我才觉得人对生死的这种看法才达到了一种超然的态度。在山东枣庄地区，就是过去铁道游击队那个地方，绝迹多年的野狼又出现了，制造了7起袭击人的事件。那么在山东枣庄滕州市警方的努力之下呢，今年3月19号终于打死了一只野狼。由于人类活动的面积越来越扩大，那么原来野狼生存的地方呢，基本上已经不具备一些生存条件了，所以说野狼在当地也已经绝迹了多年了。那么这回怎么突然又回来了呢？所以当地还有些人呢，感觉到对这个事儿啊，既有点心慌，又有些疑惑。那么有人也给出解释来，说一个是可能这个地方啊绿化多年了，恢复这个森林生活形态，很可能呢具备了这些狼繁殖生存的条件，狼又回来了。也有的人说现在正赶上春天，这狼繁殖阶段，食物需求量大，这狼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所以说才跑到山下开始袭击人和袭击牲口。那么这个事情呢，打死这头狼这事没过去几天，3月23号呢，当地警方又宣布活捉了一头母狼，给抓起来了，送到当地滕州市动物园去了。但是没2天，当地有个姓王的居民提出来了，那根本不是狼啊，那是我家里养的一条狗啊，哈士奇狗，就雪橇犬，长得跟狼挺像。结果这王先生呢，找到当地公安部门，这公安部门赶紧就找人来一测，发现动物专家说这确实是哈士奇，不是狼。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有的对这个养狗是内行的，知道哈士奇的基因呢有 99% 和狼像。说他俩像到什么程度呢？你比方说这画面上出现一个哈士奇一个狼，你有时候可能会把狼认成哈士奇，把哈士奇认成狼。那么他俩细区别是什么呢？我给大伙说说啊。首先一个最主要区别在眼睛那儿，哈士奇的眼睛呢比较圆带圈的双眼皮儿，而狼的眼睛不是，狼的眼睛向后倾斜有45度角，看着要比哈士奇显得更凶一点。这是眼睛。第二个呢是尾巴，狼的尾巴始终是夹着的，垂直向下夹着，哈士奇的尾巴呢是卷起来的，也能往上竖。这个咱们有个历史上有个笑话说这个事儿，说纪晓岚和和珅。纪晓岚当时那官呢是礼部侍郎，就是文化部副部长；和珅那官呢是吏部尚书，就等于是组织部的部长。两个人在一块大堂上聊天，突然间跑进了一只狗。和珅想骂纪晓岚，跑进这狗你分不清它到底是狼呢还是狗呢，所以和珅问纪晓岚，纪大人，是狼是狗？表面说是狼是狗，其实纪晓岚不是这礼部侍郎吗？一说是狼是狗，纪晓岚哪能吃亏？纪大烟袋马上就反驳，何大人，这得看它尾巴，垂尾是狼尾巴垂下来的是狼，上竖是狗，往上竖起来是狗，这不是谐音吗？垂尾是狼，上书是狗，你吏部尚书你是狗。你看这个笑话就说明了，狗它可以晃动摇尾巴往上啊卷着，狼不能，始终夹着尾。第三点呢，哈士奇这4条腿比较均匀，差不多长差不多粗，狼不是，狼的2个前腿特别粗壮还长，后腿呢相对弱短。你看我说个成语叫狼狈为奸，就从这儿来的。这个狈和狼相反，狼是前腿长强壮，狈是后腿长强壮，前腿短，狈甚至能立起来。说狼狈为奸呢，这狼和狈两人合伙偷这个羊圈里的羊，可是羊圈呢又高，这栏杆还在这，这狼穿不过去，怎么办呢？这个狈啊，这不2条后腿强壮，能站起来吗？他站起来，然后这狼呢骑到他脖子上，然后2前腿搭到羊圈的栏杆上，啪才进去。
把羊咬死，然后想法再弄出来两个吃。所以狼狈为奸从这儿来，所以狼的前腿特别粗壮，所以这跟哈士奇区别。最后一个区别呢，就是它毛色是不一样的。狼的这个后背的颜色灰色棕色是保护色，跟草啊跟什么挺像。哈士奇什么颜色都有，白的呀、花的、黑的什么的都有，花色比较多。所以正是靠这些明显特征才把哈士奇和这狼给区分开。但是哈士奇跟狼这么像，它可不是无缘无故。有一点它和狼比较像，就是它在恶劣自然环境下生存的本能，包括捕猎。这一点可确实是狼性在它身上依然存在。我们都知道狼捕猎的特点，可以有比较强的忍耐力，伺机而动，而且组织性很强。哈士奇作为雪橇犬，它在恶劣自然环境下的捕猎能力多多少少从它老祖宗狼那儿有完整的遗传。这个呢不用我说，过去有一部好莱坞电影叫《南极大冒险》，写的是呢几条哈士奇犬雪橇犬在南极那被困住了，他们为了生存，其中有一段集体捕杀南极的海鸟，那一段拍的惊心动魄，而且特别精彩。你看刚才这段精彩不精彩？反正我们当时在电影院里看这电影的时候，当这一幕完事之后，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为这哈士奇叫好。为什么呢？不仅仅是在捕猎之前呢，这种隐忍而为这种战术，关键你看把这鸟抓住之后呢，他们并不是贪吃，而是放到领头那儿进行一次资源再分配。真实狼群的捕猎，这个水准要比哈士奇要精彩得多，而且场面要大得多。当年有一本书，有个作家姓姜，写本《狼图腾》，很多人看了之后，这才了解到狼的习性。有人说这小说是不是编的呢？咱们先不从这角度说，现实当中的真事儿有时候比小说写得更好。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呢，一个部队的战士，他回顾当年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亲眼看到的50-60只狼围歼2-3千只黄羊的场面，当时把他震撼的不得了。那么今天我把这故事给大家讲的，你看看在草原上生存的狼，它是多么有纪律性，多么的有韬略。这个战士呢说，他当年呢在这个内蒙那边，这个牧民呢每年这个放牧的时候都特别注意，在离自己相对远点的地方呢留上一片冬季牧场。这个冬季牧场呢，春夏的时候搁这个铁丝网拦上，防止牛羊进去吃草去。为什么呢？等到冬天别的地方这个草都没了，可以到这儿吃。咱们汉民族是什么呢？手里头有粮，心里边不慌。牧民呢有草他就不慌，所以这有一个天然草场给围上，等着冬天用。可是赶这年冬天呢出事了，从蒙古那边呢过来等有大概2-3千只黄羊。这个黄羊这个动物就是它吃草是吃，它还祸害，就吃的多，能够几天功夫把你这片冬季牧场都给祸害了。这黄羊对自己速度特别自信，就你一碰它，滋楞它跑了，你永远追不上它了。狼是追不上它，这牧民骑着马套那黄羊都套不住，而且黄羊呢在那放心的吃草喝水，你只有到身前赶它了，它才跑。所以它一旦进入牧场，那就是牧场的灾难。咱们这农业民族说嘛，蝗灾是指蝗虫，牧民说的蝗灾是指黄羊。所以大片黄羊来了，蒙古人说你们这样，来，咱们都趴着，穿着白皮袄呢，这是下雪的天还有雪呢，趴在雪坑上，你看那边山头上有狼，一查呢也就10来只，你再看那边山头上又10来只，那边又10来只，三面山头上都有狼。他说这些狼是一伙的，要干嘛呢？他要把这2-3千只黄羊都拿下，就50头狼能把这么些羊都给拿下？他有办法。一看这些羊呢挺放心的在那儿吃草呢，这些狼在山顶不动，其中有一个头狼，那些狼都趴到那儿休息，只有这头狼立到那儿往下看，他怎么不攻击呢？人家明白人跟你讲了，你不了解狼的组织性纪律性。狼群里头呢，领头这头狼，他必须为整个狼群过冬负责任，你不能光他这个能抓住羊的吃饱得了，还有老弱病残呢，狼里边也有老弱病残了，还有小狼呢，你得管一冬的伙食。头狼的想法是这一冬的粮食我都得预备出来，所以他旗帜不在小也，他最少这一下子得弄住几百只上千只。50头狼怎么弄几百只上千只？在这观察了有3个多小时没动静，羊在这吃草，
狼在这看，一看这羊呢在这吃草了，他等着，因为他上去抓也抓不住，羊比他跑得快多了。吃完草再看他喝水也别弄，他就吃完草吃饱了，你也逮不着他。然后这黄羊呢吃饱了喝得了，找一个背风的地方草厚的地方躺着准备休息，说这时候你上去吗？这时候狼有清晰判断，那也不上。为什么呢？这个羊在睡觉的时候，你看身子睡了，眼睛和耳朵可灵着呢，随时有动静，他只要起来跑了，狼永远别想追。所以狼还能等，等什么呢？我能等你一宿，我就离你不远的地方趴着就不动。因为这个黄羊呢，它不喝了水了吗？到将近天亮的时候，这个水就会转化成尿。这个时候他还没等撒尿呢，到天亮时候狼上去抓他去。说为什么这时候就能跑了呢？能抓他呢？因为这个黄羊啊，它是尿这时候没撒出来，没撒出来，在它的尿泡里呢就越鼓越大，而带着这个尿泡跑啊，这黄羊跑不多远，这尿泡一颠容易颠碎了，一颠碎了黄羊后腿抽筋，跑不远就被狼抓住了。所以狼就能这么等你几天，到一看你草也吃了水也喝了，要到天亮了他赶这个时候才抓你。万一等黄羊把这尿撒出，轻装上阵，他又追不上了。就看山顶上这个头狼发出一声低叫，哦，3个山头狼唰50来只往下冲。这时候这些羊呢正处于天蒙蒙亮要起来要撒尿的时候，狼突然冲下来了，措手不及，有的羊吓得直叫唤，有的什么开始四散逃窜。这时候狼上来开始咬，这只直接给围到里头了。有一个奇怪现象发生了，咬死了不吃，就把它扔着，接着咬下一个，这就是狼的纪律性。虽然这些狼也饥肠辘辘了，可是他要用这个时间咬死一个搁那，再咬下一个，为啥？不光自个儿吃，还要给族里的其他老弱病残狼来吃的。你看这个多高的纪律性！当时这些战士纳闷，怎么他为什么3面山头围着，放一面呢？所以这时候头羊领着剩一点呼啦啦都奔那个往开那一面跑，跑着跑着，那头羊在头了停下脚步，怎么呢？下边是个坡，坡下是个大雪壳子，这雪深得有半米到1米，说白了这是个活坟地，羊只要下去跑不动了，陷到雪里头了，然后就得冻死。这个地方是狼群有意为3面围你，让你羊往这里跳，跳到这里你不是冻死就搁里动不了了。所以头羊跑到这儿也意识到了这是狼群给设置陷阱，怎么办呢？这个头羊也很镇定，一掉头领着一群羊把这个羊角往前顶，往出冲，选狼群最薄弱的地方硬往出闯。这个时候你别羊多狼少，要真这么冲2败俱伤。这头狼呢也喊叫了一声，让这狼群撤了，把这个头羊领着这些精锐部队让开，这能有几百只羊跑了，再围过来，剩下这些羊被狼一追没办法，扑通扑通扑通都跳到雪河里，全军覆没，就剩下这1000多只羊掉里头都冻死了。这时候头狼再喊一声，表示战场打扫完了，前后大概有也就是1-20分钟的时间，干干净净的打了一场歼灭战。然后这些狼再回到前面咬死那些黄羊的尸体边上，大快朵颐一通吃，然后把剩下的食物给这个旁边的小狼啊，还有后边那些老狼啊病着他吃。所以你看这个狼等于在围猎技巧上和这个对于食物这种综合分配上，从长远角度考虑上，狼是非常有计划。所以这时候呢，有好多咱们说人类学习狼这种围猎作风。你看成吉思汗当年他的这个蒙古铁骑军团呢，在草原上经常和狼打交道，他们就学习了狼很多围猎的方式。就是成吉思汗的这得叫儿子拖雷，拖雷在跟金国的大兵对峙的时候，当时他就是3万人马，金国有20万，这个拖雷就能等到大雪封山，他们都准备好防冻的一些东西了，金兵猝不及防，被冻伤了大半，然后一鼓全歼，一下子蒙古国当时灭了金国。那么这段历史呢，其实也说明当时蒙古军队从狼的这种围猎的忍耐性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恶狼重现山村，警民全力搜捕。一匹狼挑动了多少人的神经？狼的猎食技巧为何如此高超？狼的纪律和耐心究竟如何形成？
桀骜不驯的苍狼又是如何被人类驯化？狼子野心、狼狈为奸的成语又因何而来？老梁观世界，狼来了。咱们都说狼子野心、狼心狗肺，没什么好词儿。你看三国里头，曹操看自个儿儿子曹丕呀，跟司马懿、司马仲达走得挺近，他还跟自己儿子提出警告，说你可别接近司马懿这人。你要记住，永远要防着他。怎么的？司马懿应是狼顾，久必成心腹之患。什么叫应是狼顾？说司马懿那眼睛看谁跟老鹰看特毒。狼顾是什么呢？顾就回头啊。这狼往前跑的时候，能把头转过来往后看，而奔速不减。说司马懿就能，你把司马懿下朝了，曹操在后边喊仲达留步，司马懿还能往前走，脑袋往后看，前面走不停下来。说这人都狠呐，狼鹰一般的。所以司马懿应是狼顾，久必成心腹之患。你看这个狼有组织有纪律，也是有自己绝对的独立能力能生存。可是现在为止，这个人太厉害了，啥动物都怕人。有个动物学家跟我讲，说为什么东北虎你去你永远在山林里见不着？不是没有野生老虎，有，这老虎都有遗传基因。你甭说扛着猎枪进去，你扛个棒子进去，老虎多眼看你吓得都跑。它基因里有这个，这人咱斗不过，太厉害了。狼也是如此。最明显的例子，咱们现在这么些家人养狗，狗从哪儿来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狗都是大概15000年前从东亚的狼群进化过来的。人类把狼抓住驯化，或者把小狼崽养大，一点点驯化，变成了现在的狗。其实你会发现，咱们人类很喜欢狗，并不怎么喜欢狼。狼有野性，在自然界有生存的能力，能耐大。狗就不一样了，狗即使不能像狼那么敏锐的捕食，没有那么大能耐，但人喂它呀，它有口饭吃。所以说狼是靠自个儿活命的，狗是靠什么活命呢？有一半是靠人。所以你看，这就是狼进化成狗之后最大的一个区分。当然了，我们可能会赞美自然界中的狼，赞美它了不起，它的组织性、纪律性，它的忍耐，它的剽悍。可是如果人说这个人身上有狼性，那一定是对这个环境产生一些威胁的。我们人里边要具备了那种狼性，往往极为不讨人喜欢。有些恶人呢，总有他生存下去的办法。有时候恶人还很嚣张，那么我们就说，破坏恶人的生态环境，或者灭绝恶人这种生态环境，也就是说不让恶人有他生存的生态，可能人当中的狼也就不复存在。部电视剧啊，火得不得了，很多人不光在电视台看这个电视剧，有的呢是在手机上看，有的呢是在网络上看，有的人看的呀痴痴迷迷、疯疯癫癫，甚至根据这个电视剧里的台词啊，创造出了一种说话方式，叫甄嬛体。哎，这部电视剧就是陈建斌、孙俪主演的《甄嬛传》。这部《甄嬛传》呢，你要仔细看下来，你发现他也没说别的事儿，无非就是皇帝啊跟这3宫6院72嫔妃之间腻腻歪歪那点事儿。视若瑰宝，必不负你。这里有笔墨吗？要笔墨做什么？臣妾要记下来，白纸黑字，皇上就不会抵赖了。后宫里头勾心斗角那些事儿，宫里头不就是这样，算计着荣宠，算计着名位，不算计就不能活。那么这部《甄嬛传》呢，拍的是不错，咱得承认挺好看，但是呢，准确说它是一部跟风之作。跟什么风呢？有人说那不就是清代的宫廷剧吗？还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以前清代宫廷剧，你看什么《康熙微服私访》啊，什么《戏说乾隆》啊，大多数主角不是康熙就是乾隆，这祖孙俩。但是最近这2年奇风突起，突然间他们中间这位，也就是说康熙的儿子乾隆的爸爸雍正，一下子异军突起，成了这类剧的一个主流了，当之无愧的主角，而且称他为四爷。其实四爷呢，雍正倒对啊，他排行老4嘛，胤禛。但是以往我们知道的四爷呢，戏说乾隆里管这个郑少秋演的乾隆叫四爷，论排行叫四爷。四爷，现在这雍正正式成为四爷，而且没别的事儿，就是第一个呢打点，第二个呢当这个居委会主任、妇联主任，调解后宫的矛盾，
所以有不少这网友啊就调侃这个事儿，说你看这四爷呀，整天忙于国家大事，剩下的功夫基本都用来谈恋爱了。所以网友啊调侃做了个片子，叫什么呢？叫《四爷很忙》，咱们一块看看。表面上你只爱马尔泰若曦，其实趁我不备，上蹿下跳，在各种电视剧里谈恋爱。你难道真认为我傻？最近正活跃于电视荧屏，不知你有何评价？如今各家电视台都拜倒在您的魅力之下，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甄嬛，你为何变得对朕如此的冷漠啊？臣妾手贱，扫了一圈电视，看到了无数个你，和各色女子卿卿我我。臣妾奇怪，为什么你现在变得那么怂，变得那么沧桑？为什么呢？谈恋爱弄的吧？你看这里头这个剧啊，从去年开始，好多剧里头都有这雍正。你比方说《宫》里面主角雍正，《步步惊心》里边主角雍正，现在《甄嬛传》又冒出个陈建斌演的雍正来。其实这部《甄嬛传》呢，就是并不是说我们说有的没看过说这么调侃，肯定这是个三俗之作，不能这么说。因为《甄嬛传》里边呢有一些很精致的场景布置啊、道具啊，包括人物对白啊。妹妹今日打扮的好生素净，可是细看起来还是个美人坯子，怎么都是好的。这里边是因为原作者啊对《红楼梦》非常喜爱，他自觉不自觉的呢，把《红楼梦》好多场景啊挪到《甄嬛传》里边了。你看它里头那些食品、那些摆设什么的，包括人物性格，有的都跟《红楼梦》很像。可曾读过什么书？臣女愚钝，看过女则与女婿略识的几个字。这两本书都是讲究女德的，不错。读过四书吗？臣女不曾读过。你像现在网上广为流传的甄嬛体啊，就什么这个今日阳光明媚，本想到后花园小憩一番，避免辜负大好时光，倒也不负恩德，想必那是极好的。就这种文绉绉的半文半白的这样的文体，人管叫甄嬛体，不少人模仿这个，意思咱把生活当中事都能纳到里头。其实什么是甄嬛体啊？很多朋友可能看过《红楼梦》，你知道它就是《红楼梦》里人物对白的一种通俗化，就比《红楼梦》的人物对白呢还要再通俗一点，就是甄嬛体。虽然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就算是旧相识，今天就当做远别重逢吧。那更好了，要是真是这样，那就更和睦喽。所以说这个剧里边呢，还有一些很认真制作的很精致的。可是呢，到现在为止呢，虽然这个剧引起的轰动挺大，看的人很多，可是舆论普遍对它的评价并不高。头一点特别关键，就说这《甄嬛传》呢里头啊，写这皇上沾花惹草，这都无所谓啊，人家皇上后宫这女人都是他的。皇上宠谁，谁的位分就高，否则位分再高，那也只不过是卑贱之躯。更主要的是呢，后宫里边这种争斗，尔虞我诈，写尽了人性的自私、阴毒、残酷、冷硬、荒寒。长得还算清秀。这里头的每个人呢，要么是整天处心积虑的琢磨害别人。瞧他穿的那身衣裳，以为有皇后撑腰就可以在上耀武扬威了吗？要么是自己心惊胆战、如履薄冰，怕别人害他。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何要这样对我？说你这弄的，第一个这不符合史实了，再第二个你总展示这个，你是不是大家心里看着呢就不舒服呢？你把人性的丑恶给放大了呢？其实呢，咱们冷静分析一下了，这个人与人斗体现在什么上？资源、空间都有限，那么人和人之间就要利用规则，怎么能获取更多的资源？
你不管是后宫也好，还是所谓江湖也好，资源总是有限的。你要想争的得到的多，你就得跟人家斗。当然，这个斗呢，我们说正常的斗，合理利用规则，在规则以内，我能力比你大，那我得的资源多。别的小组那里全没有，小组是头一份的呢。还有一种非正常规则，我们就说潜规则，通过乱七八糟的手段啊，通过一些阴毒狠辣的手段，为自己上位呢得到更多资源。不得好死！后宫争宠，向来是无所不用其极，当真是不无胜负。如果这个三宫六院72嫔妃，你说那么个空间，最大资源就皇上，都争这皇上，他不这么斗反而不正常了。只不过呢，这里边呢，为了能够博得大家的眼球呢，把这个东西给放大了，或者做一点变形处理。很多人看了之后啊，心理产生不健康影响，跟着学，把这个套到办公室政治里头，套到这个职场尔虞我诈当中，是有可能学坏。观众在看这样剧的时候，可能在茶余饭后呢，对于你把这种心理阴暗的争斗写到极致，他爱看。为啥呢？咱们看电视剧图什么？就图一个剧烈的情节冲突嘛。你有冲突，这剧才好看。婉婉，朕是一定要除掉老十七的。朕只是给你个机会，你用你的行动向朕表明你对他并无私心。事成之后，你也不会是大清绝无一击的太子，因为他有一位是得朕信任又能干的额娘。但是《甄嬛传》的第二个倾向，大伙批评他的负面，我认为实实在在存在的，就是把雍正啊弄得有点太不符合历史史实，太过于细说了。这个倒是值得警惕的一个倾向。因为咱们现在看清廷剧呢，我们当然不要求每一个剧作都得遵照历史，因为历史有一些大家还没研究明白的。但是你拍了这么大量的剧，全不按照历史来，这也是个问题。《甄嬛传》中的雍正柔情似水，朕心疼自己喜欢的女子，别人爱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宁要美人，不要江山。今夜且再做一回昏君。整日不是欢歌宴饮，就是惹草沾花。那么历史上的雍正真的是这样吗？历史上真实的雍正形象不仅不是沾花惹草之辈，反而基本上可以算得上不近女色。因为雍正在位13年，看过的奏折多达2000多万字，一的奏折360多卷。他在位这13年，除了他过生日他休息1天，或者病的不行了歇着，连过年这时候他都不歇着。就是雍正是一个勤勉于政事的一个合格的皇帝，基本上每天工作到凌晨1、2点钟，批奏章批折子。这样的人他哪有那么些功夫沾花惹草？而且雍正年间了，雍正比较有作为，起码说他是个有作为皇帝。你看摊丁入亩，火耗归公，解决大清的一个财政制度问题，任用像田文镜啊、吕卫啊这样的人呢，汉人，等于是呢选贤不避讳满汉之争。而且他在位上的时候，大清的国库前所未有的充盈起来。你看咱们一提说清朝说康乾盛世，说康熙乾隆，这不对，中间没有雍正不可能有康乾盛世，你准确说是康雍乾盛世。康熙在位61年，南征北战，大清的国库让他折腾差不多了。康熙61年死的时候，大清户部里头，就是户部就财政部嘛，国库剩多少银子呢？总共就剩了800多万两银子，可以说国库空虚。这国库空虚2个原因，一个总打仗，第二个贪污出亏。雍正上来呢，一方面休养生息，另外一方面呢，惩治贪官污吏反腐败。到雍正死的时候呢，大清国库已经充盈到什么程度？有6000多万两银子了，翻了好多番了。所以顺利的过渡到乾隆年间，大清最富裕最兴盛的时候。所以雍正呢是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雍正呢他在位上，他不仅有作为，这个人有想法。我给你举一个例子，雍正年间有本书叫《大义觉迷录》，
这个书是呢，是皇上亲自编辑的，内容是什么呢？是皇上审犯人，审一个政治犯，这雍正和政治犯一问一答，组成这么一本书。皇上，皇上，你叫他皇上？你以为他是谁呀？老朽该死啊！老朽罪该万死啊！请皇上恕罪，请皇上恕老朽广北之罪。接着写。最有意思，这个书呢，在雍正年间刊行天下，文武百官老百姓都能见着。可是到乾隆他儿子一上来，这书成禁书了。也就是说，当今皇上做的书，爹的时候可以号令天下，到儿子的时候成禁书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这《大义觉迷录》哪来的呢？这是说雍正初年呢，大清川陕叫岳钟琪，是个汉人。川陕这个地方位置特别关键，往南可以遥控湖广云贵，你再往北呢，对北京这边那兵打来马上就到。再往西呢，是大清啊跟这个青海、西藏、新疆联络的大本营，所以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历来呢，把它定为叫满圈。什么满圈呢？只有满族的贵族才能担当川陕总督。但是雍正一上来，重用汉人岳钟琪，结果这传闻就开了，说岳钟琪是岳飞后人。岳飞哪儿？南宋的。南宋让谁灭了？让金给灭了。金后来变成后金，后金努尔哈赤后来改成清朝吗？就是金灭了南宋，后金又灭了明朝。所以这岳钟琪呢，于国于家，他老祖宗岳飞嘛，都得报仇，都可能谋反。所以这是当时有人呢冤枉岳钟琪。其实岳钟琪呢对大清是忠心耿耿。那么这个传言呢被湖南一个书生这个书生叫曾静。这个曾静呢考上了秀才之后再考就考不上了，然后回到家里头呢就开始教徒弟教学生。这个时候呢他受了吕留良的徒弟的一些影响。曾静呢跟吕留良的徒弟啊学生往来的时候，吕留良已经死了，但是这个曾静接受吕留良的影响，认为华夷之辩是第一位的，华夷之辩要大于君臣之伦。就是你是皇上，我是臣子，可是呢你是外族，那跟你就不用讲君臣之道，我就可以谋反，我把你推翻，反清复明。吕留良当年写诗嘛，清风随系难吹我，明月何曾不照人，他就有反清复明的想法。所以曾静受这个影响，一看说岳钟琪呀，川陕总督，岳飞的后人，可能有谋反之意。曾静觉得是个机会。岳钟琪今天报来的奏折，说是有个叫曾静的湖南人，派他的弟子到岳钟琪那儿策反，给朕列了10大罪状，把朕说成是古往今来最大的暴君。照理说这第一个悖逆谋反，按大清法这曾静张熙都得咔嚓砍头，凌迟都得。可是雍正没有，雍正处理这事儿跟谁都不一样。他怎么处理的呢？雍正想拿着事做文章，他不仅没杀曾静和张熙，反而把他们叫到跟前呢，一对一的问答。你就是曾静？老朽就是。然后把这个问答写下来出版。他干嘛呢？他给曾静洗脑，说你怎么能说到华夷之辩呢？自古以来这个夷你就很难分清。尧舜禹的舜人称东夷，周文王是你汉族人吗？姬昌被称为西夷，西伯侯吗？没有这个说法。谁占据了中原位置得了皇权，谁就是正统。说这个雍正费这么大劲对一个穷知识分子说这个干嘛呢？因为那个时候他面临着两个关的，第一个，很多汉族人还反对满族，还有反清复明的意识，所以必须得把华夷之辩扭转过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上位的时候虽然说不是说像野史说那样又害自己爹说，但是雍正呢确实是斗败了若干个兄弟，像8阿哥、14阿哥、9阿哥，这个咱们看雍正电视剧里都能看到，等于他把这些人都给压服了。那么这些人呢不甘心让雍正继位，四处散播雍正的罪状。主子，这信里说的是谁呀？用害父害母、杀兄杀弟的，还贪财好色？不知道吧？
这个人说的就是朕。怎么会？哪条疯狗敢这样辱骂主子？雍正正好借着收拾曾静这个文字狱这个事儿，把这些乱党给压服了，把这些潜在的威胁他政权的人给收拾了。所以他要利用曾静、张熙这个案子，没有杀曾静这师徒俩，反而让他们呢到苏州、杭州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说白了就像讲师团似的下去宣讲，我错了，我不对，当朝雍正爷圣明，我不应该有华夷之辩，让他们充当反面教材，到各处讲学，然后凡是要有想害他们俩人的，给我严惩不贷，要保护好这个反面教材。所以雍正是有想法的，而且也收到了效果。但是我们说呢，这种打法啊，有术有效也有限。怎么有限呢？你这大义绝密录里，你得说清楚，就是说，哎呀，我没有这个杀我爹，也没有害我这些兄弟。你为了争辩这个，那难免就得把清廷有些隐秘的事说出来。结果天底下老百姓呢，根本不信你这个的。你越说他反而越猜啊，原来皇宫里还有这种窝囊事的。为了这种争权夺利，互相之间这么残忍呢？兄弟之间、父子之间都不信任，你看，所以反而欲盖弥彰。结果雍正到晚年，你听天底下到处都能听着这皇上来路不正啊，怎么着的，反而大家猜疑愈演愈烈。所以雍正一死，乾隆上来一看，该杀的杀，该记书记书，我一下省事了，采用更严酷的这种统治。雍正在位13年，勤政之名远扬，朕每天批的奏章最少也得5、6千字。大清国库由亏空500万两变为盈余6000万两。同时，他诛杀朋党，推行新政，也因此变得孤家寡人。今天朕好伤心呐！这么多朝廷官员，居然一个个作弊上官。他的功过是非，后世一直争论不休。但有一点似乎并无疑问，那就是雍正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昏君。为了祖宗的江山社稷，朕不能再把南溪留给后人了。所以我刚才复述这段历史什么呢？就说雍正啊，他是有作为、有想法、有心气的。他的心思在这上得花多少？他还能有多大力气？还在后宫里边周旋在脂粉丛中，研究儿女情长、后宫尔虞我诈这些事儿，他没那个精力。所以《甄嬛传》在这点上是绝对的野史。那么我们看呢，野史归野史，拍出来有人愿意看呢。而且现在我们看，由于清廷离我们现实很近，所以有关清朝的宫廷剧层出不穷。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火了得有将近20年了。所以有人说嘛，1644年清军入关，为中国影视剧行业的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话虽然是搞笑，可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就不提以前的康熙，后来的乾隆了，咱就说这雍正。粗略查一下这些年有关雍正的电视剧，就不下10几部。这10几部里边呢，有的是过分美化雍正，把他当做一个有道明君；有的是妖魔化雍正，把他当成无道的暴君；还有一些呢，像《甄嬛传》这样的，把他当成周旋于脂粉堆中的护理朝政的昏君。说实在，这些都没有能从历史的角度公正的认识雍正。最近这些年呢，我们这电视剧领域里啊，有这么一项叫清宫剧。这清宫剧一直都比较火，就反映这个清朝啊题材的。你像这个从那个《还珠格格》开始，后来到这个宫步步惊心，再到前不久火的一塌糊涂的《甄嬛传》，也有人管这类戏呢叫宫斗戏，这都反映后宫啊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那点事儿，咱们很多人特别喜欢看。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这剧里边啊那些贵妃呀、格格呀，扮相啊端庄秀丽，咱们看着很养眼。可是最近呢，也不知道谁这么败兴，他在网上呢弄出了一组啊晚清的时候清朝后宫那些啊贵妃啊格格的真实的照片。这确实是真的，真实可信。一看这些人这个照片里的长相，令很多看惯了清宫剧的网友啊感觉到我简直都接受不了。来，
咱们一块看看。清朝后宫贵妃格格照片惊现网络。影视作品中美艳动人的六宫粉黛，原来竟是相貌平平的普通妇人。真实的后宫佳丽为何让网友直呼难以接受？揭秘真实后宫选妃为何不是选美，其中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步骤和标准，又为何被戏称为拼爹游戏？一个是门第，一个是品行。下毒、暗算、美人计、枕边风，从《还珠格格》到《甄嬛传》，现代后宫戏中尔虞我诈的宫斗是否真实存在？简直就是矫情。皇后阴毒，华妃骄横，雍正多情，你所看到的未必可信。可能您要把刚才这组照片呢对比着看，也确实一般人感到接受不了。你看，明明是这个紫薇那长相呢，怎么一到真实世界里比容嬷嬷还难看？明明这个杨柳细腰啊，看着特别这个苗条，一到现实当中，哎呦，这个胖的都没个样了都。近日，网上传出一组清宫妃子真实照，这让不少看惯了电视剧中妃嫔美丽扮相的网友直呼难以接受。在黑白照片中，清朝宫廷女子相貌平平，面无表情，无论长相、身材、气质，都与现代后宫剧中的美女相差甚远。影视作品中，皇后的形象一般都端庄大气，而照片中真实的隆裕皇后却既清瘦又驼背。在影片《建党伟业》中，刘涛扮演的光绪瑾妃雍容华贵，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历史上的瑾妃却显得身形臃肿，气质平庸。这种反差彻底毁了大家对后宫三千佳丽的美好想象。有网友吐槽，古代嫔妃怎么了？吓坏大家。果然真相是残酷的。你看，就光绪皇帝那妃子的照片，都说光绪皇上一辈子就是一个皇后两个妃子，怎么这整体这水准这么低？很多人由此就觉得纳闷，说这难道真实世界里真就这样吗？不假，确实这样。有人说，那为什么你看皇帝啊，这万千宠爱集于一身，所有这女的都奔他使劲，天下这些女人都是他的，为什么怎么清宫这后妃这么难看呢？这其实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一个呢，我们都知道清朝是关外满族入关建立起来的，它建立起来清朝立国之本是八旗制度。这八旗呢，咱们不少朋友都知道，整黄、整红、整蓝、整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对，不念正，念整。这八旗制度呢，是这个满族兴旺发达的一个根本。那么它随着规模扩大呢，就不光是满族了。我们知道满蒙通婚，满蒙一家，所以有满八旗，还有蒙八旗。后来从这个关外往进打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不少北方的汉族人加入到了他们的队伍当中。所以呢，出于军队建制的需要呢，有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那么按照清朝皇室的规定呢，就说你这个王公贵胄啊，这尤其是皇上、皇族这个，你要想纳妃子或者是正式娶妻，不能娶汉人，当然不包括汉八旗。汉八旗被视同于和满族人是一样的，就是你不能娶汉人，必须得是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从这里边选你们的老婆啊。那么一从这里边选，我们都知道基本上都是北方人，而且绝大多数是满族人和蒙古族人。那么清朝的妃子，有人统计过，后12帝后宫大概是187名妃子，就是皇妃什么都算在内了。其中的满族的得占130多名，蒙古族的大概得有20多名。你想想，剩下的就非常少了，而且一下子呢，等于把中国南方的女人给隔开了。我们都知道美女出自江南多，南方人呢显得那么秀气纤巧，所以这一分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他这里边好多这个后宫女子一个个你看着都挺胖，都挺魁梧。再第二个呢，那个年月啊，
后宫的吃东西吃得好，而且也没有哪个女的像今天说哎呦我要减肥，没那想法。所以吃得好你还不减肥，那毫无疑问这胖不就很正常了吗？再有第三个原因，那会儿咱知道天也冷啊，它不像现在屋里有空调有暖气什么的，没有。你说大冬天呢，清朝皇宫就北京这个天那么冷，我要不多穿点，我要不多吃点，扛不过去啊。一多穿显得就臃肿，一多吃增加脂肪显得就胖。所以咱们看那个真实照片里头，那个时候清朝后宫那些妃子什么的，那个胖是太正常不过了，那才是真实。所以我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就明白，哎呦，可不是吗？再这么一看，像《甄嬛传》这样电视剧里头，这不都骗人吗？没错，因为咱这些女演员，你说孙俪呀、什么孙茜呢、陈思夫这些演《甄嬛传》女演员，哪个平常不得追求自个儿瘦一点？因为咱们都知道，这女人她一瘦，她上镜好看，脸小的上镜就占便宜。你要哪个女的有我这么大一张脸，上镜绝好看不了。所以说呢，她这个演员平常的生活习惯呢，那跟这个几百年前大清后宫那些妃子的习惯大相径庭。所以说演员呈现那种状态端庄秀丽根本不是真实的，那是骗你的。真实的是咱们看照片的状态。有人说那这么一看，《甄嬛传》里这不是真事儿，当然不是真事儿，那是小说家和编剧编的，诚心逗您开心，让您愿意看的。它这里头绝大多数的事儿都不是真的。你看咱随便说几样，首先一个说这个后宫选妃，说这《甄嬛传》里边一看选妃呢程序挺严格，这骡马车把这个妃子选秀这些秀女吧带到这宫里来，一个个看，要是这个皇后皇上呢相中了呢，就给香囊，意思我留下来等下一轮这其实就海选进入下一轮。要没看中的呢，给你花，你走人吧。嘉靖知府之女夏如花，撂牌子似花。说你看那个孙俪演那甄嬛，一进宫里头，说得看看她是不是端庄秀丽啊？怎么办？在地上泼上水，然后整一只猫，别的宫女吓得直叫唤。哎，他呢，这孙俪呢很淡定，这算得上端庄。还算端庄。那实际选秀是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不是的。实际选秀什么样？那范围比这个电视剧里写的大得多，程序复杂的多。他为什么这么重视选秀女呢？首先一个，选秀女呢，它有区分。你要如果选要进宫的，其实不光选进宫的，选上的这人除了皇上后妃从事的后宫以外，还有的要给这个直系亲属，你比方说亲王贝勒这些人找媳妇儿。所以选呢，首先得是选这满八旗的，满蒙八旗、汉八旗，按这个顺序来。这叫选秀女。还有一部分呢是包衣三旗的后代。包衣三旗呢是主要是伺候这个皇室、王公贵胄的。选他们的女孩子进宫干嘛？当宫女，当使唤丫头。但是这里头也有少数极少数一点点真就当成妃子了。所以这个选秀女的过程当中呢，是决定着满清这个系统的婚姻大事，所以不能马虎。那么一道关一道关，那规模大的这不得了。而且如果你要进宫伺候皇上，那程序更加严格。他规定呢，凡是所有的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到了年龄，这女孩子必须得进宫来参加这个秀女的选择。这3824旗里面，所有的姑娘在13岁到这个17岁都不能结婚。有的人说为什么要到17呢？因为这次海选正好赶上咱身体不舒服，或者有病了，你这次你正好住院了，那没工夫来了，那你就轮着。所以呢，轮到3年以后，你可能就到17岁了。如果你没进过宫，那对不起，你就等到20、30，你都不准嫁人。要让皇上知道，还得罚你。你看，就连一些大臣都不能例外，他们的孩子也不行。在乾隆年间呢，当时的闽浙总督叫德佩，他上书给乾隆皇帝，说请皇帝下旨允许我儿子呢娶两广总督马尔泰的女儿，他女儿10来岁。乾隆皇帝为此大怒，说这还了得，不守规矩了吗？
你这个选秀女的这规矩你不守，大清根基都要动摇了。为啥？这是我们决定婚姻大事啊，这整个种族延续的大事。所以说他选择方式是非常严谨的，而且选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以为说皇上哪看得过来，根本就看不过来，主要是皇后领着下边这些太监宫女啊帮着挑，所以这里头误差就很大。另外一个你记住，这不是选美。为什么呢？他规定的必须穿旗装，不能穿什么很时尚装束，这样呢就会使很多人呢这好看的人呢出不来。再一个，另外一个，那个时候选美特别忌讳，给皇上或者给下边王公贵胄选老婆，看重两样，一个是门第，一个是品行。你看一说皇后母仪天下，一说哪个妃子端庄贤淑，这是第一位的。不是你长得漂亮就能进来，但是你不能太丑。母仪天下，母仪天下嘛，模样得说得过去。而且这个清朝皇帝呀，对于美色是很忌讳的，因为红颜祸水啊，这观念深入人心，也怕天下这些读书人说闲话。你看乾隆年间还有这么个事儿，他这个有皇后死了呢，这个乾隆皇帝呢就把他这个丧葬仪式给缩减，有的大臣不满意。说你凭什么就不待见人家？人家年老色衰，你就不喜欢了？乾隆皇帝极力辩解，我可不是因为他岁数大不好看了，我就看不上他。他确实这个各方面性格有点怪，做事做的也不公正。你看，就怕沾上皇上爱美色，沉湎于酒色。所以这是大清时候皇上一个传统。咱们再说这个选呢，为什么他不单纯选美呢？不是选美呢？品行，刚才我们说还有一个门第，这门第特别关键。咱就举《甄嬛传》里头例子，这几个例子还挺恰当。你看有个华妃，为什么飞扬跋扈呢？他哥哥是大将军年羹尧，哎，有这个门第，一般来说都能选得进来，不看你长得好看来看。这是去年的龙井吧？娘娘还没喝完啊？旧时的茶，即使存放的再好，也有股子霉味儿。等到甄嬛进宫选的时候呢，一看这是汉八旗过来的，好。封你个什么呢？一看模样也行啊，各方面挺端庄的。好，封你为贵人吧。汉军旗秀女中正好也有2个贵人了，还有一个是沈贵人，沈自山的女儿。沈自山的官位可比甄远道要高。那就给甄氏正六品常在吧。相貌只是所有素材中的最后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其实，第一是你的家庭背景。第二还是你家庭背景，第三还是你家庭背景。这个人，他们这个家族对我有用，那所以他们家这姑娘就能当皇后。最重要的就当皇后，次重要的就当皇贵妃，再次重要的就当贵妃。这里顺道给大伙说说，这个清朝后妃总共有8个等级，最尊贵的皇后，完了皇贵妃，完了贵妃，然后是妃，完了是嫔，然后是贵人，往下常在答应。然后最后最末最次的啊，还有个叫官女子，其实就是能陪皇上睡觉的宫女，就这么概念。所以咱们说那时候所谓的选秀女，不是选美，不是光看你模样，品行啊、门第啊，这些都非常重要。是母仪天下，还是阴险毒辣？历史中，皇后乌拉那拉氏是否真实存在？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取其性命，令其失子，使其失生。影视剧中不断上演的后宫独占是否真实存在？没有永远的胜者，只有无尽的争斗。请老梁为您辨析后宫争斗的那些真假是非。那么《甄嬛传》里边说的事儿，除了刚才我说这个不符合历史史实，那不符合史实的多了。比方说这里头皇后，哎呀，心狠手辣呀，为了自个儿地位呀，那什么自个儿姐妹呀、自个儿侄子都不放过，还经常害这个害那个，又什么下毒，又不让哪个妃子怀孕的，有这事儿吗？胡说八道。为什么呢？皇后的选择特别重要，当然不排除有个别心肠歹毒的。整体来说，皇后呢，你得性格温柔和顺，母仪天下嘛，是天下女人的榜样。而且皇后乃后宫之长，说白了，领一大家子人呢，过日子呢得，你没个样子也根本不行。
所以皇后没有说，很少有心肠那么歹毒的。你就说慈禧当年，咱一说慈禧老佛爷卖国，其实你从大臣眼里看，慈禧几乎就没什么缺点，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行事那得绝对一碗水端平，你得让人说得出来啊，就说这个人这个那个，你不能让人讲究你。再一个，皇后为什么没有必要嫉妒哪个妃子生皇子？因为所有妃子生的皇子都得管他叫妈，都是他的孩子。你那生他那不过是他的生母，真正养着孩子培养着，这都是皇后的事，他没必要嫉妒下边一个妃子。但历史上极少时候出现过狸猫换太子那下，那是特别特别少见的。所以说皇后最歹毒，极少有这情况。再一个，这里头有说下毒，说我嫉妒你，我给你下毒。你比方说有用这个麝香让你这甄嬛流产，还有的说我嫉妒你，我往你这汤里下药让你痴呆捏傻，有没有这事？绝不可能出现。一个是呢，皇宫里头你要想下毒，你除非买通你这个对手他身边的宫女啊太监，你买通他给你下毒，可是那谈何容易啊？因为每一个妃子只要上来，他的宫女太监都是一跟他跟多少年，你想买通人家得接受算呢。再一个，一旦你买通这妃子死了，这太监宫女得另外去适应另一个主子，那就基本上升迁无望了，有可能遭到虐待。更严重是他伺候这主子要死了的话，有可能宫女太监殉葬，多危险呢！谁能为那点钱活出命去？不可能的。再另外更主要的是，宫里头戒备森严，你说下毒就下毒，说整什么药整什么药，万一你把皇上给药死的，那了得吗？哪能让你把这毒药嘁哩咔嚓就给带进去？历史上没有那回事。再有的说那雍正，你这一天可真忙活啊，跟这么些女的谈恋爱，哎呀，又是这个甄嬛的，又什么曹贵人的，又这个妃那个妃，又这个嫔那个嫔的，哎，有没有这事呢？雍正在位13年，勤勉朝政，他哪有那些功夫跟后宫扯这个淡去？这是，而且呢，和妃子在一块有规矩的。因为晚上皇上翻牌子，翻到谁来侍寝来，侍寝呢陪皇上在一块待一会儿之后，你就必须得走。为什么呢？头一个呢，怕皇上睡着了，你妃子在旁边，你要害皇上怎么办呢？来的时候都是脱光了，卷到被窝里头，太监给你扛过来，走时候给你扛走。第二个呢，你不能影响皇上休息。第二天，这不子丑寅卯吗？赶到这个卯时，皇上得上朝啊，就3点到5点这时候，寅时啊，子丑寅卯寅时，皇上上朝。你说你这一晚上皇上跟你在一块儿，这不上朝影响吗？对工作有影响。所以这些摞到一块儿，皇上是基本上妃子侍寝没有陪一宿的，所以妃子也没有那么多机会真正在皇上身边吹枕边风啊，这个妃子不行，那个不行，张长李夜短，他在那给往人碗里头下蛆，也没那么多这事儿。所以要今天经我这么一说，您可能明白了，《甄嬛传》里大多数反映后宫尔虞我诈的事儿，那都是骗你的。所以咱们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你要喜欢看这剧没啥，娱乐嘛，但是你要拿它当真事儿，那您可就有点傻了。要想了解真实的历史，您还是看正史为好，千万不要拿电视剧里的事儿当做真实的历史来接受。